当着2名师姐的面，纳兰嫣然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甚至无法说明白萧炎的身份，说对方是自己的未婚夫，可萧炎却是根本都不想承认。这一点让他心中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不过想到老师现在还身处险境，他也是顾不得这么多了。纳兰师妹请来的高人，2名云岚宗女弟子相互对视一眼，最后还是不由得点了点头，准备让萧炎进去。一来是纳兰嫣然虽然现在修为不如他们，可她在云岚宗的地位却是十分的特殊，是云岚宗未来的宗主；二是她与云韵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师徒；三就是方才萧炎那从天而降的神奇表现，让他们感到有些震撼。凌空飞行，这好像是斗宗强者才拥有的手段吧？虽然2人并不敢相信萧炎这副年轻的外表下已经拥有了斗宗级别的可怕实力，可无论如何能够拥有这样的本领，此人绝对不是凡人。见到2人准备放行，并没有什么阻拦的意思，纳兰嫣然微微松了口气，一旁的萧炎也准备前往这大殿内部。对于云韵，他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不过就在萧炎准备进入其中的那一刻，一道声音却是突兀响起，拦住了他的脚步。慢着！沉稳有力的声音响起，一道身穿黑色炼药师长袍的中年男子却是不知何时突兀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在这中年男子出现的那一刻，2名云岚宗女弟子也是连忙行礼道：“古河长老。”同一时刻，即便是纳兰嫣然也是不由得微微行礼道：“古河叔叔。”只见这神色略带几分威严与儒雅的中年男子，一套黑色的炼药师长袍之上赫然有着6道波光闪闪的月牙纹路，下方绘着一个精致的药鼎。此人除了古河还能有谁？看到这家伙出场的那一刻，萧炎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怔，最后才微微冲着后者点了点头。原来是古河长老。对于古河这家伙，萧炎倒是没有太多的敌视。坦白来说，这家伙倒也算得上是坦荡之人，虽然也对云韵有意思，但却是从未使用过卑劣的手段。只可惜萧炎的横空出世，让这家伙背上了一个大冤种的名头。这家伙的天赋虽然比起萧炎差了太多，但能够在加玛帝国这种小地方修炼到6品炼药师，倒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了。当年萧炎飞升大千世界的时候，这家伙也是在炎盟的资源下达到了8品炼药师的境界。再后来，他也为无尽火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后达到了让很多地至尊都要尊敬的炼丹宗师境界。不过这一境界也终于耗尽了他的所有潜力，最后卡在了这一瓶颈，始终未能突破到炼丹大宗师的境界。不过此时的古河显然不知道今天出现的萧炎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此刻只是有些严肃而冷淡地盯着萧炎，最后才将目光不由地看向了身边的纳兰嫣然。嫣然，这位小友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如此鲁莽地将他放进去给宗主疗伤？显然这家伙对于云韵还是十分上心的模样。听到古河的话，纳兰嫣然身体微微一僵，连忙转头看了一眼萧炎，见到后者并没有生气的模样，这才不由得微微松了一口气。可当他介绍起萧炎的时候，却是神色变得尴尬了起来。古河叔叔，他就是萧炎，乌坦城的那个萧炎。纳兰嫣然沉吟片刻，最后还是无奈地吐了口气说道：“萧炎，乌坦城的萧炎。”听到这句话，古河也是微微一怔，最后才是眼睛微微一亮，笑着看向纳兰嫣然道：“原来这就是你的那个未婚夫萧炎啊，年纪轻轻倒是气度不凡。早就听说这小家伙绝世天才的名声了，今日一看，的确并非池中之物。”此时的古河还只是将萧炎当做一个接触的小辈看待，丝毫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一些什么事。倒是那2名女弟子，在听到面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是萧炎之后，都是双眼露出亮光，不停地在纳兰嫣然和萧炎的身上扫视着，最后才有些暧昧地笑了起来。我说是哪个年轻人能有这般的本事？原来是嫣然师妹的未婚夫啊！啧啧，你们2个站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那2人笑着调侃道，却是没有发现纳兰嫣然的笑容越来越勉强。各位，事不宜迟，还是赶紧把云宗主救好再说吧。比起这3个家伙，萧炎更是敏锐地察觉到了纳兰嫣然的不对劲，于是乎他赶忙打断了这场对话，表示还是云韵的性命更重要。果然，他这话一说出来，其他3人的神色很快就变得严肃了起来。云韵的安全的确是令云岚宗很多人都无比重视的一件事情。望着众人不再关心自己与萧炎的关系，纳兰嫣然微微松了一口气，可他的内心却是不知何时更加的委屈了起来。萧炎小友，既然如此，那就快把令师请出来吧。相信以你老师的手段，救好宗主应该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提起云韵，古河也是很快果断起来，开口就是让萧炎把自己的老师请出来。在他心中，萧炎的老师应该至少是一位7品炼药师。一位7品炼药师想要解除一头6阶魔兽的毒素，哪怕这毒素有些复杂，应该费点心思也能救好。不过很快，萧炎的反应就让他陷入了沉默。不好意思，我的老师并没有过来。听到萧炎的话，
其他3人反应还没这么强烈，但是古河的眉头却是已经皱了起来。你的老师没有过来，难不成你要自己过去驱毒不成？古河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多出了几分质疑。他承认萧炎的确是西北大陆都难得一见的天才，毕竟此人2年前就已经拥有了斗师的实力，还是一名炼药师，比起自己都要强了许多。可这才2年过去，即便是他的天赋再如何的逆天，这2年的炼药术又能提升到什么层次？算算年纪，他终究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这个年纪能够成为4品炼药师，应该就是极限了吧？回应他的是萧炎自信的点头。萧炎，此事事关重大，不可鲁莽。古河眉头皱得更深了，在他心中，越是天才的人就越有傲气，可傲气有时候是容易出错的。以云云现在的状态，这萧炎一旦出错，那代价可能是云云的生命。就在他还想多说什么的时候，纳兰嫣然却是在这一刻站了出来。古河叔叔，你忘了萧炎有一伙了吗？当初我爷爷的烙毒都是他治好的。听到纳兰嫣然的话，古河这才想起来萧炎已经拥有一伙了。他看向萧炎的眼神多了几分羡慕，但很快他还是有些严肃地摇了摇头。让他给宗主治疗可以，不过最好让我在一旁盯着，以防出现了意外。萧炎知道古河的话的确是出于关心云云，也的确是他心中认为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不过我跟我老婆独处你过来算个什么事儿？于是萧炎很干脆地拒绝了古河的提议。古河先生，我出手救人的手段是师门绝学，不能让你看，抱歉。萧炎这话一出口，古河更不愿意了。既然如此，那就更不能拿宗主的性命去赌了。古河神色严肃地说道：萧炎小友，并非是我对你有所意见，只是你如今实力还弱，这是对于宗主而言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可以，还是请你的老师过来吧，只要尊师肯来帮忙，我云岚宗一定拿出足够的谢礼。古河话音刚刚落下，一道庞大的气息不知何时突兀的冲天起，而且是专门冲着他威压而来。这气势之强大，令实力已经是斗王巅峰的古河都是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当他目光顺着这道气息看过去时，便是看到了萧炎双眼当中跳动着的绚丽火焰。在看到那绚丽火焰的那一瞬间，他甚至感觉自己有种身体要燃烧起来的幻觉。古河先生，我的修为似乎并不比你差。萧炎微微一笑，没有再理会古河，而是径直走进了云云所在的大殿。直到萧炎离开之后，古河才心有余悸地喘了一口气，目光看着萧炎消失的方向，露出一抹骇然之色。这个萧炎到底到了什么层次？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古河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纳兰嫣然。对于他的问题，纳兰嫣然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有多强了。不过就在一炷香之前，我亲眼看见他将一名斗王强者一脚重伤，最后用一火迅速焚烧成了一团灰烬。纳兰嫣然无奈的声音响起，却是令古河和另外2名女弟子在这一刻都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厚重庄严的木门被缓缓推开，紧接着便是一种淡淡的幽香侵入鼻尖。感受着这种陌生中带着熟悉的香调，萧炎嘴角渐渐柔和了几分。很快他便是绕过客厅，顺着那越发浓郁了几分的香气，来到了一处朴素的卧房当中。而当他看到那盘坐在卧房当中双目紧闭的女子之时，萧炎的眼神也是再度冰冷了起来。只见此刻的云云虽然依旧是那一身雍容华贵又不失优雅的打扮，可是其脸色和嘴唇都是变得苍白了许多。那张原本红润健康的美丽俏脸之上，此刻除了苍白，更是隐隐有着淡淡的黑色纹路蔓延在她如玉的脸庞上。看着她那紧缩的黛眉，萧炎便是知道她此刻怕是还承受着一些痛苦。万仙门，此刻的萧炎对于万仙门的杀意甚至已经超过了前世。望着那张有些憔悴与消瘦的俏脸，他不由得多出了几分的心疼。似是察觉到了有人到来，一直双目紧闭的云云在此刻终于是睁开了美眸。当看到那张年轻但有些熟悉的脸庞之时，饶是他此刻身中剧毒，也是不由得多出了一份的诧异。是你？他显然是不会忘记面前这个少年。就在2年前，他给自己的宝贝徒儿来了一手无声无息的退婚，害得他那宝贝徒儿差点到心破碎。更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个色胆包天的小子竟然敢占自己的便宜。不过也正是因此，当云云发现他对于萧炎的那些越界行为难以升起反感之心后，他便是对于萧炎印象更加深刻。哼哼，云宗主，好久不见。对于云云那诧异的目光，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在意，只是柔和的笑了笑，然后便是一点不见外的坐在了云云一旁的床榻之上。见到这熟悉的有些不要脸的一幕，云云脸上闪过一抹淡淡红晕，刚想故作不悦的开口，便是被萧炎堵住了后面的话语。不要浪费太多的精力，我是来给你驱毒的。听到萧炎的话语，云云这才忍不住微微一顿。等他刚刚反应过来，萧炎却是已经十分自然地抓住了他雪白的手腕。
一缕灵力探入其中，萧炎眉头很快便是察觉到了他体内的可怕毒素。这毒素应该便是当年万仙门那头4亿天魔蝎的本命毒，加上一些其他毒素混合而成的。蝎毒向来是众多魔兽毒素当中最为猛烈的一种之一，加上还有其他各种怪异的毒素混合在一起，这毒素的确是复杂无比，也难怪古河束手无策。这种毒就算是斗宗强者挨上了，也只能用修为去不停的化解。若是用丹药的话，恐怕要一些7品层次的解毒丹才能真正的一次性根治，否则便是很多5品6品的解毒丹都是难以根治。对于萧炎而言，7品解毒丹他当然可以炼制出来，甚至他那界当中就有着一枚。不过对于有着一火的他而言，本就有着更好的方法，何必浪费一枚解毒丹？而且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感情升温的机会。手腕被萧炎这么抓着，云云脸上的红晕更多了一分。不过他也知道萧炎此刻是要给他疗伤，自然没法再说什么。很快萧炎也是不负所望，很快就给了他一个答复：交给我吧。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令云云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知为何，这话从萧炎口中说出，他便是没有丝毫的质疑，反倒是有着一种莫名的心安。这些时日以来，这可怕的蝎毒几乎每天都会闹腾这么几次，每一次都会令他有些难受。虽然每次都有斗气压制，不至于让他痛不欲生，可也依旧有些难受。多谢了。虽然知道这家伙对自己的弟子很不友好，但无可置疑的是，萧炎这次对他的确是有着大恩。不用谢我，把衣服脱了吧。萧炎点了点头，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云云刚刚升起的些许笑容顿时凝固住了，一张美丽容颜先是错愕，然后便是有些羞红的恼怒。不脱衣服的话，可是很难医治的。萧炎一脸正色地说道。那还是别治了吧。云云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感到太过尴尬，最后竟然用了这么一句话搪塞萧炎。说完这句话，他便是有些后悔了。这些毒可是连古河都束手无策的可怕毒素，若是萧炎不治了，那短期之内可就真的找不到能救自己的人了。可是，一想到萧炎不但是个男人，而且还与自己的弟子有着这么大的瓜葛，他实在是难以在萧炎面前如此。就在云云还纠结着该用什么借口挽回萧炎的时候，萧炎却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便是直接将他的身体转了过去。下一刻，2只温热厚重的手掌便是落在了他的背上。不是说要脱衣服吗？云云有些错愕地转过头，却看到那少年清澈的双眼当中透露着的狡诈和失望。这个小鬼竟然是在耍我！云云俏脸瞬间变得绯红了起来，他万万没想到萧炎这次竟然还是想要借此占一占他的便宜，这让他无比的羞恼。刚想好好警告一番这个好色的小鬼，一道炽热霸道的力量便是骤然传入了他体内的经脉当中。这股力量如同火焰一般，带着一股灼烧的痛感，令他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一旁的萧炎在听到这一声音之后微微一怔，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在魔兽山脉的某个山洞当中发生的事情，一时间隐隐有着一股火焰从内心升腾而起。驱除毒素的过程可能有点疼，你忍一下。好在如今的萧炎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处男，很快又镇定下了心神，轻喝一声，让云云迅速收拢了心神。知道了。云云也知道自己方才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当下如同蚊子一般的低声道。好在萧炎听力非凡，在得到他的回应之后，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低声道：守住心神，运转斗气，护住经脉。听到萧炎的话，云云也是没有犹豫，他深知此刻是自己的机会，当下也是心神聚集，不再关心外界的事情，而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体内。很快他便是看到体内突兀出现的一道道绚丽火焰，这些火焰明明是那样的细小，可其中所蕴含的威能却是令他这个斗皇强者都心惊。那曾经令他、令古河甚至令云山都头疼无比的毒素，在这火焰的面前并没有太多的反抗之力，宛如残血遇到沸油一般，迅速被焚烧成了一缕缕的黑烟。不过即便是萧炎对于异火有所控制，那可怕的余温依旧是令他的经脉都有着灼烧的刺痛感。好在云云好歹是个斗皇强者，雄浑斗气汇聚起来，也是很快保护住了自己的经脉。如此一来，这可怕的异火威能在经过萧炎的控制和他斗气的保护之后，便是很快被压制了下来。只不过此刻心神全部放在身体内部的云云却是没有注意到，这可怕的火焰即便是隔着雄厚斗气都能让他感到阵阵炽热，那可怕的温度在传递到外界之后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对此正在帮忙驱毒的萧炎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望着面前这因为一火高温而从白玉变成红玉的完美躯体，萧炎自然是没有丝毫收敛的意思。早晚都是自己的人，看一眼又怎么了？不过他现在也仅仅只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大部分的精力还是留在云云的体内，帮他驱逐体内的蝎毒。也就是他如今灵魂力量已经堪比8品炼药师，分心出来也是没有丝毫的耽误，否则可就容易出大错了。
虽然云云体内的蝎毒在遇到萧炎的异火之后，便是会被迅速焚灭驱逐，可由于这毒素已经在他身上多处蔓延，甚至一部分已经融入到了血液当中，因此就算是萧炎此刻也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帮他驱除。如此一晃，便是过去了整整的1天1夜。萧炎大部分精力都用来驱逐蝎毒，若是感觉有些乏味了，便分出神来欣赏一会儿红玉，然后继续驱毒。如此1天1夜的时间过去，当最后一缕蝎毒被一火彻底焚烧殆尽之后，云云先是娇躯微微一颤，旋即俏脸之上便是露出一抹诡异的潮红，最后扑哧一声喷出一口漆黑的血液。望着这一幕，萧炎倒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焚烧的蝎毒又不能直接随着呼吸排出体外，自然是被他一点一点逼到一团血液当中，最后随着一口毒血喷出。至此，驱毒工作算是彻底的结束了。而在喷出这一口毒血之后，云云脸上和身上的潮红都是迅速褪去，转而再度恢复了那羊脂玉一般的颜色。感受着体内那重新流淌的磅礴生机和那再也不用压制蝎毒而运转的雄浑斗气，云云俏脸之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喜色。这该死的蝎毒终于是被彻底驱散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高兴地转过身，便是想要向萧炎表示感谢。虽然这家伙伤害了自己的弟子，甚至对自己多有不敬，可他终究是帮了自己师徒很多，多谢了。对于面前的这个少年，云云不知为何总是说不出太过客气的话，半天之后终于还是憋出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对于他的感激，萧炎却只是轻笑着摇了摇头，只是一双眼睛依旧有些炽热地盯着他，在那炽热当中还夹杂着一丝古怪。瞧得萧炎这般目光，云云也是一怔，旋即微微低头，脸颊瞬间便是如同火烧起来了一般。混蛋，你还看！云云几乎是瞬间惊呼一声，玉手猛地挥动，一阵劲风刮过，床上的一道被子便是凭空挡住了萧炎的视线。等他将自己的身体完全遮挡住，惊慌地将脑袋露出来的时候，却发现那张年轻的脸庞已经到了自己的面前。四目相对之下，云云明显感到了那双漆黑眸子当中的一抹炽热和特殊情感。在看到那一双漆黑眸子的时候，他的心头忽然一跳，一种难以察觉的异样情感不知从何时升起。你想干什么？此刻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斗皇的身份，在方才的羞耻和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下，此刻的云云只是如同一个小女孩一般缩在被子里。回应他的是下巴上传来的一股力道。不知何时，萧炎已经伸出手勾住了他雪白的下巴，望着那张满脸惊慌又的通红俏脸，萧炎心中忽然升起一种想要狠狠欺负他一下的感觉。当下也是懒得有丝毫的收敛，对着那诱人的红唇便是低下头去。呜！云云骤然睁大了眼睛，美眸当中充斥着一种不可置信的神色，一种从未拥有过的感觉宛如触电一般，令他身体忽然没有了力气。一时之间，乱七八糟的所有念头在他脑海当中疯狂的碰撞。这家伙怎么敢的？不对，这可是嫣然的未婚夫啊！到底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种种念头和那触电一般的感觉令他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等他真正的反应过来的时候，萧炎已经是意犹未尽的收起了嘴。鲜美无比，这是萧炎给出的评价。他看了一眼那眼中露出杀机，可却又犹犹豫豫的绝世美人，没有丝毫的畏惧，只是有些柔和的揉了揉他那一头漆黑如墨的青丝。万仙门给你造成的伤害，我会给你一一讨回的。话音落下，他转身离去，离开了这座云岚宗宗主专属的寝殿。望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云云眼中先是有着恨恨的杀机，可很快又化作了纠结，最后又化作了愧疚和茫然。这家伙怎么敢对我做这种事情呢？想起方才萧炎给自己疗伤的种种事迹，还有自己恢复之后坦诚相待的尴尬，以及萧炎最后的冒犯，云云便是感到此刻无比的羞耻，恨不得杀了这个家伙。可是与此同时，那萧炎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若是杀了他，似乎也太过于恩将仇报了一些。如果他只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方才发生的事情也只是会让他感到复杂而已。可偏偏这少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自己徒儿的未婚夫。哪怕这个未婚夫已经名存实亡了，可若是此事被那蓝嫣然知道了，他又会怎么想？还有，这个家伙似乎才15岁吧，回归到一切的起点，他怎么敢？种种思绪在云云的脑海当中回荡，他就这样呆呆地坐在床上，一脸迷茫。同一时刻，萧炎却是已经走出了宗主大殿，一出门便是看到了古河依旧站在那里，而在另一旁，那蓝嫣然小脸略微困倦，但也依旧紧张地守在一旁。以他斗师巅峰的修为，连长时间不睡觉都做不到，好在仅仅只是1天1夜，对于一位斗师强者而言也没有太大压力。而这种困倦在萧炎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已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萧炎，我老师怎么样了？见到萧炎出来，那蓝嫣然小脸之上已经瞬间变得兴奋起来。一旁的古河也是有些关切地看着那刚刚关闭的大殿。
已经没事了，不过去毒之后，他需要暂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你们还是暂时不要进去打扰他了。望着面前这2个家伙，一种莫名的刺激感却是涌上了萧炎的心头。这种感觉前世怎么就没有过呢？听到萧炎的说法，纳兰嫣然和古河都是不由得微微松了一口气，旋即露出一抹惊喜之色。萧炎，谢谢。纳兰嫣然看了一眼萧炎，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半天之后，也只能是尴尬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倒是一旁的古河，此刻看向萧炎的眼神，除了感激之外，还有着一种火热之色。萧炎小友真不愧是我加玛帝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天才，这半年纪竟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本领。若是将来有机会，我可要好好向你讨教一番炼药之道啊！古河说的话，除了带着几分感激，更多的还是多了一些客气。然而萧炎给他的回应，却是令他微微一怔。好说，好说。萧炎笑呵呵的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的谦虚之意。这还真不是他吹。先不说萧炎脑子里那些东西都何等强大，单单是他现在的炼药水平，随着他实力的不断增长和灵魂的不断壮大，此刻炼制普通的8品丹药已经是没有多少难度了。论修为，他化天境的修为完全可以与斗宗强者一较高低，甚至可以比斗宗强者更加持久。论灵魂力量，他的灵魂力量如今也是在不断的壮大，比起寻常8品炼药师丝毫不弱。除非是一些有着特殊需要、条件极为困难的8品丹药，否则大部分的8品丹药已经是难以难倒萧炎。见萧炎如此不低调，古河也是不由得微微一怔，最终也没有多说什么。他清楚的明白，萧炎的潜力远在自己之上，即便如今恐怕也不会比他弱多少，将来必然会是令丹塔都重视的顶级炼药师。只不过这家伙看向自己的目光带着几分古怪和可怜，是怎么回事？心中暂时放下这种古怪而刺激的感觉，萧炎跟2人点了点头，却是没有立刻离开云岚宗，而是将目光看向了2人的身后。在这2人的身后，还有一个熟悉但关系并不怎么好的家伙站在那里。云灵，云岚宗的现任大长老，前世萧炎与云岚宗血仇的导火索。坦白的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家伙，如果云山没有被魂殿的人给污染，那萧炎后来完全不可能与云岚宗闹得这么僵，也不会让大殿里那个女人承受着2边的感情苦楚。想起那个始终夹在自己与宗门之间而痛不欲生的女人，萧炎眼中刚刚多出几分的冷意，也是缓缓柔和了几分。这一次我可不会让你再这么委屈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恩怨，从今天起便是彻底的解决了吧。想到这里，萧炎也是将目光看向了那笑盈盈的看向自己的老者。萧炎小友年纪轻轻就能解决如此难症，挽救我们宗主的生命，当真是绝代天骄啊。在萧炎目光看来的那一刻，云灵已经是堆着笑容来到了萧炎的面前。不过当他走到萧炎面前的时候，对方那一双漆黑的眼睛却仿佛看透了一切一般，只是微笑地看着自己。不知为何，被萧炎如此盯着，云灵忽然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神色依旧热情，却是带了几分尊敬。经过1天1夜的发酵，萧炎一招击杀斗王强者的事迹早就传到了云岚宗，所有人都知道这个2年前的绝世天才，如今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强者了。虽然他的年纪年轻的令人心颤。萧炎先生，我们老宗主听说您光临云岚宗，想要与您见上一面，不知您意下如何？听到云灵的话，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意外，反倒是嘴角掀起了一抹笑容。带路吧。他只是轻飘飘地说出了这么3个字，不知为何，云灵却是不敢多说什么了。他总是觉得萧炎看向自己的目光似乎有些不怀好意，当下也只能是无奈地施展开斗气双翼，朝着云山居住的方向飞了过去。不过下一刻，萧炎所展现出的手段，便是令他和古河以及纳兰嫣然之外的所有云岚宗弟子都浑身僵硬，目瞪口呆。只见萧炎一只手背在身后，极为从容地向前踏出一步，只是这一步却是踩在了空间之上，一步一步如履平地，却也同样踩在了古河和云灵等众人的心上。脚踏空间，如履平地，他已经达到了斗宗境界。这一刻，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变得无比精彩。无论他们对之前的萧炎是何等的看重，哪怕已经承认了他绝对能够超越自己的潜力，可在看到面前的一幕之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少年早已拥有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实力。而这个少年的真实年龄，其实才仅仅只有15岁而已。对于众人这副惊讶的模样，萧炎也是没有过多的理会。如今的他已经不需要太过掩饰自己的实力，已经完成灵力转化的他，距离自己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等到他达到至尊境的那一刻，这浩瀚的斗气大陆能够真正制衡他的强者将会无比的稀少。况且如今所表现出的这堪比斗宗的实力，也仅仅只是他最为表象的实力罢了。就这样，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萧炎闲庭漫步的在天空之上随意走着，很快便是来到了云岚宗最上方的一处大殿。
这是云岚宗最为古老的宗门大殿，历经近千年风雨，依旧坐立在帝国之巅。不过早在萧炎前世，他便是用佛怒火莲将这里给炸平过了。不过此番前来，倒也不是为了这些。在萧炎降临大殿的那一刻，这座宗门大殿便是已经自动开启。萧炎先生，请。无论如何，云灵此刻在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多了几分敬畏。不过在这敬畏之下，却是闪过一抹一闪即逝的诡异光芒。换作旁人，实在是难以察觉到这种眼神。可惜他面前的人却是萧炎，一个早就知道了他们底细，并且实力远远超过他想象的家伙。于是乎，萧炎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很快，萧炎就见到了那宗门大殿最上方，此刻甚至已经站起身来的云山。坦白而言，此刻的云山，甚至3年后的云山，都是未能被魂殿给真正的影响。此刻的他，的确是靠着自己的实力突破到了斗宗境界。不过，那险些困死在斗宗门槛上的困难，的确是改变了云山的心态。再后来，直到开始使用起魂殿的种种手段之后，这个老家伙才开始真正的从一个好面子的老头子，变成了利欲熏心的家伙。而那时，整个云岚宗的高层都是被魂殿腐蚀了大半。不过这一切的变故，在今天都该截止了。在萧炎进入大殿之后，云山一开始的交谈却是十分的客气。他清楚地明白，面前的这个少年虽然仅仅只有15岁，但已经拥有了他都要忌惮的力量。不过，这一切比起那少年身后的利益来说，都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如果能够查明这家伙的背景和他家族当中真的拥有的那件东西的话，你我2人将得到总殿的巨大奖励，成为斗尊并非遥不可及。仅仅一句话就让云山心动了。他突破斗宗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险些就在最后关头老死在洞府当中，那种可怕的滋味，他实在是不想再尝试一次了。于是乎，在与萧炎亲切地交谈了一些家常，甚至一些有关于纳兰嫣然和云云的八卦之后，云山最终还是暴露出了自己的目的。萧炎小友，你的家族当中是否有着一枚祖传的古玉呢？云山冷不丁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看似平常，可他眼底当中确实闪烁着一丝隐藏的极深的贪婪，那可是有希望帮助他抵达斗尊境界的至宝啊！自祖师之后，云岚宗已经多少年未曾出现一位可以名震一方的斗尊强者了，而到了斗尊境界，数百上千年的寿元同样令人无比向往。经历过生死，才知道长生是何等巨大的诱惑。望着云山那眼底闪过的贪婪光芒，萧炎嘴角笑容更甚。云老宗主倒是消息灵通啊，我萧家还真的有这么一块祖传的古玉。萧炎若有所思地看了云山一眼，忽然神秘兮兮地凑到他的面前。我萧家那块古玉可是斗帝强者所留的宝物，据说其中有着成为斗帝的机缘呢。话音落下，云山那原本笑呵呵的脸庞却是忽然越来越笑不出来，最后更是直接变得僵硬起来。斗帝！云山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有些呆愣地看着那笑容满面的萧炎。良久之后，在发现萧炎不像是开玩笑之后，他的心脏在这一刻都是狠狠地颤了颤。难怪那个叫做魂殿的神秘势力如此的关心萧家的神秘宝物，难怪得到这神秘古玉之后，魂殿甚至可以赐予慢慢成为斗尊的奖励。原来这所谓的神秘古玉竟然蕴含着成为斗帝强者的机缘。斗帝，这片天地的终极强者，至高无上的存在，而那小小的古玉竟然与这种层次的强者有关。只是很快，云山便是反应了过来，关系到这种等级强者的宝物，即便是斗尊斗圣级别的强者都要小心翼翼。这萧炎为什么就这么正大光明地说了出来？要知道，在这样的秘密面前，哪怕是斗尊强者都有着被灭口的危险啊！而这样巨大的诱惑，他说出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回应他的只是萧炎那笑眯眯的脸庞。怎么，云山宗主不是对我萧家那块古玉很关心吗？难道云山宗主就不想要这古玉吗？坦白而言，当听到斗帝2个字的时候，云山的确是心跳加速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快。但当他看到萧炎那笑盈盈的脸庞之时，一道寒意却是莫名的从心底升起。这可是事关斗帝强者的秘密，当他知道这一秘密的那一刻，已经有着巨大的危险伴随在他的身边了。哪怕他从来未曾见到过这古玉，单单是他与纠缠在了这件事情当中，一旦消息传开，那整个斗气大陆将会有多少强者将目光投向他。就比如那神秘的魂殿，在得知自己知道这古玉的真正秘密之后，第一时间恐怕不是奖励自己，而是杀人灭口。想到这里，云山心中寒意更盛。这萧炎敢将这样的秘密说出来，如果不是疯了，那便是已经将自己拉入到一盘大棋当中了。呵呵，你这小子倒是挺会吹嘘，随便一块古玉就敢扯出斗帝强者。云山故作平静，甚至是一副教育后生的模样，对着萧炎皱眉道：你要知道，有时候吹牛吹过了头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你们家的那个古玉，我也只是有些好奇而已，并没有什么觊觎之心。
望着云山这副快速恢复过来的表情，萧炎心中也只是暗骂了一声老狐狸。但他在走进这大殿的时候，就早已察觉到了那熟悉的阴冷气息，又怎么不知道这大殿当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位老朋友？是吗？云山宗主竟然对我萧家祖传的古玉不感兴趣？萧炎忽然咧嘴笑了起来。那魂殿呢？不知道魂殿对我萧家感不感兴趣？话音落下，云山那笑盈盈的脸庞在这一刻终于是彻底变了。与此同时，原本平静的云岚宗大殿内部也终于是阴气翻滚，眨眼之间有着大片黑雾弥漫。很快，一道熟悉无比的身影也是终于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结，好胆大的后生，竟然敢将古玉的事情就这么说出来。不过，如果你不说，恐怕我也不会知道那古玉竟然事关斗帝强者。那身影隐约披着一层漆黑斗篷，身体包裹在一团黑雾当中，声音依旧是那般熟悉的难听。黑雾当中，一双猩红的眼睛此刻正紧紧地盯着萧炎，带着几分贪婪与忌惮。如今的萧炎不是前世的那个小小大斗师，他所拥有的实力已经足以令雾护法忌惮。尤其是他如此自信地将那古玉的信息说出的那一刻，雾护法心中更是感到有些不妙。哼，我不光知道这古玉的信息，我还知道这关系到你们魂殿幕后那魂族族长晋升斗帝的关键。面对雾护法，萧炎依旧是侃侃而谈，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却是令雾护法、云山，甚至是在一旁侍奉的云灵都脸色大变。你竟然还知道魂族？你究竟是什么人？雾护法这次彻底有些慌了。远古八族的存在，对于很多斗宗强者而言都是不曾知晓的秘密，甚至一些信息闭塞的斗尊强者都不知道。知道魂殿与魂族关系的更是少之又少。而面前的这个家伙，竟然对魂殿的底细如此的清楚。而除了这一点，令他包括云山和云灵都感到震撼的是，原来这世间真的有触碰到斗帝瓶颈的强者。能够触碰到这一瓶颈意味着什么？他们心中自然有了猜测。这意味着这位所谓的魂族族长应该是9星斗圣巅峰的存在。对于一辈子连斗圣强者都没见过的三人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高的有些吓人的境界。我是什么人？萧炎笑了。下一刻，一道磅礴无比的灵魂力量几乎是在瞬间封锁了整座宗门大殿。我是毁灭你们魂殿，甚至是魂族的人。清朗的笑声当中夹杂着几分淡淡的杀意。在那磅礴灵魂力量出现的那一刻，云山和雾护法便已经是神色大变。这道灵魂力量并非要老的，而是属于萧炎本身的。不过即便是属于萧炎本身，以他如今那堪比8品炼药师的灵魂力量，加上那对于灵魂力量的可怕运用，对付这2个小小斗宗依旧是轻松无比。跑！这一刻，雾护法知道自己尽管已经不敢小瞧这个叫做萧炎的小子，可他的实力依旧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来都来了，还跑什么呢？萧炎笑声当中杀意渐起，一只绚丽的火焰大手很快出现，在那雾护法刚刚飞出没有10丈距离的时候，便是将之轻松的一把捏住。可以说，萧炎18岁之后所承受的苦难当中，有着80%都是因为面前这个家伙。父亲被抓，族人被杀，就连老师都被他抓走，饱受魂殿折磨。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面前这个家伙。所以，即便是重生一次，萧炎对于这个家伙依旧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死吧！在云山惊惧的目光当中，萧炎手掌一握，雾护法惨叫一声，下一刻便是被那火焰大手硬生生的捏爆成了一团漆黑的雾气。绚丽火焰席卷之间，很快便是化作了一片虚无，只留下最后一道黑气。望着这一幕，方才还能勉强谈笑风生的云山此刻已经是身体僵硬，甚至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他怕了，这一刻恐惧已经在他的内心滋生起来。对于萧炎，他才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那位魂殿的雾护法可是一位正儿八经的4星斗宗强者，论起实力，虽然击杀他很难，可要压制他却一点也不难。可即使这样一位放在加玛帝国堪称巅峰层次的强者，却是就这样在自己的面前顷刻之间陨落，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如果说唯一的一点反抗之力，那也只能说是对方还能来得及惨叫一声，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想到这里，这位在加玛帝国名声大振了足足数10年的强者，身体都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萧炎能够如此轻松地解决雾护法，那么相对而言，想要解决他也是依旧轻而易举。这一刻，他已经没有心思思考萧炎为何能够在这样的年纪拥有这样的实力。他现在只想活下去。从云山的角度来看，自己在知道了萧家蕴含着与斗帝强者相关的秘密之后，萧炎下一步做的自然只有杀人灭口了。而很显然，这对萧炎而言一点也不难。果然，只见萧炎在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雾护法之后，便是笑眯眯地回过头看着自己。那笑容虽然阳光，却让云山浑身冰冷，心底都在冒着彻骨的寒意。幸运的是，因为云云的关系，萧炎这次决定留他一命。
不过在解决云山之前，还是要先解决一下其他的麻烦。之所以留下一部分雾护法的黑气，萧炎自然是有自己的原因。只见他伸手一抓，那团残余的黑气便是落在了萧炎的手中。也不知道你们云岚宗现在被魂殿渗透了多少了，希望不会太多吧，否则这些家伙也只能自认倒霉了。萧炎右手托着这团黑雾，左手一道道印结打出，很快这团黑雾便是骤然炸开。在这黑雾炸开的那一瞬间，便是化作近10道漆黑的黑雾利剑，朝着云岚宗的各个方向爆射而去。目睹了方才一切的云灵此刻脸色惨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其中一道最为粗大的漆黑利剑便是首当其冲，狠狠地射在了云灵的身上。伴随着这黑色利剑没入身体，云灵身体微微一颤，那原本惊惧的双眼便是失去了神采，身体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他已经死了，灵魂在被这黑色利剑射中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彻底崩溃。以萧炎如今的灵魂攻击手段，一个小小斗王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机会。在云灵死后不足片刻，云岚宗的数个方向也是接连有着近10位长老执事纷纷身体一颤，然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他们的身体尚还温热，但灵魂已经彻底湮灭。这般诡异的一幕很快便是引起了整个云岚宗的骚乱。不过无论是云韵还是云山，此刻都是未曾出现。尤其是云山在看到这诡异的一幕之后，更是双目瞪得滚圆，看向萧炎的目光变得更加惊惧。你到底要干什么？云山身体微微颤抖，情不自禁地后退了2步。他已经被萧炎吓破了胆，让一个斗王强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掉，这样诡异的手段简直是比方才击杀雾护法的那一幕更加令人心底发凉。倒是萧炎此刻却是一脸的舒爽，魂族的手段就是好用啊！这一招名为咒魂术，是一种可以透过气息媒介，隔着遥远距离直接攻击对手灵魂的可怕招数，放在魂族当中也是压箱底的镇族之宝。此术乃是魂族的一位斗帝强者所创，魂族当代也只有魂天帝和魂虚子才真正的练成。不过这一招对于灵魂境界相同的强者威胁并不大，只有在偷袭的时候才有奇效。毕竟透过这媒介发动的灵魂攻击最多也就能有1/10。不过若是灵魂境界差距较大了，那便是一种近乎碾压的手段了。如魂天帝这等灵魂达到地境层次的强者，一道咒魂术施展出来，灵魂未曾达到天境的强者便会当场陨落。即便是达到了天境，不慎之下也有着陨落的风险。只有达到天境大圆满，才能拥有一定的防御手段。云山宗主不必紧张，看在云韵的面子上，我是不会杀你的。望着那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的云山，萧炎嘴角笑容更盛。说实话，以他重生以来积蓄的实力，想要杀死云山的确是比杀条狗难不到哪里去。比起杀死云山，再看到他这副恐惧自己、害怕自己的模样，反倒是令萧炎觉得更有意思。不过萧炎相信自己接下来的手段会变得更有意思。你不杀我？云山微微一怔，那一直颤抖着的身体终于是恢复了几分镇静。不过看到萧炎的笑容，他却是知道自己即便不死，恐怕接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果然，萧炎接下来的话令他那恢复了几分的心情再度跌入谷底。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这么多的秘密，我也不可能放你轻松离去。这样吧，我会在你灵魂当中植入一丝属于我的灵魂印记，从此以后你便是我的奴仆了，如何？当萧炎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云山老脸微微涨红，似是无比的想要反抗一下萧炎。他纵横加玛帝国数十年，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如今让他给一个半大小子做奴仆，这是何等的屈辱。可是在想起雾护法那没有丝毫挣扎之力的惨死之状，以及云灵那无声无息就死去的模样之后，他沉默了。突破斗宗的困难，那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早已磨灭了他年轻时的豪气与锐气。现在的他只想多活几年，哪怕是成为别人的阶下囚。想到这里，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了臣服。只见他望着萧炎，半晌之后还是无奈地跪了下去。主人。望着那无奈匍匐在自己脚下的云山，萧炎先是微微错愕，最后嘴角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掩饰不住的笑容。望着这个前世将自己追杀的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老东西，就这样臣服在自己的脚下，这是萧炎重生以来最爽的一次。就连过去的他都是不曾想过，重生一次竟然能够经历这样精彩的剧情。这种奇妙的感觉可远比杀了他要舒服得多。不要反抗，放开灵魂，我会在你灵魂当中种下烙印。萧炎只说了一句，磅礴的灵魂力便是已经凝聚成一道魂印，落在云山的额头。那魂印嵌入云山额头之后，无论云山的灵魂力量是否有所阻碍，都是毫无阻拦的直接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当中。如今的萧炎早就不是当初奴役一个柳攀龙都累得脸色苍白的萧炎。重生3年，他的实力恢复了很多，最起码奴役一个云山毫不吃力。
甚至只要他想，哪怕是云山拼命反抗，他依旧可强行将魂印打入云山的灵魂当中。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好处。面对萧炎的这种手段，被他奴役的人只有一种反抗的方式，那就是灵魂自爆，用生命的代价换取自由。只是面前的云山显然不会是那一种人。于是乎，在初步尝试了一下魂印发动那可怕的折磨之后，云山便是更加的敬畏萧炎了。老奴云山参见主子。半晌后，云山恭敬地站在萧炎的身边。不错。望着云山朝着自己卑躬屈膝的模样，萧炎心中那种奇妙的感觉更强烈了。既然您已经是我的仆从了，那我也该赐予你一些东西了。萧炎看了云山一眼，这家伙现在可是自己的奴才了。虽然因为前世的原因，他对这老东西没什么好感，但自己的奴才若是太弱了，终究是有些说不过去的。于是乎，萧炎很快便是一指点在云山的眉心之上。见到萧炎再度攻击自己的眉心，云山脸色大变。可萧炎方才的种种手段，却让他如今无比的畏惧萧炎，故而并没有闪躲。不过很快，云山的神色便是不再警惕畏惧，而是转为了一种狂喜之色。地阶高级功法天云破空诀，地阶高级斗技天云破空剑。这是我云岚宗破天老祖当年纵横大陆时所修炼的功法和斗技。云山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了。云岚宗自云破天之后就衰败了，除了因为少了这位斗尊强者的坐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位老祖将完整的天云破空诀也带走了。失去了这套地阶高级功法，任凭云岚宗的后代弟子们如何的逆天，也只能模糊的根据一些不全面的功法推演出新的功法。云岚宗如今虽然算得上是底蕴深厚，可其实整个宗门当中最高级别的功法斗技也仅仅只是地阶低级而已。这种功法很多资质一般的人最多也只能修炼到斗皇层次，云山能靠着这道功法修炼到斗宗，已经算是运气很不错了。但地阶高级功法却是完全不同，一门地阶高级功法在手，只要你天赋够好，资质够强，修炼到斗尊都不会有多大的阻碍。扑通一声，在萧炎略微错愕的目光当中，云山再度跪在萧炎的面前，甚至主动的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多谢主人归还我云岚宗失踪多年的2大秘诀，有了这2道功法斗技，我云岚宗位居西北大陆一流势力，指日可待。云山的确是很激动，他的确是个比较自私的人，但也是个很好面子、很看重云岚宗的人。如今萧炎将这2大秘诀归还，他相信自己在修炼到斗尊之前都不会遇到什么瓶颈了。更关键的是，今后云岚宗的历代宗主都将更加强大。有了一门地阶高级功法，只要是资质与云韵纳兰嫣然相差不多，修炼到斗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西北大陆的一流势力。听到云山的话，萧炎却是不由得摇了摇头。势力的事情，你还是暂时放下一下吧。你接下来就好好修炼，做我的奴才。若是太弱了，可就丢我的脸了。对了，等你把这功法悟透了，就传给云韵和纳兰嫣然吧。这2套功法还是前世萧炎灭掉魂天地，令斗气大陆恢复平静之后，已经有了斗圣修为的云韵游走大陆，最后找回来的云岚宗传承。当时萧炎也是好奇地看了一眼，便是记住了其中的内容。听到萧炎的嘱咐，云山也是立刻点了点头，然后忽然有些好奇与讨好地看向了萧炎。主人，您是不是对月儿有所兴趣？听到云山的话，萧炎没有丝毫的惊讶。他之所以收服这老东西，本来就是看在云韵的面子上，否则以他前世对云山的感官，早就把他带着雾护法一起击杀了。见萧炎点头，云山沉吟片刻，最后才试探性地问道：要不要老奴？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要弄得太急了。萧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那嫣然那边，那丫头就算了，多给她一些修行资源，就算是补偿了吧。萧炎对于纳兰嫣然早就没有了意见，但感情也实在是难以强求。老奴明白了。云山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早就与方才萧炎进入大殿时的那副模样完全不同。在他那道貌岸然的宗主脸庞之下，只是一个怕死的糟老头子而已。当然，要说对于云韵这个亲传弟子，云山还是很有感情的。可是就是因为有感情，才更要把云韵推到萧炎那里。如今的萧炎在云山心中虽然不是神灵，可也是相差不多了。一个15岁的少年能够随手捏死一位斗宗强者，还能用各种诡异的手段控制攻击灵魂，要是再让他成长几年，那还了得。而且这少年还知晓斗帝强者的秘密，甚至连魂殿那种庞然大物都是丝毫不惧，随随便便就将老祖云破天那里是传的地阶高级功法斗技又拿了出来。云山不知道怎么形容萧炎的强大与潜力，如果硬要说一句的话，那就只剩一句话了：韵儿跟着他，将来整个云岚宗都要飞黄腾达了。萧炎不再理会云山的想法，解决了云山和雾护法之后，他还有接下来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万仙门这个势力现在应该灭掉了。云岚宗的事情你看着安排妥当吧。
萧炎看了一眼一声不吭的云灵，他相信云山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不是傻子。主人放心。闻言，云山也是略微惋惜的看了一眼云灵。宗门内部被那魂殿雾护法渗透的强者，除了云灵和另外一名斗王，还有足足6、7个斗灵强者。培养这么一批人，即便是云岚宗也要付出不小的心血，可惜就这么死了。不过想到宗门传承的回归，云山心中的一点惋惜顿时就荡然无存了。抱上萧炎这条大腿，云岚宗崛起几乎是指日可待。与之相比，2个斗王和几个斗灵死了也就死了，比起宗门的未来，这些算得上什么？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培养月儿和主人的感情，这将是我云岚宗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在云山心中胡思乱想的时候，萧炎已经是收起了那磅礴无比的灵魂力量，然后在云山惊愕的目光当中，身体诡异的消失在了大殿当中。做好你该做的，否则你知道下场是什么。萧炎留下这么一句话，便是已经消失不见。望着这一幕，云山眼皮子微微一跳，最后才冲着萧炎消失的方向恭敬的行礼。萧炎离开云岚宗后不久，云韵终于是从自己的寝殿当中走了出来。此刻的她早已调整好了状态，不但气息恢复到了巅峰，一张俏脸也是恢复了过往的白玉之色，露出那张绝代风华的脸庞。只是在这脸庞之上，却是残留着微不可察的一丝红晕。见到云韵走出的那一刻，那蓝嫣然和古河的脸上很快便是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老师，宗主。望着那扑到自己怀中的纳兰嫣然，云韵嘴角露出一抹宠溺的笑容，但在想起一些事情之后，脸色却是多了几分不自然。轻轻揉了揉纳兰嫣然的脑袋之后，又冲着古河点了点头。老师，你都恢复过来了。纳兰嫣然显然是很高兴，虽然那个家伙很讨人厌，可他的手段真的很高明，连古河叔叔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竟然能够如此轻松的解决。听到纳兰嫣然的话，云韵先是微微一怔，旋即如玉的脸庞上飞快闪过一抹红晕，最后才故作寻常的摇了摇头。这小子只是仗着一伙的厉害罢了，论起炼药术，比起古河兄应该还是差点意思的。听到他的话，纳兰嫣然有些惊讶的抬起头看着自己的老师。老师这是怎么了？这可不是他平常对待救命恩人的口气啊，怎么这副语气倒是对萧炎颇为不满的样子。被纳兰嫣然如此盯着，云韵却是不由得想起了大殿当中那旖旎的一幕，心中对于萧炎的感觉更是变得怪异而紧张了起来。如果不是他修为强横，脸上的红晕在这一刻恐怕已经是压制不住了。一旁的古河望着这一幕，微微皱起眉头，直觉告诉他此事似乎并不简单。不过他也没有多想，毕竟在他心中，萧炎和云韵似乎怎么也不可能凑到一起去。不过在听到云韵的问话之后，他却是不由得苦笑一声，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宗主若是如此说的话，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那萧炎的实力，如今恐怕已经丝毫不比宗主你差了。听到古河的话，云韵原本内心对于萧炎的复杂情绪都是忍不住微微一顿，最后才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一旁的古河，有些不解地问道：“古河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师，你可能不知道，就在萧炎给你疗伤的前一炷香的时间里，他曾经一招解决了一名斗王强者。望着云韵那有些愕然的脸庞，那蓝嫣然却是有些苦涩地说道：“2年前，他还信誓旦旦说要跟萧炎来个3年之约，要找回当年在萧炎的耻辱。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3年的时间都还没到，自己还在为了大斗师而奋斗，可萧炎却是已经成了可以随手灭杀斗王存在。这之间那宛如鸿沟一般的差距，简直是令那蓝嫣然心生绝望。一招灭杀斗王强者。”云韵此刻也愣了，她内心对于萧炎方才的种种情绪，此刻都被这一道消息掀起的惊涛骇浪给淹没了。15岁的年纪，随手灭杀斗王强者，这到底是什么妖孽啊？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道道云岚宗弟子的身影却是从各处山峰大殿之上快速掠来。宗主，宗主不好了！嫡媳，嫡媳啊！许多云岚宗弟子脸色苍白地围了过来，在看到云韵出关之后，现时脸色一喜，紧接着便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围了过来。云圣长老死了，云雷长老也死了。一名名弟子脸上带着惊惧之色，一位位斗灵级别的长老执事在自己面前忽然无声无息地死去，实在是如同见了鬼一般，令人惊惧。什么？云韵脸色微微一变，这些长老执事可都是斗灵级别的强者，虽然算不上云岚宗真正的核心，可也都是宗门骨干力量。忽然死了这么多人，而且还是莫名其妙的死去，这件事对于云岚宗剑士就是天大的事情。云都长老也死了。这时，一名弟子浑身颤抖地说出一句话，更是令云韵身体一颤。云都，那可是斗王级别的长老，是云岚宗真正的核心强者，整个云岚宗才几位斗王。想到这里，他体内磅礴斗气运转，正要好好探查一番之时，一道更加庞大的气息却是从宗门大殿当中走了出来。慌什么？
苍老的声音落入众人的耳中，却是令众人脸上原本惊恐的神色瞬间消失了大半。是老宗主，老宗主要亲自管事了吗？云岚宗的弟子终于是缓缓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都是知道，这位老宗主可是一位斗宗级别的强者，甚至说是加玛帝国当今的最强者也不为过。只不过云山的反应却是令他们感到有些意外。云灵、云都这些人都被一种诡异力量入侵了，如今诡异力量被除掉，这些人的性命却是无法保住了。云山仅仅一句话就定义了这些家伙的死亡。只见他无奈地长叹一声，最后才将目光看向了纳兰嫣然。嫣然，你去统计一下这些死去长老生前为宗门做过的贡献，所有死去的长老执事一律按照阵亡发放补偿待遇。你打报告，我批条子。被诡异的力量给入侵了。听到云山的话，在场的云岚宗强者相互对视一眼，都是感到有些震撼和不解。不过不解的同时，一道寒意也是从他们心头涌起。到底是怎样诡异的力量，竟然能让2位斗王强者和几位斗灵强者如此突兀的直接陨落，以至于根本没人能够发现。好在云山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诡异力量已经被解决了，只是可惜了几位长老执事的生命。在云山决定用宗门待遇极高的战王补偿来厚待他们的家人后，他们也是很快选择了接受。虽然心中依旧有着重重疑点，但云山在云岚宗威望极高，他不愿意多说，这些人自然是不敢多问的。是，师祖。得到云山的命令之后，纳兰嫣然也是没敢多问，只是乖乖退下，准备去收集各大长老的信息，以及按照他们生前的等级和为宗门做过的贡献，按照战死标准应该得到怎样的赔偿。老师，这种事我来执行就行了，何必您和嫣然来操心？一旁的云韵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开口笑道。听到云韵的话，云山却是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韵儿，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跟我来。听到云山的话，云韵也是连忙点头。两人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当中化作2道流光，很快消失在了原地。而见到两人离开，纳兰嫣然也是没有多想，只是随意找了2名擅长信息管理的弟子，让他们跟着自己去办事。身为云岚宗的少宗主，纳兰嫣然在宗门的影响力可不弱于任何一位长老，加上有着云山的吩咐，他办事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众人散去，唯有古河此刻依旧是微微皱着眉头站在原地。不知为何，他心中总是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之感，可这感觉到底来自哪里，古河却是自己也说不清楚。阴云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的一处山峰顶端，云山带着云韵缓缓降落在一座大殿之上。这大殿看上去颇为古朴，四周也仅仅只有2名弟子守护，可其对于云岚宗的意义却是非同凡响。因为这大殿当中供奉着云岚宗历代宗主、杰出长老以及一些对宗门有着重大贡献的弟子的灵位。云山走进大殿，随手捏起3根香点燃插上，然后才扑通一声跪在了众多灵位的面前。诸位祖师，天不亡我云岚宗啊！我云岚宗终将再度壮大，在我手中成为西北大陆的一流势力，甚至在月儿的手中成为整个大陆的一流势力，超越破天祖师的时代也是未尝不可啊！云山的确很激动，宗门失传已久的最强功法斗技的回归，令他看到了直达斗宗巅峰的希望。他不是什么好人，但对云岚宗的感情却也的确十分深厚。见到老师如此激动的模样，云韵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在一旁同样烧香大拜之后，才有些疑惑地笑着看向云山。老师如今如此高兴，莫不是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机缘不成？身为云山的弟子，云韵可谓是颇为的了解云山。在听到云韵的话之后，云山也是微微一怔，大手一挥之下，迅速屏蔽了整座大殿，然后才一脸认真地看向了自己这个宝贝弟子。韵儿，你长大了。云山看着自己的弟子，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老师这是什么话？弟子都已经接管云岚宗快10年了，算算年龄更是30多岁了，怎么可能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听到云山这句话，云韵有些哭笑不得。是啊，当年我急着闭关突破大限，因此在你修炼到斗王巅峰之后，便是将宗门直接交给了你。这些年，你可是为宗门付出了很多啊。云山轻笑着摸了摸胡子，云韵的天赋并不比纳兰嫣然差上丝毫。如果不是这些年要时常分心云岚宗的事情，他现在的修为怕是已经接近斗皇巅峰了。当然，若是有了萧炎的帮助，即便是斗宗，那也是指日可待。于是乎，云山接下来的一句话令原本笑容满面的云韵身体骤然僵硬了起来。韵儿，你觉得那位萧炎少爷怎么样？当着云韵的面，云山自然不可能表示自己已经成了萧炎的奴才。先不说他自己可能有些挂不住面子，就算是萧炎也不会允许云韵知道自己把他的老师变成奴才的。就像对待柳潘龙白寒一样，明面上的云山也只是一个被萧炎那天赋和魅力折服的人，只有私下里才会称呼萧炎一声主子。云韵当然不知道云山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云山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脸上便是已经飞起了一抹遏制不住的红霞。老师，您这是什么话？难道您不知道萧炎是嫣然的未婚夫吗？更何况他只是一个15岁的小屁孩罢了。我对他唯一的看法也只有天赋的确很可怕罢了。云云有些想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萧炎疯了也就罢了，怎么老师也跟着他一起疯了？是吗？听到云云的话，云山却是丝毫的不为所动。云云是他从小带大的弟子，几乎相当于他的亲生女儿，他对于这个弟子实在是太了解了。云儿，你对他不感兴趣，那你脸红什么？云山笑盈盈地说道。话音落下，他便是看到云云那张如玉脸庞变得更红润了几分。难不成我还能告诉你那个小混蛋强吻了我吗？一想到寝殿当中那旖旎的一幕，云云内心便是有着更多的纠结和怪异的情绪升起。此刻的他也是想不明白，自己当时明明已经恢复了斗气，怎么就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呢？老师，您若是再如此为老不尊，我可要生气了。云云有些生气地看着云山，对此云山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慌张，只是笑盈盈地看着他。萧炎少爷对于嫣然并没有什么兴趣，你应该是知道的。云山仅仅一句话便是打破了这种对峙。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云云有些不理解地看着云山。呵，他对嫣然不感兴趣，但对你倒是情有独钟。月儿，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察觉，为师今日是当着我云岚宗的列祖列宗跟你商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云山神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在他那严肃的注视之下，云云却是有着一种回到小时候被老师严厉要求的状态当中，他终于是变得有些沉默了起来。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于嫣然就没有一点兴趣，反倒是……云云话只说了一半，然后便是脸红的没有再继续开口。其实不光是他想不明白，就连云山也想不明白，甚至亚飞、小医仙同样想不明白。萧炎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不明白，萧炎明明不是那种钟情一人的家伙，他虽然不是见一个爱一个，但也绝对与痴情挂不上钩。可以肯定的是，萧炎同志肯定是爱美女的，可这一点才更令所有人都感到纳闷。纳兰嫣然虽然年纪不大，可已经是出落了越发动人。同龄人当中，除了如今在迦南学院的薰儿，没有人能够稳压她一头。此女将来成长起来，姿色也未必会比现在的云云要差。可为什么萧炎偏偏就对她没有丝毫的兴趣？这一点令很多人都感到有些疑惑。不过对于云山而言，问题不大，想不明白就不想了。萧炎不喜欢纳兰嫣然，但是喜欢云云对于云岚宗依旧是天大的好事。所以云山开始了接下来的思想教育。玉儿啊，你可知道萧炎少爷如今已经拥有了击杀斗宗强者的实力？云山开口就是丢出一个炸弹，炸得云云大脑一阵晕眩。老师，您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开玩笑了？云云不敢相信地看着云山，见到后者神色依旧严肃，没有丝毫玩笑的意思之后，他沉默了许久，最后才忍不住开口问道：真的？为师亲眼所见，一招击杀。云山只说了10个字，但在云云的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先前在纳兰嫣然那里得到萧炎一招击杀斗王的消息之时，云云已经是对萧炎的实力无比震撼。可此刻在得知萧炎拥有了击杀斗宗的实力之后，那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这简直是如同天方夜谭。而且云山竟然说萧炎是一招击杀，要知道斗王和斗宗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云岚宗历代的真传弟子几乎都有着突破斗王的潜力，而且成为斗王时年纪都不会太大，比如云云20多岁就已经是斗王强者了，包括纳兰嫣然，历代能够被云岚宗当作继承人培养的，天赋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少不会比迦南学院内院的那些天才差。可无论他们天赋再好，想要走到斗宗这一境界都是极为困难的。如云山比他稍微慢一点，可也是30岁就达到了斗王，50岁到了斗皇，可最后还是险些困死在斗皇巅峰，险些成不了斗宗。斗宗强者已经可以轻松的一招击杀斗王，真正的朝着大陆顶尖强者的层次迈进了。可二者在萧炎的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距。难不成这萧炎有一种碰到就死的斗技吗？云云此刻脑子都是茫然的，见到云云这副模样，云山脸上满是阴谋得逞的笑容，继续劝说道：这位萧炎少爷的天赋之逆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的。这等天赋，即便是纵观老夫一生，那也别说是见过，就算是听都没听说过啊。云山倒不是吹的，萧炎这般年纪所表现出来的可怕实力，的确是他这一生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云山，就算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的历史，恐怕最近1000年当中，萧炎也可以位列第1人了。云儿，你只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将来不光是你会跟着飞黄腾达，就连为师、嫣然，甚至咱们整个云岚宗都会因此而飞黄腾达。云山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位萧炎少爷，
将来一定会站在整个斗气大陆的巅峰层次的。对于萧炎的潜力，哪怕是云韵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事实上，萧炎的天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还真的已经不清楚了。实在是云韵一生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逆天的家伙。对于这个家伙将来到底会达到怎样的成就，他都是无法想象了。不过惊叹归惊叹，可让跟他有什么关系？老师，无论如何，他都是嫣然的未婚夫，而且他年纪比我小了这么多。云韵张了张嘴，哼，他不喜欢嫣然，难道还能强求不成？至于年纪，等你将来踏入到斗宗甚至更加强大的境界之后，就会发现10几年的时间也可以是弹指一瞬。云山笑呵呵地看着云韵，可是他还有好几个红颜知己，怕是并不会专注于我一人。斗气大陆强者为尊，那些巅峰强者有个3妻4妾，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要明白，哪怕是能够成为萧炎的一个妾室，都是极为了不得的机缘。云山笑着摸了摸胡子，但云韵却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老师，你变了。云韵忽然神色复杂地看着云山，当年的你可是一直教导我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借着别人的力量。当年的你是意气风发的云岚宗宗主，无论对方何等的强大，都不会压弯你的脊梁。可你看看现在的你，你何时开始为了一些外物而要主动奉承迎合别人了？云韵盯着云山，他并非是因为反感萧炎而说出的这些话。虽然萧炎做的事情总是有些越界，有些不礼貌，甚至令他很愤怒，但他对萧炎始终没有太多的反感。真正让他忽然有些反感的是面前这个忽然变得市井起来的老师。在他的记忆当中，自己的老师曾经是那般的伟岸，那般的正直，从来不会为了所谓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尊严。可是如今的云山虽然依旧是那副道貌岸然的神色，但其行为却已经是十足的市井小人作态。我变了。云山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别云韵说的有些沉默了。良久之后，他脸上才露出一抹笑容。孩子，我的确变了，不过我从始至终就没有你想的那般高尚过。过去我从来不为这些利益损失自己的尊严，只是因为这些利益还不足以让我出卖自己的尊严而已。说到这里，他的脸色终于出现了诡异的变化。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你能跟了萧炎，将来会有怎样的造化，我云岚宗又会因此变得何等强盛。说着，他的脸庞多了些许狰狞之色。你根本没有体会过那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当你的生命奄奄一息，与死亡越来越近时，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渺小。在生死面前，什么面子风骨都不再重要了。当你的生命没有了，一切都将成为空的。说到最后，云山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激动。你也没有体验过，宗门在自己的手中经营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无法突破那层无形的障壁。别说是恢复先祖时期的荣光，哪怕是比过去提升一个台阶，都是无比的苦难。你现在还年轻，无法体会那种寸步难进的痛苦。等你真到了我这般年纪，你便会知道，这种痛苦足以令人发疯。任何希望的光点都会让人变得不顾一切。现在改变你的命运，甚至是改变整个云岚宗命运的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就是萧炎，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有了萧炎的帮助，你将来成为斗尊强者并非什么难事。而云岚宗也会在你的手中发扬光大，甚至超越云破天老祖的时代，名震斗气大陆。云山越说越激动，一双老眼紧紧地盯着云韵，却令云韵心底隐隐有着些许的恐慌。在他的眼里，自己这个老师似乎是疯了一般。无论如何，我不会拿自己的感情去博取这些东西的。云韵俏脸上此刻也是有了些许的怒意，冷哼一声，有些不满瞪了云山一眼，最后升起的扭头离开了这所大殿。望着云韵离去的身影，云山脸上的种种表情在停留了片刻之后，很快便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说了这么多，这丫头倒是始终没有表示过对主人的反感，看来想要促成这件事情并不难。云山脸上露出一抹老奸巨猾的笑容。云韵是他亲手带大的弟子，他对于云韵自然是无比的了解，方才的一切也只是这个弟子对于萧炎各种身份的心结而已罢了。比如年纪太小，比如这是纳兰嫣然的未婚夫，比如萧炎有好几位红颜知己。但是自始至终，云韵都没有说过他对于萧炎的反感，这一点似乎连云韵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只要不讨厌，那就是有戏，至于心结，慢慢解开就是了。时间还很充足，将来有的是机会。萧炎走了，云岚宗却是陷入了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心思，对于他们的想法，萧炎自然是不知道，也懒得理会的。此刻的他已经迈步在天空之上，沿着绵延的魔兽山脉，很快一座丝毫不弱于加玛帝国的庞大帝国便是出现在了他的视野当中。出云帝国，一个以毒尸闻名西北大陆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当中，救人性命的药材并不值钱，反倒是那些可以害人性命的药材宝物更加值钱。畸形的修炼体系也早就了这个帝国畸形的社会观念，
这是一个道德观念较低，仅次于黑角域的混乱国度。这一世，小医仙似乎并没有来到出云帝国，又或者说来了之后并没有停留太久。因此，如今的出云帝国当中只有一个顶尖势力，那就是万仙门。至于万仙门为何忽然变得如此强大，能够迅速斩杀以速度闻名的落雁天，萧炎的心中也是早就有了清楚的答案。这其中自然是有着魂殿的支持，否则万仙门虽然强大，但要说想要扩张起来吞并其他帝国，还是有些痴人说梦了一些。不过无论这一世的万仙门如何，在那万仙门的门主歇山伤到云韵的那一刻起，这万仙门也是在难逃脱覆灭的命运了。脚下的场景不断变换，很快一座几乎高耸入云的山峰便是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万仙门的宗门比起云岚宗倒是相差无几，不过起山腰之处却是如同被巨斧拦腰斩断了一半，十分平整。而在这巨大的平整地面之上，各种建筑到处林立，自然是万仙门的各种建筑。对于这些设施，萧炎并没有任何的在意，脚步踏出几步，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万仙门的上空。下一刻，随着他的降临，很快一道晴天霹雳一般的吼声便是从萧炎的口中喝出：“万仙门的杂碎们，都给我滚出来！”仅仅一道暴喝，便是令萧炎周围的空间都在震荡。那可怕的声波冲击到万仙门的山门之上，仅仅这么一吼，许多建筑便是开始微微摇晃，甚至一些不结实的地方都出现了道道裂纹。万仙门当中，许多修为较弱的弟子当场露出痛苦之色，甚至双耳都溢出了鲜血。这般情形自然是迅速令整个万仙门的高层都震惊了起来。别的不说，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嗓子，都可以不是寻常强者能够做到的。有大敌来临，这是万仙门所有高级强者在这一刻所形成的共识。于是乎，很快一道道身影便是迅速的从万仙门当中飞出，眨眼间足足十几道身影便是已经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3名斗皇，10多位斗王强者，以及站在众人最前方凌空站立的老者，这就是万仙门的底蕴。但是这般阵容倒是已经比现在的云岚宗要强了许多。歇碧炎、歇山这群人倒是到齐了。望着这一群声势浩大的万仙门强者，萧炎脸上倒是没有丝毫的惧意，反倒是露出一抹笑容。不过同一时刻，当万仙门的众多强者看到萧炎那年轻的有些过分的脸庞之时，却是一个个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面前这个凌空而立的强者，不出意外的话，必然是一位斗宗强者了。可斗宗强者怎么会这般的年轻？难不成是修炼了什么驻颜之术不成？不过无论如何，此人方才那一声暴喝当中的言语，都说明了他的来者不善。于是乎，作为万仙门当中资历最老、实力最强的那位老者，也就是前世帮助萧炎提升了许多修为的谢碧炎，此刻也是终于站了出来。老夫谢碧炎，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来我万仙门闹事？谢碧炎说话之间，3星斗宗的修为已经是毕露无遗，那强大的气息席卷天地的同时，也令万仙门的强者都信心大增。就算对面真的是一位斗宗强者又如何？咱们万仙门最近不是才刚刚击杀了一位斗宗强者吗？敢来我们万仙门闹事，今日不付出些代价的话，那就连命都留在这里吧。万仙门的强者们都很淡定，但是当萧炎报出名字的那一刻，他们便是不淡定了。我叫萧炎，加玛帝国的萧炎。仅仅一句话，天空之上的众多万仙门强者，包括歇碧炎在内，全部都是脸色大变。这一刻，他们眼中的所谓轻视、傲慢早已荡然无存，甚至连畏惧和敌意此刻都是来不及升起，只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有些过分的家伙。萧炎，一个最近3年名扬加玛帝国周围众多国家的名字。11岁成斗者，12岁成炼药师，13岁成为斗师，进入迦南学院，天才之名广为流传。在萧炎之前，虽然各大帝国也是代代天才层出不穷，可他们所代表的天赋都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在自己国家的内部有着不小的名声，再强一些，也只是令附近国度的高层有所耳闻。但像萧炎这样，连周围帝国的平民百姓都知道的绝世天才，实在是太少了。此子有斗尊之姿。这句话还是2年前萧炎离开加玛帝国的时候，很多强者对于萧炎资质的评价。以当年萧炎在加玛帝国表现出的逆天资质，很多强者都认为他肯定能成为斗宗强者，就算是成为斗尊也有很大的希望。甚至很多人判断萧炎在20岁之前绝对可以达到斗王，这种天赋已经足以令附近几大帝国的强者们感到心惊了。可这一刻，当万仙门的众多强者们知道面前这个黑衣青年，不是黑衣少年，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萧炎之时，他们彻底的呆住了。如果按照传说中的年龄计算，面前的这个少年似乎只有15岁吧？15岁的年纪，他是怎么做到凌空站立的？难不成他真的达到了斗宗境界？一个2年前还是斗师的小子，怎么就突然成了斗宗强者的？不可能，他绝对使用了什么妖术。
这是包括谢必言在内所有人的推断，也不怪他们想得多，实在是萧炎的表现太过令人震撼了。15岁的斗宗，别说是没见过，就是听都没听说过。哪怕这家伙此刻背后有着斗气双翼，是个斗王强者，他们也可以自我安慰说，人家确实天才，确实牛逼。震撼归震撼，总归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萧炎是斗宗，他们实在是难以接受。不过很快，他们便是可以验证萧炎的真正实力了。只可惜是用生命为代价去验证。哼，小兄弟，老夫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萧炎，不过今日你来我万仙门闹事，可总归要给老夫一个说法。作为斗宗强者，谢必言是最早从这种震撼当中恢复过来的。此刻的他看向萧炎，已经满是忌惮。如果面前这个少年真的是萧炎的话，那万仙门可就真的麻烦了。传说当中，这萧炎的师门可是颇为的强大，据说他的老师是一位真正的高级炼药师。而且萧炎出身加玛帝国，如今3大帝国要联手对付加玛帝国，那萧炎若是回来，要帮助加玛帝国的几率的确是不小。他的猜测还没有结束，萧炎冰冷的声音却是已经响彻了天际。说法，你们万仙门来我加玛帝国闹事，打伤了云玉，还驱使落雁出云2大帝国，逼迫跟我有关系的女人。萧炎双眼微微眯起，本地就这么几个红颜知己，你们可真是招惹了一个遍啊。既然如此，那也只有让万仙门灭门，才能平息本地的怒火了。话音落下的那一刻，绚丽的火焰已经从萧炎身上燃烧起来，同时这片天地的温度在这一刻也是开始骤然升高了起来。你要灭我万仙门？这一刻，谢必言的脸色终于是变得无比难看了起来。在他眼中，萧炎无论何等逆天，天赋如何的好，也终究只是一个小辈罢了。哪怕他的师门的确比万仙门还要强大，种种威势之下，甚至令谢必言都十分忌惮，不愿太过得罪。但在听到萧炎的这句话之后，他终于是怒了。老夫不管你是真萧炎还是假萧炎，不管你是真斗宗还是假斗宗，敢说出灭我万仙门这种话，小子，你未免也太猖狂了一些吧。谢必言冷笑一声，眼中却是已经有了杀机。既然大家都撕破了脸，那就别管是真的假的了，先打吧，等擒拿了这个猖狂的小子再说其他。不过就在他准备动手的那一刻，萧炎的下一句话却是令他脸色巨变。哼，万仙门不是说有2名斗宗强者吗？另一个应该是魂殿的某个护法吧，就是不知道这次是哪个护法，实力如何。这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谢必言的神色忽然变得无比的警惕。什么魂殿护法？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对于谢必言的疑惑，萧炎只是冷笑一声，下一刻，一道绚丽火焰便是在他指尖骤然弹出，然后化作一道火焰长矛，朝着万仙门的某个方向爆射而去。而当看到萧炎攻击的方向之时，谢必言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再度瞳孔一缩。是，伴随着那火焰长矛的降落，原本平静的空间忽然瞬间激荡，紧接着一道道漆黑锁链带着阴寒的黑色雾气，重重的轰击在那火焰长矛之上。2道攻击相互碰撞，那一团漆黑身影却是闷哼一声，从隐秘的空间当中倒退好几步，最后显现出了其本身的模样。此人同样是身披黑袍，周身被漆黑的雾气缭绕，除了魂殿的护法，还能有什么人？不过令萧炎比较诧异的是，这名魂殿护法竟然不是前世的那位铁护法，而是另有其人。而且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6星斗宗的层次，难怪那落雁天被他如此轻松的击杀了。若是那铁护法的话，即便是他与谢必言联手，但落雁天的速度却极为迅捷，打不过也应该能够逃得掉才对。不过对于萧炎来说，现在到底是哪个魂殿护法已经不重要了，别管你是6星斗宗还是9星斗宗，今天都得乖乖的留下来，化作一滴养魂液。与萧炎眼中的杀机和从容相比，那站在萧炎对面的魂殿护法此刻却是一脸忌惮地看着萧炎。此刻他周身缠绕的几道漆黑锁链当中，其中一根上面的黑色光芒明显是暗淡了几分，看来是受到了一些损伤。显然呐，方才的交手当中，此人明显是处于下风。若是这一招是萧炎全力而为也就罢了，可若是萧炎随手一招的话，那面前这个叫做萧炎的少年未免也太可怕了一些。可是那般随意的攻击方式，如果真的是全力一击的话，似乎也不太可能吧。这是这位魂殿护法和其他飞行在天空之上的众多强者所得到的一个共识。而在得到了这一共识之后，谢必言和万仙门的众人则是更加的害怕了。本以为这小子虽然逆天，可应该是借助了某种手段，才暂时发挥出堪比斗宗或是凌空而立的模样。可是如今看萧炎的这副模样，他不但真的有着斗宗级别的实力，而且还是斗宗当中很强的那种，强到这位曾经碾压落雁天的魂殿护法都要处于下风。而那魂殿护法在沉吟片刻之后，更是果断地做出了一个令众人瞠目结舌的回答。没想到这西北大陆如此贫瘠，却也是有着众多能人，
倒是本座看走了眼了。既然阁下要插手这几大帝国之间的事情，那在下就不纠缠了，告辞。这魂殿护法说完这句话之后，便是准备化作一团黑雾闪人。对他而言，几大帝国之间的斗争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什么谢必言，什么落雁天，跟他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挑拨了这几大帝国的战争之后，能得到多少灵魂体，这才是他此次来西北大陆能够发的一笔横财。或许这几大帝国之间的战争所得到的灵魂体，便是足以让他回魂殿兑换很大一笔功劳了。不过在见到萧炎如此年轻就拥有这般实力之后，先不谈他是何等的震惊萧炎的潜力，单单是萧炎如今的实力都让他感到有些危险。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就认识到萧炎并非是自己能够惹得起的人，所以很快就做出决断，准备撤退。至于谢必言等人的死活，他唯一遗憾的就是少收了几道不错的灵魂体罢了。只可惜他的算盘打得很好，可萧炎的算盘打得更好。哼，阁下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还是留在我西北大陆，滋养我西北大陆的花花草草吧。就在这魂殿护法身体都飞出去一段距离的时候，一道炽热的劲风却是从他的背后扑面而来。当他紧张地回过头之时，便是看到不知何时，一道巨大的火焰手掌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在那属于异火独有的可怕高温之下，那魂殿护法面露惊骇之色，连身上的黑色雾气都是隐隐暗淡了几分。小子，我都已经退出你们几大帝国的利益纷争了，你竟然还要赶尽杀绝？你难道真以为我魂殿怕了你不成吗？那魂殿护法见萧炎攻击而来，惊慌之余也是十分的愤怒。魂殿虽然坏，但的确是斗气大陆1等1的超级势力。放眼整个斗气大陆，哪个势力敢明目张胆地追杀魂殿的强者？除非这个势力没听说过魂殿，否则哪怕是丹塔等势力都是不敢随意屠戮魂殿之人。当然，要是找到借口就另说了。不过无论如何，萧炎的行为让这位魂殿护法非常的愤怒，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和魂殿的尊严受到了挑衅。然而萧炎接下来的话不但让他更加愤怒，更是令谢必言等人面露喜色。我杀的就是魂殿的人，你若不是魂殿之人，说不定我今天还可以饶你一命呢。萧炎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这句话说出来，毫无疑问是丝毫没有将魂殿放在眼里，而在魂殿护法和谢必言的眼里，更是赤裸裸的挑衅魂殿。小子，你会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的。魂殿护法怒了，背后的无数漆黑锁链开始疯狂的攻击萧炎。雕护法，我等前来助你一臂之力。谢必言大吼一声，丝毫不计较方才魂殿护法抛弃万仙门的做法，挥舞着毒斗气，就带着万仙门的一群强者朝着萧炎围攻而来。既然这萧炎对万仙门有了杀意，那他自然是无比的想要杀了萧炎。之前还忌惮萧炎背后的师门是不是太过强大，谁想到萧炎自己找死，竟然主动跟魂殿作对。对于谢必言这种三流斗宗而言，他自然是不知道远古八族太虚古龙之流的超然存在。在他的心中，魂殿和丹塔已经是斗气大陆最为顶尖的2大势力了。若是萧炎真的死在魂殿的手中，那即便他传说中的那位老师真的是丹塔的某个高层也没用了。借此机会赶紧除了这个祸害，否则按他这个变态的速度，或许明年就成了斗尊都不是没有可能。谢必言实在是怕了，被一个如此妖孽盯上，哪怕萧炎现在只是个斗王，也足以令他寝食难安了。不过他和魂殿护法，包括万仙门的诸多高层，此刻都是忽略了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萧炎的实力到底在什么层次。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只见那巨大的火焰手掌覆盖过来，最后随意地拍在了那无数的漆黑锁链之上。然后雕护法满脸的惊骇当中，那一道道漆黑锁链在顷刻间碎裂开来，最后甚至隐隐有着一丝融化的迹象。见到这一幕，谢必言脸色巨变，而那雕护法更是吓得浑身黑雾都要炸开了。下一刻，他便是催动保命的秘法，发挥出平生最快的速度，想要赶快逃跑。这锁魂链到底有多坚硬他不知道，反正他就算用出吃奶的力气，也难以碎裂其中一根。就算是一些9星护法，想要一口气崩裂这么多锁链，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连这些锁魂链都这么轻易的崩裂了，这一巴掌要是落在他身上，他还有的活。只可惜，就像他推测的那样，尽管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可那火焰手掌的速度依旧比他更快一步。当雕护法绝望的回过头的那一刻，那火焰手掌已经是不留余力的落在了他的身上。砰的一声，只听见一声闷响，雕护法的身体已经被击碎成了一团黑雾。不过黑雾在碎开之后还想要再度凝聚，那火焰手掌却是将之一把抓住，最后缓缓凝聚成了一道火焰熔炉。就是在这火焰熔炉当中，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哀嚎，雕护法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小，很快就被混沌熔炉淬炼成了一滴养魂液。一位6星斗宗级别的魂殿护法当场陨落。
不过多两星的修为还是有用的，起码他在混沌熔炉当中能够坚持那么片刻，最起码可以发出很多声惨叫，不像雾护法叫了一声之后就没了。哼，万仙门的诸位，你们也一起进来吧。炼化了雕护法之后，萧炎嘴角带着一抹笑容，混沌熔炉迅速放大旋转，在他的操纵之下对准了谢碧炎一行人。萧炎大人，误会，全是误会啊！我万仙门高层愿意全部为奴，只求萧炎大人放过我等一马。谢碧炎此刻再也没有了方才的威风，只剩下满脸的哀求和微微颤抖的身体。他此刻的状态比起不久前的云山还要狼狈，在亲眼看到可以碾压他的雕护法被萧炎如此轻易的灭杀之后，一种彻骨的寒意便是已经在他的身上弥漫。实在是萧炎的出手太过恐怖和残忍了，一位6星斗宗就这么被活活烧死了。抱歉，这次可不能给你们一个当奴才的机会了。对于万仙门的哀求，萧炎却是爱莫能助的摇了摇头。这群家伙不去对付别人，偏偏要对付自己在乎的那么几个女人，也只能怪他们命苦了，前世今生都要被萧炎再度灭杀一次，刚好借你们这群人的性命来杀鸡儆猴一下。萧炎手掌一挥，混沌熔炉已经漂浮在了万仙门众人的头顶。进来吧。话音落下，混沌熔炉当中便是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吸力，在那可怕的吸力之下，那些万仙门当中的斗王斗皇根本没有一丝反抗的力量，任由他们疯狂地挥动着背后的斗气双翼，依旧是不由自主地倒飞进了混沌熔炉当中。绚丽炽热的火焰一个席卷，他们除了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之后，便是再无动静。片刻之间，便是被混沌熔炉彻底炼化，连同其血肉斗气都被分解成了最为基本的能量，然后在经过重重剔除淬炼之后，最后被转化为一道道灵力涌入萧炎的身体当中。在场当中，唯一能够硬抗混沌熔炉吸力的，便只有谢碧炎一人了。好歹是个斗宗强者，单凭混沌熔炉的吸力，还是很难将他直接吞吸进去的。不过同样的，在那可怕的吸力之下，他也是举步维艰，移动速度无比的缓慢。此刻的谢碧炎已经是满脸的绝望，可惜任由他如何的嘶吼愤怒，萧炎脸上都是没有丝毫的表情。只见他随手一挥，一道火焰长枪便是贯穿了谢碧炎的身体。身体被贯穿之后，谢碧炎双目瞪得滚圆，然后渐渐失去生机，而他的尸体也是被混沌熔炉很快吞吸了进去，然后很快被转化为了一道道灵力，最后融入到萧炎的体内。斗气大陆的能量在经过淬炼提纯，在转化为灵力之后，已经只有先前的2%-3%了。炼化了这么多人，竟然也只是省去了我几个月的苦修。感受着体内那更加磅礴了几分的灵力，萧炎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斗气大陆的能量本就比较驳杂，在淬炼到可以转换灵力的程度，就已经过滤掉了大半，而灵力的质量又是斗气的10倍还要多一些，淬炼转化之下所得到的灵力的确是很少了。即便是一枚7阶魔核，也仅仅只能凝聚成一滴灵液而已，而且还不是至尊灵液。如果有足够的8阶魔核就好了，那我的实力将会再度得到飞速的提升。萧炎的想法在脑海当中掠过，最后也只能是苦笑着摇了摇头。每得到一枚8阶魔核，就意味着有一头8阶魔兽的陨落，好歹也是堪比斗尊级别的8阶魔兽，就是找到那么几头都是不容易，更何况是将之击杀炼化。萧炎从重生以来到现在，手里也仅仅只有一枚8阶魔核，还是在那白虎尊者的古墓当中得到的。其实他从白虎尊者古墓当中得到的那大量的天材地宝，若是统统炼化，让他修炼到化天境巅峰，甚至突破通天境都未必不可能。不过若是如此生吞，的确是有些暴殄天物了一些。以萧炎的能耐，这些宝物也不知道到底能炼制出多少的高阶丹药。万仙门如今算是彻底的灭了。萧炎目光扫过那万仙门山门之上一个个面露惊惧之色的弟子长老，嘴角也是缓缓地勾起一抹笑容。没了这些顶尖强者的坐镇，如今的万仙门之时一团散沙罢了，不出意外，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其他势力分裂吞并。不过萧炎既然已经出手，那这所谓的3大帝国还是一同被自己收纳了吧。以我如今的实力，想要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联盟，早已算不上困难。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随意地检查了一下那些陨落强者的纳戒，便是准备前往落雁帝国和木兰帝国。不过当他的灵魂扫过雕护法身上的那枚纳戒之时，一道神秘物品的出现却是令他微微一震，旋即一抹喜色便是浮上了萧炎的脸庞。当真是天助我也！雕护法的纳戒与寻常斗宗强者的纳戒所储存的诸多宝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收藏了一些功法、丹药、魔核之类的，而且品级都不高，仅仅一枚7阶魔核和一枚7品丹药以及一套地阶斗技，除此之外的东西看上去的确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些魂殿的工具，不过比起这些，真正令萧炎脸上露出一抹喜色的，还是那静静躺在那件某个角落的一道玉符。玉符之上
一个古老的灵字被雕刻在上方，看上去颇为的神秘。不过以萧炎的眼力，在看到此物的第一眼就已经认出来此物的真实身份了。这种令牌在斗气大陆上非常罕见，但其实在某个地方却是颇为的常见。因为这种令牌来自远古8族之一的灵族，基本上灵族当中的每一个达到斗尊级别的长老都会拥有一枚这样的令牌。当然，如果只是一名灵族长老的令牌，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毕竟萧炎连斗尊强者都不怕，又怎么可能在乎这么一枚令牌？可当他灵魂力量扫过这道令牌，察觉到上面的信息之后，才被这道令牌之上的信息给搞得颇为兴奋。灵泉秘藏，这是一个丝毫不弱于白虎尊者传承的宝藏之地。在上一世，这还是萧炎成帝10年之后才出世的一处宝藏之地。灵泉长老是当年灵族当中的一位斗尊巅峰强者，具体是8星还是9星，甚至是极转，萧炎都是不怎么清楚。毕竟当年他已经是斗帝强者了，对于一个小小斗尊的宝藏，自然是懒得动心，任由大陆的后起之秀们去争夺这处宝地。而对于灵泉秘藏所惹出的事情，或是各种信息，他都是当成了一种乐子去听，打发一下成帝之后的无聊岁月。因此，对于灵泉秘藏的信息，他记得其实也很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这位灵族长老肯定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因为这位灵泉长老并非是什么好人，他当年可不是离开灵族出来旅游的，而是因为某种矛盾背叛了灵族，携带了不少灵族的宝物逃离出来。尽管灵族是远古8族当中垫底的存在，但好歹也是远古8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1000年的积累，还有着接近10位斗圣强者坐镇，单独拎出来对付魂殿丹塔也不在话下。而且灵族的人天生对于能量十分敏感，擅长各种寻找宝地、具能阵法的手段，所以灵族宝库当中也是有着不少的宝贝。恰巧的是，这灵泉长老当年便是负责看守灵族宝库的强者之一。他从灵族宝库当中偷出来的那些东西，前世的萧炎早已看不上眼，但对于现在的萧炎来说却是颇为珍贵。若是得了这一秘藏，我便是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达到通天境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随手将这雕护法那戒当中的几样值钱宝物拿出来，然后便是将这灵泉长老的令牌也取了出来。按照前世的记忆，这灵泉秘藏似乎就在加玛帝国附近的几大国家当中，至于具体是哪个国家，他却是有些记不清楚了。毕竟当年的他实在是难以对一个斗尊强者的宝物感兴趣，这也就导致他明明知道西北大陆还有一个灵泉秘藏，可他就是不知该从何处去找。前世他所记得的几个宝地，也只有白虎尊者的那处古墓被他记得比较清楚。至于其他地方，先不说危不危险，哪个强者在留下宝藏之后不会布置几道空间封锁啊？这些空间封锁，除非是萧炎的灵魂力量恢复到了天境大圆满，才能不断的扫描破解，否则除非是走了狗屎运恰巧就在附近，否则即便是以萧炎和药老的手段，也不可能察觉到。宝藏若是这么容易被发掘的话，也就不叫宝藏了，估计早就被人掏空了。不过现在有了这道令牌，萧炎却是再也不用担心了。只要通过令牌找到了地方，哪怕是有些空间上的手段，萧炎也同样可以轻易破开。魂殿的这些家伙总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送上一些帮助。萧炎咧嘴一笑，一缕灵力迅速转化为斗气注入到这令牌当中。混沌熔炉极为玄妙，不但可以将低等级的能量转化为高等级，也可以将高等级的能量转化为低等级。如果萧炎想，他甚至可以再将一身灵力转化为成帝才需要的本源地气，甚至进一步转化为主宰神奇们使用的神力。当然，以他如今这点可怜的修为，恐怕刚刚凝聚出一道小的不能再小的元气之后，就会被掏空修为。斗气注入令牌之后，原本一动不动的玉牌很快发出了一道淡淡的玉色光芒，整道令牌之上都变得十分晶莹美丽。很快，这些光芒再度变化，然后缓缓汇聚到了一个方向，在北方。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下一刻，他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留下万仙门山门之上那些恐惧而茫然的众多成员。我们万仙门的高层强者全部陨落了。万仙门的众人此刻还未从方才的震撼当中回过神来，他们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家老祖和众多高层竟然就这么陨落了。不过现实总是无比残酷的，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久，万仙门就会遭到一场可怕的清洗。这个势力已经在出云帝国屹立多年，当年得罪的大势力同样不在少数，如今整个宗门连个斗王都凑不出来，恐怕很快就要遭难了。对于万仙门将来到底要遭遇什么，萧炎自然是没有心情理会的。他脚下光芒闪动，很快便是跨越了无数距离，来到了木兰帝国的一处山峰附近。这座山峰的高度不过100丈，说是山峰，其实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山头罢了。山峰周围草木郁郁葱葱，也偶尔有着几头魔兽游荡，不过很明显，这些魔兽的品级也并不高，因为他们当中最为强大的也仅仅只是3阶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此地似乎都不是什么斗尊强者的秘藏之类的宝地。然而，就是在来到此地之后，那位灵泉尊者的令牌在此刻却是再无任何的指示方向，整个令牌之上光团凝聚，甚至越发的明亮起来。对此，萧炎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在他那强横的灵魂感知当中，已经感觉到了此地地下近100丈处所传来的一丝丝隐晦微弱，但却真实存在的能量波动。宝藏就在脚下了。萧炎嘴角扬起一抹笑容，随手挥出那枚预制令牌，一道精纯斗气再度打入其中。在接受了这道斗气之后，令牌之上光芒大作，很快一道极为模糊但若隐若现的空间屏障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视线当中。不过很快，萧炎便是发现这道空间屏障的上面似乎有着2道封印，只有将2道封印同时打开，这空间屏障才会再度消失。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看，这道主令牌之外应该还有着一道副令牌，只有2者凑齐了，才能真正的解开这道空间屏障。可惜，这种层次的空间屏障在萧炎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使用太多手段的必要。去！萧炎低喝一声，一道道灵力开始化作一道道能量波束，落在这道模糊的屏障之上。以他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程度，想要破解一个斗尊强者留下的空间屏障根本没有难度。哪怕他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化天境，但他对于空间的运用，即便是在有限的力量下，也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如此闭目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之后，萧炎原本还紧闭的双眼，在此刻也是骤然睁开。只见他随手一挥，无数灵力丝线忽然如同见缝插针一般，没入了这空间屏障的诸多部分。很快，原本模糊的空间屏障便是迅速变得清晰起来。紧接着，这重重叠叠的屏障仿佛遇到了什么东西一般，开始剧烈晃动。最后，在某一个奇特的瞬间，其中一个节点忽然突兀的崩溃。随着这个节点的崩溃，整个空间屏障在这一刻都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开始迅速崩溃了起来。而在这空间屏障崩溃的一瞬间，一道浓郁的能量光柱便是瞬间冲天而起，直接将下方的山石都给震得粉碎。一时间，鸟兽四散，惊慌失措地逃离此地。但很快，他们便是再度回到此地，因为伴随着这道能量光柱的冲天而起，这片原本不起眼的小山头周围的能量在这一刻浓郁了数倍不止，而这还仅仅只是溢散出来的一些能量。看样子，这下面的宝物的确是不同凡响。感受着这一幕，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当即便是化作一道流光，顺着那光柱冲天而起的方向飞了过去。坚硬的山体威能对他造成丝毫的阻碍，在接触到萧炎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他身上的火焰给融化了。伴随着萧炎越发的往下走着，那下方的能量也是越发的浓郁。仅仅片刻，此地的能量已经是外界的10倍不止，而越往下，那能量还更加的浓郁。等到萧炎彻底冲到下方的时候，此地的能量已经凝聚成了淡淡的雾气。不过比起此地那浓郁的快要凝聚成实质的能量，真正令萧炎都感到一丝愕然的，还是那脚下足足有着数十丈直径的水潭。如果只是寻常的水潭，萧炎或许也不会在乎太多，可当感受到这水潭当中的浓郁能量之后，他那原本平静的脸庞之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喜色。这看似平常的水潭当中，却是已经快要凝聚成液态的能量。虽然不是最为纯粹的能量液体，但这水潭中的能量含量的确是十分的惊人。此地竟然是一处天然的灵眼。萧炎嘴角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所谓灵眼，就是根据山川地势、阵法布置所天然形成，或是人为布置的一种可以自动汇聚能量的地方。这种手段在斗气大陆是十分罕见的，很多斗尊强者也只能布置一些粗糙的阵法，而且效果比起天然形成的还是有些差距的，只有斗圣强者才能布置出堪比天地生成的灵眼。其实放在大千世界，这所谓的人造灵眼，通俗的讲就是聚灵阵的阵眼。一旦布置出这样一处宝地，那此地便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周围的能量，使得这灵眼范围之内的能量变得无比浓郁，甚至最后凝聚成实质。有了这么一处灵眼，这原本平平无奇的地底也就成了一处风水宝地。在此地修炼，效果即便是比不上天坟炼气塔，也不会差上多少。不过由于此地常年无人使用，也就导致此地的能量已经积累多年，甚至已经出现了液化的迹象。这般庞大的能量，我倒是都要笑纳了。萧炎咧嘴一笑，如此庞大的能量，可丝毫不逊色于一枚8阶魔核当中所蕴含的能量了。而且因为是天地汇聚，这一方池水当中的能量要比魔核更加容易炼化。等到炎盟再次成立以后，倒是可以将此地作为一处修炼宝地。有了这处天然灵眼，我再借用老师的力量布置一座灵阵，足以令此地的能量堪比远古8族的斗帝空间。萧炎咧嘴一笑，不过他当前还是没有急着去炼化这些能量，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这方池水中央的一座尸骨之上。此人应该就是那所谓的灵泉长老了。陨落了足足数百年的时间，虽然肉体早已腐烂，但其骨骼依旧有着一层淡淡的毫光，看上去宛如玉质。
到了斗尊斗圣这一层次，骨骼早已坚硬无比，堪比神兵利器，历经千年也不会腐化。对于这位灵族长老，萧炎沉吟片刻之后，还是选择将其骨骼收了起来，只是顺手将其手上的那戒给取了下来。高级那戒+1，细算起来，萧炎手上的高级那戒已经带不过来了。像幽海那戒，如今已经沦为了萧炎手上最低档次的那戒了。毕竟寒风再如何尊贵，再有路子，也终究只是一个斗皇，一名6品炼药师罢了。他的身份地位无论如何都是没法跟斗尊强者相提并论的。萧炎神魂一扫，便是直接探明了这那戒当中的诸多宝物。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令萧炎脸上笑容更浓。不愧是灵族负责看守宝库的长老，这那戒当中所存放的诸多宝物，可是比寻常斗尊的库存要多得多。3枚8阶魔兽的魔核，8品丹药7枚，7阶魔核，7品丹药各有数十之数，各种天材地宝不计其数，功法斗技不计其数。单是地阶功法斗技，其中便是存放了20多卷。真正令萧炎都感到诧异的，还是其中竟然存放了2道天阶层次的功法斗技。灵帝典上，灵帝通天印。虽然这2部秘典萧炎前世就已经看过了，魂族剿灭灵族萧炎剿灭魂族所得，但不得不说，这家伙能够将天阶功法斗技都给带出来，看来的确是在灵族宝库里偷了不少东西。3枚8阶魔核，加上这一泉池水，修炼到通天境指日可待。萧炎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一旦他跨入通天境，他将真正的拥有与斗尊强者抗衡的实力。至于这尸骨，还是等我将来成帝了，再找个风水宝地将你安葬了吧。萧炎微微一笑，他右手之上的雪白那戒却是微微跳动。萧炎，这副躯体好啊。天火尊者的声音在萧炎的耳畔传来，他对这灵泉长老的尸骨倒是颇为的眼馋。毕竟这可是一位斗尊巅峰强者的尸体，若是能够作为他复活的身躯，不但可以让他彻底恢复生前的实力，更是有机会让他实力大涨。药老不必着急，你复活需要的躯体我早就有打算了。萧炎笑着摇了摇头，好歹是得了人家的好处，总不能一回头就把对方的尸体给用了吧。不过就在此时，一旁的漆黑那戒也是微微跳动了一下子，显然药老此刻也是有些心动了。当年他与萧炎寻找到白虎尊者的尸骨之时，药老便是颇为的满意，但碍于萧炎当时一种异火都没有，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如今萧炎身上已经拥有了3种异火，那似乎离他复活的时间也不会太遥远了。一道斗尊巅峰的骨骼，对他而言也算不得低配了。这一刻，萧炎也是略微沉默了。对于药老，他自然是想要弄上一副更好的躯体来用于复活。在他的想法当中，最好是搞到一副斗圣尸骨，一步到位，让药老复活之后直接成为斗圣，而不是半圣。毕竟药老如今灵魂力量已经达到了天境中期，又修炼了自己赋予的多种秘法，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成为斗圣的条件，所缺少的就只剩下一副斗圣躯体了。只不过斗圣躯体何等稀有，即便是萧炎此刻也是没有多少头绪可言。他如今虽然恢复了许多实力，但也就勉强在斗尊强者手下保命而已，总不能斩杀一名真正的斗圣来复活药老吧。在他最初的打算当中，是等将来去了中州，破开那龙皇空间的封印，然后取出那位斗圣的骨骼，顺道给紫妍弄上龙皇本源果。老师，再等等吧，如果能搞到一具斗圣强者的尸体，那您复活可就直接是斗圣了。萧炎沉吟片刻，还是选择了暂时不这样做。如果没有那斗圣骨骼，也就是造化圣者的骨骼的话，那他还真有可能选择面前这具白骨。毕竟药老跟他的关系完全不同，比起天火尊者还要好了许多。不过既然有了更好的选择，那就算了吧。听到萧炎的话，药老也选择了沉默，也自然清楚萧炎的打算。若是复活之后能够直接迈入斗圣层次，那对他而言的确是有着更大的诱惑。罢了，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2年了。药老无奈地安慰了一下自己。他是看着萧炎一路这么势如破竹的崛起的，以这家伙的速度，或许再过2年已经有了跟斗圣强者叫板的实力，也不一定。将2个老头安抚下来之后，萧炎也是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很快就盘坐在了那水池中央的石台之上。只见他张口一吐，一道绚丽火球从口中喷出，然后在眨眼之间化作了一道直径半丈左右的火焰熔炉，正是混沌熔炉。开始炼化吧。萧炎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切的一切都不如提升实力重要。倘若他此刻的实力足够，甚至完全可以去魂殿把魂灭生那家伙给宰了，用来复活药老。当然，以他现在的实力说这种话的确是有些狂妄了。哪怕他已经转修了灵力，哪怕他灵魂堪比8品炼药师，哪怕他有着种种手段，但是对上魂灭生，估计依旧是会被对方一手指头压死。这绝对的力量面前，他的一切手段都是徒劳。当然，萧炎也相信自己距离可以灭杀魂灭生的那一天不会太远，前世的自己都能做到，如今自然会更加轻松。抛却一切杂念之后，
他也是再度沉心静气，头顶的混沌熔炉却是开始缓缓地转动起来。而随着混沌熔炉的缓缓转动，那原本平静的池水在这一刻也是瞬间变得沸腾起来，一道道庞大的能量很快便是被混沌熔炉如同鲸吞一般吞吸进去。伴随着三种异火之间的玄妙转换，这些能量很快被再度淬炼得更加精纯，然后转化为一道道精纯的灵力涌入萧炎体内。这方池水当中的能量不但十分庞大，而且更是颇为的精纯，以至于萧炎无需太多炼化，转化比非常之高，最起码比炼化谢碧炎等人高了许多倍。而在这般可怕的炼化之下，萧炎的修为也是开始快速的提升起来。比起旁人修炼上的种种困难，其实萧炎想要提升实力的确是无比的轻松，毕竟他没有境界上的屏障，所需要最多的两种资源就是能量和异火。于是乎，短短3天的时间，萧炎便是突破到了化天境中期，并且朝着化天境后期狂奔而去。不过就是这么短短的3天时间里，万仙门被灭的消息却是已经在周围的诸多势力彻底传开。万仙门被灭的消息很快就是传遍了以出云帝国为中心，周围大大小小的数十个国家。这一消息传出的那一刻，已经是令周围很多势力感到惊慌与震撼了。毕竟先前的万仙门是何等的嚣张，连斗宗级别的强者都能斩杀，强行统御了落雁帝国与木兰帝国，几乎就快要将周围国家势力都给吞并了。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曾经嚣张的不可一世的势力，竟然在1日之间便是彻底倒塌。不过当众人在得知灭掉万仙门的强者究竟是谁之时，他们便是再也顾不得万仙门被灭的震撼，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震撼。因为那个灭掉万仙门的神秘强者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他的名字叫做萧炎。对于这个名字，加玛帝国周边的10几个国家都是并不陌生，毕竟一个13岁的斗师加炼药师，绝对算是这片区域当中100年甚至数百年来出现的最为逆天的天才了。可是这个名字跟灭掉万仙门的凶手依旧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他们清晰地记得，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今年似乎才15岁的年纪。15岁的年纪，他是如何灭掉万仙门的？15岁的年纪，别人家的孩子还在为了成为斗者而苦苦奋斗，可是萧炎已经将不可一世的万仙门给灭掉了。起初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他们宁可相信那个灭掉万仙门的强者是一个重名叫做萧炎的家伙，又或者是某个谐音字，也未必不可能。虽然西北大陆这些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1号强者，再后来这种滑稽的猜测终究还是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可靠的逻辑。这个萧炎应该就是那个加玛帝国的萧炎，不过灭掉万仙门的应该是他背后的那个神秘师门。之所以说是萧炎，应该是他在自己的师门当中很受重视，引得他的老师或是师门当中的某位强者降临，灭掉了万仙门。这种推测是最为可靠、最为有道理的一种，几乎所有听说过的人都认可了这种推测。他们对萧炎所拥有的能量感到震惊，也为他背后师门的强大感到震撼。能够如此随意地灭掉万仙门，看来他那位神秘的老师真的是传说中的8品炼药师了。8品炼药师在这相对贫瘠的西北大陆，的确是传说当中的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整个西北大陆全部铲平了，也不知道能找出来几位。就在众人为萧炎那位神秘老师而感到惊叹与震撼的时候，一个新的答案却是再度传来。而当着答案传来的那一刻，这一片地狱的所有人终于是彻底的坐不住了。灭掉万仙门的人并非他人，就是萧炎本人。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令这些势力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已经相信了第2种推测，甚至他们情愿相信第1种推测，可偏偏就有着第3种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是来自万仙门那些流亡的弟子所亲口说出的。当日天空之上的确只有一个黑衣少年，手持一道巨大火炉，将万仙门的所有高层强者吞噬，最后连灰都不剩。万仙门高层覆灭之后，很快便是遭到了众多出云帝国势力的清算。这些万仙门的残余弟子，有的被击杀，有的被俘虏，有的逃窜流亡到了其他国家势力。但无论走到哪里，这些活着的人都只有一个统一的口供，那就是万仙门的高层，包括谢碧炎在内的众多强者都是被萧炎亲自击杀的。这一下，周围的诸多国家都是彻底沸腾了。一个15岁的少年单枪匹马屠灭了整个万仙门的高层，包括斗宗强者谢碧炎在内，这怎么可能？如果他是一个老牌强者，那大家都可以接受，可问题是萧炎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啊！15岁的少年可以击杀斗宗强者，这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做梦都不能这么做吧？不是大家不相信，实在是这种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了。15岁就能击杀斗宗，那不是意味着他本身也是一位斗宗强者？一个15岁的斗宗，别说是在西北大陆这样的偏僻之地，就算是放在中州，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个年纪便能有如此成就，
那成为斗尊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就算成为斗圣，似乎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吧？不管众人信还是不信，他们此刻都只能承认一个事实：加玛帝国又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强者，而且不出意外，这个还是少年的强者，在未来的不久就要成为名震斗气大陆的超级强者，甚至站在整个斗气大陆的巅峰。他即将成为加玛帝国，甚至是整个斗气大陆的传奇人物。一时间，加玛帝国周围大大小小的势力和强者都疯狂了，很多人甚至在消化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朝着加玛帝国的方向赶去。他们心中很清楚，只要这个叫做萧炎的少年站在加玛帝国的身后，这个曾经只能算是西北大陆偏居一隅的帝国，很快就要成为西北大陆冉冉升起的超级势力了。一时之间，原本平淡无奇的加玛帝国瞬间成为了西北大陆的一个风暴中心，而且这场风暴还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朝着四面八方扩展而去。萧炎的名字即将轰动整个西北大陆。加玛帝都当中，一众加玛帝国的高层强者面面相觑，彼此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也只能是继续保持沉默。在场之间，唯一一个笑容满面、十分从容的人，那便是云岚宗的前任宗主，现在加玛帝国明面上唯一的斗宗强者云山了。当然，现在说是唯一也不太对，因为萧炎已经拥有了斩杀斗宗的实力了。对于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各大势力的争相拜访，嘉晴天这个加玛帝国的实际掌权者都是有些懵逼，唯有云山此刻却是稳如老狗。对于萧炎的实力，他比在场的任何一人都是更加清楚，毕竟他是亲眼见证过萧炎出手的人，也是萧炎如今的奴才。在认清了萧炎的实力和更为可怕的潜力之后，加上小命都在萧炎的掌控之中，云山早就铁定地站在了萧炎的队伍当中。认这么一个主子，云山不但没有丝毫的羞耻之感，反倒是无比的自豪。他现在已经从萧炎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而且他坚信将来会从萧炎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或许自己的斗尊之梦都有可能会因为萧炎而实现。而想要让萧炎对自己上心，他自然是要对萧炎的事情更加上心。萧炎的要求就是我云山的追求，萧炎的脾气就是我云山的福气，萧炎的想法就是我云山的做法，萧炎的表情就是我云山的心情，萧炎的意向就是我云山的方向。这几天的时间里，云山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对待加玛帝国的外交问题比嘉行天还要积极和主动，以斗宗的实力和老谋深算的心机，顺利将各方势力前来拜访的强者摆平，让他们知道萧炎的威名，臣服萧炎的实力。在照顾完国家大事之余，他还积极地给自己的徒弟云韵做思想工作，示意萧炎是不可多得的人中龙凤，要好好争取。除此之外，在得知亚妃与萧炎的关系之后，他还对米特尔家族颇为照顾，主动登门拜访，令亚妃都是有些受宠若惊。做完这些，他还觉得不够，还派人带着一些云岚宗的资源到萧战那里拜访，并且亲切地询问萧家可否有什么麻烦。家族子弟如果想要拜入云岚宗，无论什么资质都无需考核，可以免试通过，更是派遣了几名斗灵级别的长老前往塔格尔沙漠帮助萧鼎、萧厉两兄弟。总之，云山的操作简直是令加玛帝国的许多强者都忍不住瞠目结舌。如果不是萧炎的消息太过震撼，那加玛帝国现在最大的瓜就是云山了。同一时刻，萧家当中，萧战在震惊之余却是笑容满面。我儿萧炎有斗圣之姿。萧战咧着嘴笑得合不拢嘴，这句话他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每说一遍，他那个争气的儿子就真的与这个目标更进一步了。少族长当真是我萧家的麒麟啊！我萧家必然会在少族长的带领下走向一个不可思议的辉煌。在萧战的下方，三大长老和一些萧家骨干也是双目火热地说道。他们此刻已经算不上是拍马屁了，完全是肺腑之言。自从萧炎回来之后，萧家原本就稳步上升的地位，此刻更是如同坐火箭一般起飞。现在家族就算是一些修炼资质差的不行的弟子，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云岚宗修行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谁？还不是因为萧炎。在加玛帝国在因为萧炎的事情变得火热无比的同时，隔壁真正十分火热的塔格尔大沙漠在这一刻也是震动了起来。蛇人族王城，女王宫，四面波涛粼粼，荷花水草缠绕，令这所谓的女王宫多了几分绿意和生机。在这片干旱炽热的沙漠当中，这样的地方无疑是一处极为吸引人的绿洲。此刻，女王宫的内部却是有着两个气质截然不同的美人在轻声交谈着什么。其中一人坐在蛇人族女王专属的宝座之上，一条修长的蛇尾从那一袭华贵紫袍当中露出，紫色的鳞片之上隐隐透露着一种淡淡的魅惑。当然，这种魅惑在漫过那水蛇一般的腰肢，上升到那无可挑剔的身材和那张美得惊心动魄的妖艳脸庞之时，便是在瞬间被放大了无数倍。美杜莎女王，这是一个妖艳无比、宛如尤物一般的美人，明明身上有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冰冷气质，却并没有影响她的美貌分毫，反倒是令人更加心生向往。
他举手投足之间所散发出的无形魅力，都是足以令男人为之疯狂。只不过此刻的这位妖艳到了极致的美人，也同样有些担忧地看着面前的另外一名女子。仙妹，你说这个最近将周围列国给震动的几乎抵朝天一般的萧炎，将来真的会来到我蛇人族吗？坐在美杜莎对面的是一个身穿一袭白衣、发丝如雪的美丽女子。她的容貌没有美杜莎那般美得惊天动地，几乎是一出现就会令天地失色，但同样是不可多得的美人。加上身上那种温柔和空灵的气质，即便是坐在这位艳名远播的女王大人身边，也依旧释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华。大姐，你就放心吧，那家伙一定会过来的。如果他真的不来，我再带你去加玛帝国见他就是了。说话之人正是小医仙，他在离开加玛帝国之后，便是在周边诸国四处游离。因为恶难毒体的缘故，小医仙的实力提升得飞快，然后便是在某处交易毒药的地方，意外地认识了这位蛇人族女王。两女明明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却总是看着对方十分的顺眼，交谈起来也是十分的融洽。于是乎，在美杜莎的邀请之下，小医仙就来到了蛇人族王城，甚至到了后面，两人还结为了姐妹，令蛇人族都有了不小的震动。甚至美杜莎还有一封小医仙为蛇人族新的部落首领，为他专门设置一城，好在最后还是被小医仙婉拒了。说到那个家伙，小医仙也是不由得有些呆滞，眼前总是回想起2年前那个一脸柔和又有些欠揍的家伙。一晃2年的时间过去，这家伙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吗？小医仙也是觉醒了恶难毒体之后，才能实力飞快提升，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飙升到了斗王层次。他原以为可以追上萧炎的脚步，却没想到萧炎如今已经拥有了击杀斗宗的实力。另一边，美杜莎女王也是忍不住的惊叹一声，才15岁的年纪就能击杀斗宗强者了，你的这个小情郎天赋之强，当真是闻所未闻。听到小情郎3个字之后，小医仙却是俏脸微红，轻轻瞪了美杜莎一眼。大姐。被小医仙如此一喊，美杜莎微微一笑，身上没有丝毫以往在外界时的冰冷，只是笑盈盈的你看着小医仙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不笑你了。听到美杜莎如此说话，小医仙这才收起那故作嗔怒的表情，旋即嘴角也是微微露出了一抹笑容。等那家伙来了，大姐你可要小心一些，那家伙可是个十足的色胚子，以大姐那风华绝代的容貌，小心被那家伙盯上了。听到小医仙这般说，美杜莎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慌张，反倒是笑着看着他。不会的，这般天才豪杰怎么会为美色所困惑？再说了，就算他真的对我图谋不轨，难道你就会容忍他干出这种事来吗？嘿嘿，如果是别人还不一定，但如果是大姐的话，以你我姐妹的感情，只要大姐你不介意，我是愿意跟你共侍一夫的。面对美杜莎的调笑，小医仙反倒是大大方方的挥了挥手，一脸好姐妹要有福同享的模样。被他如此一说，美杜莎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红晕，狭长美眸无奈地瞥了小医仙一眼道：你这妮子倒真是大方，那位萧炎要是真好色的话，那你身边的那位白护法岂不是也早被他盯上了？美杜莎想起前些时间小医仙身边突然出现的白衣女子，便是不由得感叹这萧炎到底是什么人。那只一直跟随在小医仙身边雪白可爱的小白猫，竟然是一头7阶高级魔兽。当日若不是这白护法出手，自己恐怕已经败在蝎壁炎的手中了。正是因此，他才不由得感慨萧炎背后的势力到底是何等的强大，竟然可以派遣一位7阶高级魔兽来保护自己的红颜知己。如此人物，若是能够交好，自然是好事。美杜莎虽然高冷，却并不是自傲的清高，对于萧炎这样的人物，他自然也想要拉拢一番。尤其是在萧炎最近暴露出那可怕的战绩之后，更是令他对萧炎多了一些好奇。听到白护法3个字，小医仙也是微微一怔，一张俏脸也是微微低下，脑海中不由得更加思念起那张年轻的过分却让他挥之不去的脸庞。谁能想到，当年萧炎随手送给他的一只雪白小猫，本体竟然是一头7阶高级魔兽。如果没有白雪的暗中保护，这些年他怕是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危险。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位保镖，归根结底还是那个家伙关心自己啊。想到这里，他眼中怀恋之色更浓，甚至不由得多出了几分水气。大姐，我想他了。对于西北大陆这场越刮越大的风暴，此刻的萧炎自然是丝毫的不知情。他此刻还盘坐在那地底当中，肆无忌惮地吞吸着这处灵眼当中的所有能量。伴随着那浩瀚的能量不停地被转化为灵力，他的实力早已突破了化天境中期，继续朝着化天境的后期前进。如此过去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那原本有些模糊浓郁的一方池水，终于是被萧炎吞吸的近乎一干二净。此刻的池水清澈见底，其中几乎是没有了一丝多余的能量。不过因为此处地处灵眼，所以很快便是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再度汇聚。然而
数百年积累，如今被萧炎一口气吸干，想要再度积累到先前的程度，恐怕至少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吞吸了如此庞大的一股能量之后，萧炎体内的灵力也终于积蓄到了一个顶点，伴随着一阵磅礴的能量波动，萧炎的气息瞬间再进一步，顺利踏足到了化天境后期的程度。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勉强可以与初入斗尊的强者抗衡了。感受着体内那强大了数倍的雄魂灵力，萧炎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以他如今的灵力雄魂程度，若是借助灵阵来战斗，对付普通初入斗尊的强者是完全够用了。当然，他也只能对付单独的普通斗尊，而且还得是新晋斗尊，斩杀的难度也颇大。毕竟化天境后期，理论上说只是相当于斗气大陆的斗皇巅峰而已。虽然灵力比斗气质量高出了10倍不止，但大千世界寻常的化天境后期，最多也就能对付斗气大陆的斗宗中期。萧炎因为灵力远超常人，加上种种手段，才能与新晋斗尊一较高低。想要真正拥有轻易斩杀斗尊强者的实力，只有2种方法，那便是突破到通天境，或是吞噬了青莲地心火。对于这2种选择，萧炎的回答是：我都要。我如今手中有着足足3枚8阶魔核，全部炼化之后，别说是突破到通天境，就是通天境中期也未必不可能。而且炼化了青莲地心火，对我的实力也将有着一个不小的提升。萧炎眼中露出一抹金芒，以他如今的实力，炼化青莲地心火，其实对于修为的提升，估计最多也就是一个小台阶的事情。但是多出一种异火，他的战斗手段便是会再度多出几分。别的不说，单单是丢出1枚4色火莲，5星斗尊之下谁能抗住？而且融合了青莲地心火之后，他的异火威力也会再度增加。虽然不会像前几次那般恐怖了，但炼化魔核的速度也好，又或者是其他方面，都会有着一个不小的增幅。接下来就回一趟加玛帝国，再度组建联盟，然后便是前往塔格尔沙漠。萧炎眼中也是有着一抹期待之色。塔格尔沙漠当中可是有着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呢。心中如此想着，萧炎刚想离去，那犀利无比的目光却是骤然看到了这方池水下方的一个角落。伴随着能量的炼化，这池水已经是清澈无比。虽然有些深度，但以萧炎的目力，自然是可以看得无比清晰。正是因此，当他看到那静静躺在水池底部四四方方的小盒子之时，他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这是空明玄棺。空明玄棺，一种模样与棺材极为相似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棺材。当然，它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用来存放斗圣强者尸体的棺材。这种棺材通体由空明石制作而成，是一种比高阶那石还要特殊、还要珍贵的石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空明石当中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那就是时间静止。通常来说，很多物品在丢进纳戒当中之后，就可以得到极大的保存，比如尸体，比如丹药，比如种种宝物。因为纳戒是一个相对真空、没有空气的地方，这也就意味着其中几乎不会出现一些导致物品腐败的东西。所以，纳戒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储存作用和保鲜作用。但这种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纳戒无法抵挡一种东西的存在，那便是时间。无论是多么高级的纳戒，都无法抵抗时间法则的存在。纳戒空间当中的时间与纳戒之外的时间流速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区别，而物品当中的能量却是会缓慢逸散的，就好像一枚未曾封存的丹药，无论是放在外界还是纳戒内部，它的能量都会随着时间缓缓流逝，最终沦为废丹。而空明石当中，时间的流速则是慢到了极点，最起码是达到了外界的1%。也就是说，同样一枚6品丹药，放在外界或许数十年就会化作一枚废丹，而放在纳戒里面或许能够维持100年不曾腐败。但若是放在空明石当中，那便是可以维持万年时间。这就是空明石的作用。当然，由于这种石头太过珍贵，比高阶纳石还要珍贵，甚至价值足以媲美炼化异火所需要的纳灵，所以即便是斗尊强者想要搞到那么一小块都是十分困难。就这么巴掌大小的一块空明石，其珍贵程度便是足以令很多斗尊强者疯狂。这是对于斗圣强者都颇为珍贵的一种宝物。它的主要作用有3种：第一，炼制某种兵器、宝物，通常是斗圣强者才能有这样的手笔；第二，储存极为珍贵的宝物、丹药；第三，储存斗圣强者的尸体。是的，空明玄棺就是空明石的第3种应用方式，通常用来储存某位斗圣强者的遗体。毕竟斗圣强者已经堪称如今斗气大陆最为巅峰的存在了，他们举手投足之间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这样的强者，即便是死了，其尸体也是极为珍贵的宝物。像远古八族以及很多千年前的超级势力，在一位斗圣强者作化之后，都会将后者的尸体保存在一道空明石炼制的玄棺当中，用如此珍贵的石头去埋葬一位斗圣强者的遗体，
除了因为这种石头才能配得上斗圣强者那尊贵的身份之外，还有一点便是斗圣强者的遗体也可以当做这个大势力的压轴宝物。倘若自家的势力有一天遇到了不可战胜的敌人，那便是可以祭出先祖的斗圣遗体来战斗。虽说死去的斗圣远不如活着的斗圣强大，也不会像萧炎前世祭炼的北王那般更加强悍，但斗圣就是斗圣，即便是只是一具残骸，依旧可以发挥出半圣的战力。所以一具斗圣的遗体在那些超级势力当中，既是值得纪念歌颂的先祖，也是可以镇守自家的底蕴，已经足以堪称镇族之宝之一。难怪这灵泉尊者在判出灵族之后便是不敢回去，难怪他也根本不愿回去。原来这家伙竟然偷出来一位灵族斗圣的遗体。萧炎终于明悟了，从他在灵泉长老身上搜刮的那枚纳戒来看，其中的宝物的确是很丰富，丰富到足以令很多斗尊眼热，令很多半圣都眼馋的程度。但这笔财富虽然珍贵，却除了那灵族核心的灵地点之外，没有值得他冒着被追杀风险背叛灵族的价值。他是灵族真正的高层，地位仅次于一些斗圣半圣。纳戒当中的东西虽然珍贵，却不足以让他背叛灵族。灵地点的确是更加珍贵，但外人根本无法使用，必须是灵族血脉才更适合修行。等他成了半圣，自然而然就有资格修炼这灵地点了，也不是他背叛灵族的理由。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这道空明玄关，因为这空明玄关当中的斗圣遗体。只可惜他所有的努力都成了他人的嫁衣，最终将这一斗圣遗体流落到了萧炎的手中。如果换在几年之后，萧炎在面对这空明玄关，或许都不会如同现在这般激动惊喜，因为那时的他或许已经有了亲手斩杀斗圣的实力。可偏偏就是在此刻，在他需要一位斗圣强者遗体的时候，这位灵泉长老将这斗圣强者的遗体送上了门。复活药老，指日可待。萧炎眼中露出一抹激动之色，手掌一伸，丝丝灵力便是引动水流，将这道巴掌大小的小小棺材送入手心。望着面前这巴掌大小的棺材，萧炎仅仅沉吟片刻，便是将一道神魂之力接触了过去。入眼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整个世界一望无际，似乎是看不到尽头。而时间在这一刻也仿佛静止了一般，只剩下一个黑点位于这片空间的中央。时间法则，一种比空间更为玄奥的神奇规则，即使是斗圣强者都难以触摸，即便是斗帝强者也只能摸索到一点皮毛。想要改变时间规则，即便是斗帝强者也只能借助天地元气才能做到，而且仅限于斗气大陆和自己制造的斗帝空间。这是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们也只能掌握一些皮毛的至高法则，在萧炎迈入主宰境之前，同样是不怎么熟悉，只是会模糊的应用，却不明白其本质。在大千世界出现主宰境之前，唯一触摸到一些时间法则本质的强者，就是那位不朽大帝。此人的资质，如果不是与天邪神同归于尽，那他的成就绝对不会比后来的萧炎低。撇去对于不朽大帝的种种叹息，萧炎意识很快就来到了那黑点的面前。这个所谓的黑点，其实正是那位斗圣强者的遗体。这是一个面容有些冷峻的老者，须发皆白，但即便是已经死了，依旧是残留着一些威严。看得出来，此人生前必然是灵族当中地位极高的存在。毕竟以灵族的现在的状态，全族加起来能有10位斗圣就很不错了。而在萧炎的感知当中，眼前的这位老者竟然还是一位3星斗圣。这样的存在，在灵族当中应该是可以干个副族长或是什么太上大长老之类的，仅次于族长的职务了。难怪那灵泉会盗取这具遗体，原来他是有着这样的想法。萧炎很快就得出来一种结论，想必这位斗圣的遗体与那灵泉的血脉应当是相当的贴合。在远古8族当中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血脉连接的，那就是如果当2个人的血脉极度的贴合，那其中一人便是可以将其身上的一身修为，便是可以通过血脉之力传递到另一人的身上。当然，这种传递是有损耗的，即便是另一人主动愿意将修为通过血脉传递给另一人，也会损耗过半的修为。而若是像灵泉这般盗取对方遗体之上的修为，那恐怕会连1/10都不到。不过即便是如此，这对于那位灵泉长老而言也是一个天大的诱惑，一个真正足以让他背叛灵族的诱惑。3星斗圣强者的一身修为何等恐怖，哪怕只是得到1/10，都是足以令他达到半圣巅峰，哪怕只是1/20，也依旧可以让他轻松达到半圣高阶。这对于灵泉来说是根本无法拒绝的诱惑，哪怕知道会遭到灵族的追杀，哪怕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可在这种实力飞速提升的好处面前，又算得上什么？像他这种老东西，自身的血脉潜力早已开发干净，如果没有特殊机缘，他一辈子都只能是斗尊巅峰。说是成了半圣就能修炼灵地点，可他如何能成半圣？这一点也正是远古种族的悲哀之处。弱小时，他们受到了斗帝血脉的好处，修炼突飞猛进，远比寻常生灵修炼容易得多。但当血脉之力开发的差不多之后，他们就会受限于血脉之力的局限，往往会止步不前，
终生难以再进步多少。这种反差会让曾经飞速进步的他们感到反差，然后便是惊慌，最后便是会在绝望中化作沉默。可一旦遇到机会，这种沉默便是会化作疯狂。显然，灵泉长老遇到了机会，他变得疯狂了。只是不知为何，他并没有成功接受这具遗体的修为，而是默默无闻地死在了这处地脉之中。对此，萧炎略微有了一丝推测，于是他沉默片刻，便是将一丝神魂之力融入到了这具斗圣遗体之上。刹那间，风云变色。在萧炎意识与这斗圣遗体接触的那一刻，他的意识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依旧是一片苍茫无垠的世界，但这世界的却是灰色的、狂暴的。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有一道庞大的不知多高的巨大身影，粗略估计一下的话，至少也有1000丈高度。这道身影便是那位斗圣强者最后的一丝残念。到了这种层次的强者，早就可以将自己生前的记忆一直留存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就算灵魂消散，真灵进入了轮回，但是其生前的意志依旧残留在其体内。这意志和残缺的记忆体融合成了一种新的类似于机械意念的东西，它不会凭空创造，却可以根据主人生前的种种逻辑做出一些遵循这些逻辑的事情。比如族群势力遭受大难之时，调动自己的肉身去守护族群；也比如自己的遗体受到别人的侮辱或是利用之时进行反击。斗圣强者们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遗体是十分值钱的，知晓自己死后遗体都会被人惦记，所以除去少部分极为豁达的强者，他们都会留下一道意志来守护自己的遗体。除非是肉身随着时光流逝渐渐腐化，意志也在这种时光流逝当中彻底消亡，就如同当年的造化圣者一般。不过这种情况恐怕至少要近1000年的时间才会彻底消散，而这具藏在空明玄关当中的遗体却是可以保存万年甚至更久。老夫的遗体就这么容易被人惦记吗？在萧炎意识进入这道空间的那一刻，那道巍峨高达1000丈的巨大身影便是已经发出了可怕的怒吼。一声怒吼之下，整片天地都是风云变色，电闪雷鸣。斗圣强者即使是死了，也依旧残留着极为可怕的力量。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萧炎心中便是已经有了明悟。看样子，那位灵泉长老之所以这般莫名其妙的死亡，或许就是因为想要炼化斗圣遗体当中的力量，而导致被其中残留的意志冲击而导致死亡。按照正常情况来说，一位斗尊巅峰级别的强者，就算是斗不过一位斗圣强者的残存意志，最多也就是重伤，不可能直接死亡。但凡事都有意外，或许这位灵泉长老在接触这斗圣意志之前，就已经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受了重伤，也未必不可能。对于灵泉长老究竟是怎么死的，萧炎只是盲目的猜测了一下，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解决面前的这道斗圣意志，然后用这位斗圣强者的遗体真正的复活药老。有了这具遗体，想必药老复活之后成为斗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说时迟那时快，这位斗圣生前显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无论是从买面相，还是从其残存意志一见面就动手的习惯，都是说明他不是什么善茬。他在吼完之后，那巨大的手掌便是已经狠狠地朝着萧炎砸了过去，所过之处，整片意志空间都是疯狂震动，宛如惊涛骇浪。只可惜，当这一掌落在萧炎身上的那一刻，却是未曾对萧炎造成任何的损伤。萧炎就这样轻松无比地抬起一只手托住了他的手掌，云淡风轻的模样与周围的惊涛骇浪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你比起黄泉妖圣差的实在是太远了。萧炎轻笑一声，话音落下，他那原本渺小无比的身体忽然迅速变得庞大，眨眼之间便是与那斗圣强者的意志一般高大，然后便是在后者惊惧的目光当中依旧飞速变得更加庞大。这种增长速度直到萧炎的身影几乎占据了整道空间，快要将这位斗圣强者的意志空间彻底撑爆之时才缓缓停止。此刻二者的体积已经完全变换，在刚进入此地的时候，萧炎的体积在这位斗圣面前就是一只蝼蚁，而现在蝼蚁则是变成了后者。若是比拼起灵魂力量，那现在的萧炎若是遇到一位活着的斗圣，还真的没法比较。毕竟斗圣就是斗圣，成为斗圣的其中一个条件都是灵魂达到天境，因此即便是再不擅长灵魂之道的斗圣，其灵魂力量依旧是无比可怕，远超寻常的8品炼药师，也远超现在的萧炎。只可惜现在比拼的却是意志。意志是灵魂的根本，是无比玄奥的东西，它并不会因为灵魂的强大弱小而有所变化，或许会因为灵魂的状态有所改变，但也不会变得很离谱。它的状态和强大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而不巧的是，萧炎的意志早已超越了当年的黄泉妖圣，超越了斗帝，甚至超越了天至尊。他是主宰之境的意志，而主宰在这方宇宙还有着另一个称呼，神之。这是真正的神灵，一念之间便是可以决定一个下位面的生灭。不幸的是，
这位运气不好的斗圣残念，如今所遇到的正是一位神灵的意志。即便是萧炎的意志快要将这方天地彻底撑爆，也远远未曾达到他的极限。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本帝会全力出手灭杀你残存的意志。作为占用你遗体的回报，这一世我会护住灵族，保证灵族不被灭掉，甚至可以让他们前往大千世界。萧炎声音宛如天雷一般隆隆作响。当那位斗圣强者听到萧炎的声音之后，残留的记忆令有些木讷的他知道一些东西。虽然不能完全听懂萧炎的话，但他知道他残留在这具遗体当中的意志就要被湮灭了。当然，死在这种强者的手中倒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他不知道萧炎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境界，但他知道这种层次的意志绝对是超过了自家的族长，超过了当时那几位地境灵魂，甚至有可能超过了传说中的斗帝强者。无论如何，死在这种层次的存在手中并不屈辱，而是一种荣幸。很快，伴随着一道无比可怕，仿佛混沌爆炸一般的吼声之后，整片意志天地都是瞬间化作了碎片，然后随着这位斗圣强者的意志彻底消散。自此，这位斗圣强者的意志也是彻底的从这片天地当中消失。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萧炎动用了自己自创的一道意志攻击——炎神之怒。这是从黄泉天怒的基础上改变推演出的一道绝世神通，本质上是一种灵魂攻击手段，但若是用在意志战斗上，却是更加可怕。当年萧炎圣品天至尊之时，便是凭此一吼，直接将一尊玄魔帝给震碎，连灵魂意志都一同绞杀。只可惜，想要进行意志攻击，首先要对方接受这种意志的较量，否则若是直接用意志较量，萧炎现在就可以单杀魂天地，直接统一斗气大陆。用这道绝世神通加上神之级别的意志去对付一个斗圣，看似是有些欺负人了，实际上却是萧炎对于此人的尊重。如果不是要借用对方遗体的话，以他的意志之强大，仅仅一个念头就能将对方彻底抹去，大可不必如此耗费心思。解决完了这位斗圣强者残存的意志之后，萧炎的意念已经自动退回了这片空间，望着那道依旧一动不动的斗圣遗体，他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直接他这一缕神魂也退出了空明玄关的空间，然后将这块巴掌大小的玄关收入怀中。老师，复活你的斗圣遗体找到了。萧炎只是传出这么一句话，便是令身处古岩界当中的药老灵魂都开始颤抖了起来。处理完这边的事情，我就可以着手复活您老人家了。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借助3星斗圣遗体复活的药老，复活后到底是个怎样的状态，还真是令人期待啊。将空明玄关收起之后，此地便是彻底的无事可干了。萧炎也没有丝毫停留的打算，很快便是离开了此地。不过，虽然离开了此地，此地在未来依旧会成为炎盟的一处修炼圣地，因为在萧炎离开后不久，这处灵眼地穴便是开始再度从四面八方汇聚来浓郁的能量，然后缓缓凝聚成了一丝丝能量雾气。脚步在虚空之上连连踏出，萧炎的身影一闪而过，每一步踏出都是数里甚至更加遥远的距离。达到化天境后期之后，他的速度比之前更是快了许多，很快他便是迅速回到了加玛帝都。而在回到加玛帝都之后，他便是很快就感到了此地的氛围似乎有些不对劲。不过在灵魂力量扫荡一圈之后，萧炎的脸色却是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片刻之后，萧炎站在云岚山的山顶，看着眼前双手交叉宛如老仆一般的云山，还是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处理的？萧炎沉默了良久，终于还是看了一眼云山。主子，您觉得还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吗？云山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萧炎，他感觉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萧炎此刻的神色却是令他有些害怕。没事，你做得不错，今后继续努力。对于云山的态度，萧炎的确是有些不适应。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云山几乎是把他能够想到的很多事情都给处理好了，帮助自己更好地打理了家族，还快速处理好帝国当中各大势力因为自己而出现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安顿好了各个国家和势力前来拜访的强者，提高了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敬畏和认可度。除了这些外部工作，他还积极地给自己的几个红颜知己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尽快地认可自己，并且可以顺理成章接受自己有别的女人的事情。这还是前世把自己追杀的到处乱窜的云山老狗吗？这简直就是炎帝大人忠诚的老管家。这一刻，萧炎发现自己真的是低估了云山的能力了。这老家伙的好用程度让他顺手的有些不适应。你安排一下，给加玛帝国周围的势力发布一道请帖，就说我要组织一个强大的联盟，希望大家主动加入。对了，这事儿不要强求，你就说凡是斗王以上的强者加入都可以得到一门玄阶高级功法和一门玄阶高级斗技，如果是斗皇及以上的强者，还可以将玄阶高级斗技换成地阶低级斗技。萧炎吩咐道。他的话令云山嘴角都是微微抽搐了2下，别的不说，
单单是这些功法斗技，就足以令多少强者疯狂了。不过他还是十分恭顺地说道：“是，主人，奴才这就派人往其余势力发放请帖。蛇人族那边就暂时不要发放了，我亲自给他们送过去。”萧炎又嘱咐了一句，云山眉头一动，似是察觉出了其中的一些玄妙，却并未多说什么，只是乖乖点头。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萧炎看着那已经还做贴心老管家模样的云山，沉默片刻之后，还是开口了：“你做得不错，继续努力。”想了想，他还随手掏出一枚玉瓶丢给云山，这里面有一枚7品丹药反命丹，可在关键时刻保你一命，就当是对你这段时间的奖励吧。好好干。说罢，萧炎便是不再理会云山，很快便是离开了云岚宗。7品丹药，反命丹，传说中只要还有一口气，便是能够迅速恢复到巅峰状态的丹药。萧炎走后，云山却是久久不能平息自己内心的情绪。自己这个主子的确是神秘无比，大量的功法斗技丢出来跟不要钱一样，甚至就连7品丹药也是随手当做一件奖励就丢出来了。别的不说，单单是这么一枚反命丹，便是足以让过去的云山甘心花费巨大的代价去得到这么一枚，甚至他想要还不一定有机会得到呢。多这么一枚反命丹，那就是多出了一条性命。这一刻，云山对于萧炎的豪横程度也是再度有了一个认知。沉吟片刻之后，云山也是骤然转身离开了此地。月儿，为师跟你说。对于云山的种种想法，萧炎虽然有着一个模糊的猜测，但他也懒得过多理会。虽然有些不太适应，但是不得不说，这云山的确很有眼力劲，很会来事儿，也用着很顺手。前世自己咋就没发现此人还如此擅长溜须拍马，如此有眼力劲呢？哦，前世自己还是个小小蝼蚁，两人之间那是生死仇敌。至于那些招揽强者所使用的功法斗技，这一点对于萧炎而言实在不是什么困难。先不说他扫荡了白虎尊者和灵泉尊者两人的宝藏，收获了许多宝物，萧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他脑子里装着的高阶功法斗技足以超过斗气大陆任何一个超级势力，哪怕是魂族、古族也是无法跟萧炎相提并论的。只要他想，就算是拿出几本天阶的功法斗技也是轻而易举。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贸然拿出天阶层次的功法斗技还是有些太过显眼了。这种层次的功法斗技已经足以让斗圣强者多侧目了，而萧炎现在虽然手段不少，但想要抗衡斗圣强者还是差了太多。心中如此想着，他脚下光芒几个闪烁，却是已经来到了米特尔家族。作为加玛帝国最为强大的商业帝国，米特尔家族的庄园看上去却是颇为的朴素，看上去没有多少金碧辉煌的意思。萧炎来到此地之后，很快就受到了米特尔藤山的特别欢迎。后者在热烈欢迎萧炎的同时，也是不出意外的开始旁敲侧击起了有关于海波东的一些信息。藤山族长请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海老回归米特尔家族的。萧炎只是回了这么一句话，便是令米特尔、藤山无比的激动。绕过这个激动的人之后，萧炎才终于是跟着亚飞来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小院。身为米特尔家族如今的代理族长，亚飞的住所自然是颇为阔绰，假山流水，溪水潺潺，草木茂盛却修剪有致，犬牙交错的几处奇石之下是几条肥硕的锦鲤。你干什么？怎么一进来就抱着我？进了这个门，萧炎索性也是不老实了，很快就是环住了这个美艳尤物的腰肢，令亚飞俏脸之上浮现出一抹绯红之色。嘿嘿，亚飞姐，想我了没有？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害羞之色，反倒是笑盈盈的抱着她坐在一处小亭子当中，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被萧炎如此暧昧的抱着，亚飞脸上的羞红之色更加浓郁，挣扎了几下见没有效果之后，索性也就不再挣扎了。望着萧炎那一脸坏笑的模样，他脑海当中回想起的却是当日萧炎凭空出现，霸道的击杀了那位落雁宗斗王的场景。2年的时间不见，当初那个油嘴滑舌的小家伙已经真的长大了，虽然依旧年轻的可怕，可他所表现出的实力和气魄却是让这个帝国的所有老牌强者都要退避三舍。而且因为修炼的缘故，萧炎的身体和面庞都是在迅速成熟着，其体魄早就彻底发育完毕，而其脸庞虽然还是看着很年轻，但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恐怕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个20来岁的青年。于是乎，在拥有了一副终于看上去相对成熟的外表之后，萧炎那前世今生历经磨难成就绝世强者，然后身居高位多年的霸道和魅力，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彻底的显现出来。此刻的他就如同一个随时散发着自己魅力的雄鸡，别说是亚飞这个早已对他芳心暗许的人，就算是一些陌生女人见到萧炎之后依旧很容易心动。很多时候，男人的帅并不是帅在脸上的，帅是一种感觉，一种魅力，一种无形的气息。而萧炎现在已经真正的将这种魅力释放了出来，尤其是有了半个多月前的那一幕，更是令亚飞心跳加速。于是乎，在这种心跳加速的对视当中，萧炎缓缓的开口了：亚飞姐，我回来了。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成熟了，也越来越有男人味了。既然反抗没有效果，亚飞索性也就不再挣扎，反倒是将脑袋轻轻依靠在萧炎肩膀上，不再多说什么。早在当年的乌坦城，他就知道自己要陷在这个家伙的手中了。见到亚飞如此，萧炎也是嘿嘿一笑，看着那近在咫尺的诱人红唇，当即便是忍不住低下头去。对于萧炎的动作，亚飞虽然有些羞涩，却也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反而是闭上美眸，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就在两人准备进行一次亲密接触的时候，一道大喝却是令两人忍不住的同时一个哆嗦。你们在干什么？话音落下，随意披着紫色双马尾的小萝莉便是已经一脸坏笑的走了进来。除了紫妍还能有谁？对于两人这般亲密羞人的举动，紫妍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一脸坏笑的看着两人，乌黑的大眼睛当中满是坏了萧炎好事的快乐。对于这位积极的消防员，萧炎很快就回应，给了他一个脆生生的脑瓜蹦。自己这些时日里忙着这些事情，倒是把这个妮子给忘了。相比起萧炎的不要脸，亚飞此刻却是变得更加羞涩，甚至有些不敢多看紫妍。对此，紫妍却是嘿嘿笑道：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好事都被你打搅了，还继续什么？萧炎没好气的看了他一眼，伸出手在他可爱的脸蛋上使劲的捏了2把，这才舒服了一些。被萧炎这么蹂躏，紫妍却是没有丝毫的恼怒，反倒是一脸陪笑，活脱脱的一副小奸臣模样。他还指望着萧炎给他炼制化形丹呢，可不能这么算了。看你这副模样，似乎都胖了许多，最近这段时间没少吃了吧？萧炎也是不舍得真的蹂躏他，很快就放开了紫妍。被萧炎放开之后，这小妮子却是微微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自己那一马平川的身材。我哪里胖了？紫妍掐着腰，一脸不服的看着萧炎，很快又喜笑颜开了起来。不过你们加玛帝国的美食还真是不少啊，这段时间确实是给我吃爽了。亚飞姐姐带我吃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紫妍咕咕唧唧的说了一大堆，萧炎只是笑着看着面前的这个小小吃货。在他身边，亚飞也是有些宠溺的看着这个小丫头，再也没有了大半个月前刚刚见到这妮子时的那种忌惮。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良久之后，紫妍终于是察觉到了一分不对劲的地方。没事儿，就是打算今晚带你去吃一些新的东西。亚飞忍不住掩嘴笑道。还有好吃的？紫妍的眼睛又亮了，让萧炎有些情不自禁地揉了揉他的头。而在这时，萧炎才忽然想起来自己的一些目的。对了，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萧炎看着一旁含笑的亚飞，嘴角忽然微微勾起一抹弧度。礼物？什么礼物？亚飞美眸微微亮起，对于萧炎送给他的礼物，他只是比较好奇而已。但更令他有些开心的，还是因为这份礼物是面前这个家伙送的。不过当萧炎手掌拂过那戒，释放出这2道礼物的时候，亚飞却是忍不住的想要惊呼一声，一张俏脸都是被吓得有些紧张。因为萧炎送给他的礼物赫然是2个面无表情、面如金纸的老头子。这2人一金一银，不但脸庞上有着隐隐的金属光泽，就连身体也同样隐隐有着一丝金属光泽。这样面无表情的2个家伙，的确是会让人感到有些瘆人。虽然亚飞不知道这2个老头子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以他的见识也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2个老头子应该已经是死人了。无论是对方那如同蜡像一般的僵硬，还是萧炎将2人从那戒当中释放出的那一幕，这2个老家伙似乎都不可能是活人。哪有送人礼物送2个死老头子的？即便是已经将心放在了萧炎那里，此刻的亚飞也是忍不住有些不满地瞪着萧炎。不过萧炎一开口，他就有些绷不住了。这2具傀儡都有着斗皇巅峰的战力，联手之下就是斗宗强者也可以抗衡一段时间。萧炎笑盈盈地看着面前的亚飞，随手一挥，一道玉符也是出现在掌心之间。你取出一滴鲜血滴在这玉符之上，便是可以将认主这2个傀儡了。有了这2个傀儡的保护，相信能够威胁到你的人应该就没有几个了。萧炎笑盈盈地说道。他的众多红颜知己当中，亚飞的修炼天赋应该算是最差的一个了。不过对于萧炎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女人也好，朋友也好，从来不用看什么天赋不天赋，因为没人比他天赋更好，没人比他实力更强。斗皇巅峰级别的强者。望着那2个面无表情的傀儡，亚飞忍不住长大了小嘴，一脸的不可置信。什么时候，曾经在加玛帝国不可一世的斗皇强者，在自己面前开始如同大白菜一般接连不断的涌现了？又是什么时候，自己可以拥有斗皇巅峰战力的傀儡了？在将脑海当中的种种思绪理清之后，他看向萧炎的美眸却是忽然的多了一层水雾，当下甚至都顾不得紫妍就在身边，就这样扑到了萧炎那里，紧紧的抱着这个比自己似乎小了好几岁的小家伙。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亚飞几乎是将身体都贴在了萧炎的身上，让萧炎重生以来难免的感受到了那种充盈的柔软。我对自己的女人好一点，还需要理由吗？
萧炎嘿嘿一笑，轻轻揉了揉他的发丝，却是令亚飞主动抬起头，送上了一抹温热。两尊斗皇级别的傀儡的确是令人心动，但真正令他心神变幻的，却是萧炎对于自己的关心。这一点才是令亚飞情绪酝酿出来的原因。就这样，两人当着紫妍的面就这么亲热起来。另一旁原本笑盈盈的紫妍瞪大了眼睛，这种东西是我能看的吗？紫妍揉了揉眼睛，但是却是看得更加认真了。良久之后，亚飞一脸红润的倚在萧炎肩上，当看到紫妍那好奇的目光之后，他脸上红晕便是更多了几分。对了，你不是怕自己的修炼天赋不好，将来不能陪我走太久吗？萧炎感受着怀中的软玉温香，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在没有找到彩铃之前，众女当中如今还要以亚飞的身材最有触感。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暂时帮助你。萧炎轻声笑道。什么方法？听到这里，亚飞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难不成这世间还有改变修炼资质或是大量改变人寿命的方法不成？虽然他知道很多丹药有着延长人寿命的神奇效果，可这种丹药的效果是有限的，服用同类型的丹药越多，效果也就越差。更何况这种丹药通常都是十分珍贵的，就算是萧炎舍得，亚飞都不愿让他太过费心思。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萧炎给他的东西不是丹药，也不是可以改变资质的天才地宝，而是一卷功法，大地内经阴卷，品级5，效果可以通过双修来提升修为，伴侣修为越强，自身实力提升就越快。庞大的信息冲击的亚飞脑海都是微微有些晕眩，可在看到这一道道修炼法诀之后，他却是顾不得头晕目眩，而是目瞪口呆，至于还感到有些羞耻。双修功法就双修功法吧，怎么还带配图呢？看着那些图录之上一幅幅怪异而羞耻的姿势，亚飞本就红润的脸庞此刻更是染血一般的通红。这般不正经的法门，你都是从哪里得来的？他忍不住嗔怪地看着萧炎，萧炎却是不说话，只是嘿嘿一笑。这所谓的大地内经，正是当年他从西天战皇那里花费了不小的代价换过来的。作为可以成就天至尊的顶尖功法，这大地内经的品级自然是比斗气大陆绝大部分的天阶功法更加高级，除非是焚诀等少数几个。此功法也是分为阴阳两卷，不过阴卷修炼出的力量相对柔和，阳卷则是相对霸道，因此正常情况下都是以阳卷为主，阴卷为辅。这是放在大千世界当中都堪称顶尖的双修功法。萧炎当初要换到这套功法，的确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远超当初兑换大陆之子名额的那枚龙凤至尊丹。为了方便修炼，他也是重新推演了一番，暂时将这大地内经简化了许多倍，最后转化为一种简单的双修方式，即便是亚飞也可以很快学会。至于后面修炼完整的大地内经，就得等到将来进入大千世界以后再说了。无论如何，他与自己的老婆们便是可以通过双修的方式快乐的修行了。至于那大地内经当中各种奇怪的修炼姿势，其实并不是大地内经当中原本自带的，或者说大部分不是。这些姿势是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炎帝擅自加入其中的，反正以他的境界推演出来的一些东西，就算是西天战皇也很难看出端倪。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萧炎表示自己也是个男人，总有不正经的时候，更何况本帝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别管我从哪里得来的，好好学习这道功法，虽然有些不正经，但却真的可以帮助你快速提升实力。萧炎咧嘴一笑，令亚飞更加不想说话了。不过他心中也是明白，这法门虽然是这般的不正经，不过却是萧炎带给他的一个重要机遇。如果有机会，他自然不愿意拒绝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长寿，能够更久陪伴这个家伙的机会。更何况这些事似乎是早晚都要发生的吧。夜里，萧炎却是没有在亚飞这里留宿，虽然他现在已经长毛了，虽然他的年龄似乎勉强也够了，虽然只要他愿意，亚飞是不会抗拒的，但是修炼大地内经第一次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他选择了暂时克制，等亚飞真正的把这套功法修炼出点火候的时候再双修也不迟。翌日清晨，萧炎便是带着紫妍暂时离开了加玛帝国。加玛帝国周边的国家势力很多，距离却并不近，比如最近的出云、落雁以及木兰谷，虽然看似是邻国，但即便是斗皇强者也要飞上大半天才能抵达对方的位置。如今的加玛帝国，真正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将这些请帖全部发过去的人，只有萧炎一人。但是云山会让自己的主子干这种事吗？错，一个奴才压根就不该生出这样的想法。至于云山自己送信，也是没有必要的，许多势力连个斗宗强者甚至斗皇都不一定有什么资格值得他去送信？所以各个送信的使团几乎都是以帝国皇室和云岚宗的一些斗灵强者为主，极少数也有斗王和大斗师出马的情况。如此一个来回，恐怕每个10天半月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到这里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萧炎打算直接前往塔格尔大沙漠。
那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那里有着快要成为斗王的2个哥哥，有着一个叫做青灵的可爱小女孩，有着一株生长在地底岩浆当中的青莲地心火，有着一个卖地图的糟老头子，还有一个燕明与凶名都名扬西北大陆的美艳女王。想起那张妖艳到可以颠倒众生的绝美脸庞，萧炎的嘴角便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不知道这一世彩铃见到自己会是个什么状态，不过无论如何，这一世要堂堂正正地征服这个美女蛇。前世这女人可是在早期折腾的自己狼狈不堪，尴尬无比，而这一次要让她知道炎帝大人的厉害。还有小医仙怎么混到蛇人族那里了？想起那个清纯空灵的女孩，萧炎心中更是有着一种奇妙的感觉。看样子这一次两人似乎并不是一见面时那种见到仇人一般的模样了，反倒是成了不错的朋友。前世活了这么多年，还没体验过彩铃和小医仙一起入怀的感觉，这一世有机会了。想到这里，萧炎便是越发的有些迫不及待了起来。这时紫妍的声音终于从一旁传了过来：萧炎，你怎么笑得这么猥琐？这么一句话让原本喜笑颜开的萧炎忽然脸变得黑了许多。什么话？本地的笑容怎么能用猥琐来形容呢？萧炎颇为不满地看了一眼紫妍，紫妍却是嘿嘿一笑，然后便是不再多说。两人很快就进入了塔格尔沙漠的范围，有着前世的记忆，萧炎根本没有耽搁多长时间，便是很快找到了石墨城。这一世的石墨城比起萧炎前世的记忆，无疑是变得繁华了许多，城中也不再有多余的势力，而是只剩下了墨铁佣兵团这么一个大势力。是的，大势力。在萧炎降临墨铁佣兵团之后，萧鼎、萧厉很快就是大笑着走了过来。而在萧炎看到两人的那一刻，便是已经感受到了两人的修为已经大大的进步了许多。激活了斗帝血脉之后，萧鼎、萧厉的修行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比起外界的很多顶尖天才都丝毫不慢。2年的时间里，两人的修为都已经达到8星斗灵和7星斗灵，想必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准备冲击斗王境界了。2名7、8星层次的斗灵在萧炎面前或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在如今的加玛帝国，其实已经算得上是2位大人物了。毕竟在加玛帝国这种地方，斗灵强者就算是真正的踏入到强者之列了。再加上萧炎那可怕的名声和如日中天强大的萧家，如今的墨铁佣兵团说是加玛帝国排名前3的佣兵团都没有问题。这般强大的佣兵团占据一个小小的石墨城自然是没有问题，不但占据了，还带动了石墨城的经济发展，让这里成了塔格尔沙漠的繁华城市。小炎子，你终于来了！哈哈，你的名声在半个月前已经传遍了整个加玛帝国，震撼了周围的无数强大势力啊！你是不知道，我跟大哥听到之后是多么的震撼。萧鼎、萧厉一见面就给萧炎来了一个熊抱，然后便是啧啧称奇，自己的弟弟能有如此成就，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萧厉更是直呼无帝当有斗帝之姿。对于两人的惊呼，萧炎只是呵呵一笑，却是架不住那些墨铁佣兵团成员好奇的目光。萧炎最近的风头实在是太盛了，说是名震西北大陆都是不算过分。15岁斩杀斗宗强者的战绩，几乎是震撼了每一个听说过之人的心灵。于是乎，在得知这位还是2位团长的弟弟之后，他们便是更加疯狂地将目光放在萧炎身上。事实上，萧鼎、萧厉如今也不足25岁，而他们的修为却都快要达到了斗王，这种天赋放眼整个加玛帝国已经算是极为出众的存在了。不过面前这位却是能够斩杀斗宗强者的超级存在，而且他的年龄才15岁。对于众人那火热的目光，萧炎却是没有让他们失望，随手一挥，上百道一品疗伤药便是被他丢给了众人，算是一见见面礼了。墨铁佣兵团的这些家伙不是旁人，前世萧炎在石墨城的那段时间，跟墨铁佣兵团的很多人关系其实是很不错的。虽然这一世的他们只是听说过自己的名号，并不熟络，但萧炎就是这样的人，遇到关系好的倒是很少吝啬自己的帮助。这般撒糖豆子一般的散出这么多丹药，萧炎在墨铁佣兵团本就高涨的人气瞬间如同火上浇油，瞬间沸腾起来。你这个家伙！看着一到了墨铁佣兵团就险些让自己这佣兵团都乱起来的萧炎，萧鼎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苦笑之色。不过两兄弟看到萧炎身后跟着的那娇小可爱的紫妍之时，却是忍不住的有些惊讶。这位就是你带回来的那个拥有斗皇战力的小姑娘吗？萧厉有些好奇地打量着紫妍，却是被后者挥舞着小拳头威胁了一番。看什么看，再看打你哟！他这副可爱的模样直接是把萧厉给逗笑了。不过想起对方那可怕的实力，萧厉终究是没敢多说什么。见到萧厉就这么乖乖避让，紫妍小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不过这种笑容很快就被萧炎不善的眼神给打断。嘿嘿，我跟你们开玩笑的，你们是萧炎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了。紫妍顿时换了一副笑容，这般模样更是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不过在看到这个小丫头之后，萧鼎和萧丽这才想起了另一个人，当下便是对着其中一名团员说道：“去把青灵给带过来吧。”很快，那名团员便是带着一个身穿碧绿长裙、模样精致可爱的女孩走到了大厅当中。女孩的模样也是十分的娇俏精致，明明年纪不大，却已经隐约有了几分独特的魅惑。除了青灵，还能有谁？青灵小时候过得并不如意，身边尽是嘲弄鄙夷的眼神，所以造就了她自卑内向的性格。即便是这2年被铁佣兵团接过来好好照顾，也依旧带着几分内向和害羞。不过比起前世萧炎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已经是好了太多了。青灵，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萧炎，我的3弟。就是这个家伙未卜先知，说能够在石墨城附近找到你，否则我们或许也不会发现你了。萧丽笑呵呵地说着，萧炎却是有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青灵显然是个乖巧懂事的，看到萧炎之后，也是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当下便是连忙要对着萧炎下跪。萧炎少爷，谢谢您的大恩。青灵开口依旧是柔声细语，有些怯生生的感觉。不过他尚未跪下，便是被一只有力的手掌给扶住了。不用这么客气，今后你把我当哥哥就好了。笑盈盈的声音传来，青灵缓缓抬起那双带着几分魅惑的翠绿眸子，看到的是一双温和的双眼。哥哥嘛，他内心忽然多出了几分莫名的情感。面前这个少年明明是自己第一次见到，可自己这2年来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却都跟这个少年脱不了关系。明明素未相识，为何会对自己这么好？过去的青灵一直觉得这位传说中的萧家3少爷似乎是有些别的目的，可今天见到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好人。哼，你们可都不知道，这个丫头未来可是潜力无限的。见到青灵这般，萧炎对着几人笑了笑，最后轻轻揉了揉青灵的小脑袋，这才看向身边的萧鼎、萧丽。大哥、二哥，可曾准备好酒菜？我们2年不见，是时候好好喝一杯了。听到萧炎的话，萧鼎、萧丽的脸上这才露出一抹笑容。自然是准备好了，走，带你们去尝尝塔格尔沙漠的一些特色美食。对于这所谓的特色美食，萧炎自然是不怎么在乎的。其实他前世早就吃过多次了。不过紫妍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小脸上却是露出了极为兴奋的神色，当下便是一溜烟的首当其冲。酒桌之上，萧炎3兄弟倒是喝得尽兴，只是当看到那左右小手都抓着一大块肉，吃得满嘴是油的紫妍之时，萧鼎、萧丽都是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就连一旁的青灵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不由得有些震撼。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大吃大喝的吗？被众人如此盯着，紫妍有些不悦地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一眼身边有些害怕地看着自己的青灵，他更是玩心大起，当下便是伸出那油乎乎的小手，在青灵小脸上抹了一把。嘿嘿，好可爱的女娃娃，要是吃了一定很美味吧？紫妍故作垂涎地看着小青灵，直接把青灵吓得脸都白了。这妮子现在不过是个10来岁的小丫头，从小就养成了受气包的脾气，哪能受得了这般的恐吓？不要吃我啊！青灵一双碧绿色的眸子害怕地盯着紫妍，一双诡异的3花小点却是在瞳孔当中缓缓地浮现。在这碧绿小点出现的那一刻，紫妍忽然感觉周围的世界一片模糊，精神都隐隐有种陷入黑洞的感觉。片刻之后，她才骤然惊醒，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面前这个被自己欺负的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没等她反应过来，萧炎的板栗已经敲在了她的脑袋上。再欺负青灵，你就别吃饭了。萧炎黑着个脸，这丫头真是太调皮了，实在是个不安分的主。被萧炎出手教育之后，紫妍却是丝毫的不恼，反倒是目光灼灼地看着萧炎道：“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了这个丫头的不寻常之处？这种可怕的眼瞳，竟然能让我都感到有些陷进去的感觉。”紫妍话音落下，萧炎神色没有任何变化，倒是萧鼎、萧丽，包括青灵，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见紫妍点破了谜团，萧炎也没有掩饰，而是笑盈盈地解释了一番碧蛇3花瞳的作用和潜力。当萧鼎、萧丽听说这双眼睛的可怕之后，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紫妍都是微微陷入了沉默。唯有那个一身翠绿的女孩，此刻有些不安地看着众人。青灵，吃饭，不要多想。我让大哥二哥找到你，可并不是因为你有着碧蛇3花瞳的缘故，而是真的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妹妹。至于究竟是为什么，等将来有机会你就会知道的。萧炎笑着给青灵夹了点菜，这才让青灵缓过神来。他只是有些含羞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反倒是身边的紫妍此刻却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好厉害的碧蛇3花瞳，姐姐，要不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紫妍笑嘻嘻地看着青灵，快叫大姐头。被他这么一搞，青灵又有些坐不住了，顿时将求助的目光看向萧炎。不过萧炎这次却是没有阻止，这妮子的朋友并不多，性格又是如此的内向，有紫妍这样的朋友倒是可以中和一下。对于紫妍的性格，萧炎还是很清楚的，虽然是有些调皮捣蛋了一些，但其本质上对身边的人还是很重视的。于是乎，在萧炎默许的目光当中，
青灵还是有些怯弱的屈服了。大姐头，结。紫妍发出了反派的笑声，然后便是嘿嘿笑着吃了起来。不过这次她显然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小妹，非常积极地拿起一块人头大小的后腿肉递给了青灵。吃吧，你看你瘦的，我的小妹可不能这么瘦啊。青灵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面前人头大小的肉，小脸上满是无助。望着两个小丫头的模样，萧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酒过3巡之后，萧炎也没有停留太多的时间，当天夜里便是将各自3枚玉瓶递给了萧鼎、萧丽。最大的那枚玉瓶当中封印的是一道陨落星炎的本源星火，有着星炎断体的神效，其他2个玉瓶当中则是一枚丹药和一瓶药液，主要是辅助作用，可以减少星炎断体风险的同时增加淬炼的效果。此地毕竟不是天坟炼气塔，若是星炎淬体失败了，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也会受到不轻的伤势。有了萧炎的丹药和药液，就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倒是会帮助萧鼎、萧丽更好的吸收星炎断体的效果。等2人完成了星炎断体，萧炎的炎盟差不多也建立起来了，借助炎盟的种种资源，2人应该能在1年之内达到斗王的层次。至于青灵那边，还是等他将炎盟建立起来再说吧，现在交给他那些东西实在是太早了一些。将这些都准备好之后，萧炎在第2天就带着紫妍再度离开，此番的目标则是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墨城。墨城跟石墨城仅仅差了一个字，环境也是大致相同，甚至这些年来石墨城的名头已经渐渐比墨城更加响亮了。对于这些事情，萧炎倒是懒得理会，他带着紫妍很快便是穿过了墨城的大街，来到了一家熟悉的地图店面前。依旧是那家熟悉的地图商店，上面写着2个苍劲有力的古图2字。咔嚓，萧炎推开了大门，带着蹦蹦跳跳的紫妍走来进去。古朴的房间当中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一排排的地图架子陈列，上面摆放着一张张颇有年份的地图。在那店铺的中央位置，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原本在聚精会神地绘制地图，但在萧炎和紫妍走进来的那一瞬间，老者原本平静的面容却是微微一抖，一双老眼深处闪过一丝忌惮之色。直觉告诉他，面前的这个少年似乎很不简单，他身后的那个紫发女孩更是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不过看到少年似乎没有什么敌意，他也就继续老老实实地制作着自己的地图，只是控笔的苍老手掌虽然依旧有力，但身体却是已经微微僵硬。没有理会老者那看似轻松实则紧张的模样，萧炎不在意地在一排排古朴的地图架子上浏览着。虽然只是一个小店，但其中所出售的地图价格却是都颇为高昂，甚至经常出现上万金币的地图。对于这些地图，萧炎虽然是一副观察的模样，但实际上也是不怎么在乎，而是很快就来到了一处有着不少虫洞的古老架子。虽然架子上放的都是一些地图的失败品，但萧炎却是丝毫不在意，反倒是始终笑盈盈的。直到看到一卷略微发霉的地图之后，萧炎终于是伸出手抓住了那一卷发霉的地图。伴随着他的手掌微微一抖，一枚地图残片忽然突兀地从破地图当中被抖落了出来。而随着这枚地图残片的出现，老者原本强装淡定的脸庞终于再度露出了一丝波动。只是他内心的波动还没有结束，就看见那少年走到了，笑眯眯地拿起地图走到了自己的面前。老先生，这地图怎么卖？听到萧炎这副话语，老者原本绘制地图的手掌忽然颤了颤，最后终于是抬起头，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只见他苍老的脸庞上竟然有着一道骇人的疤痕，从左脸颊一直到了眼角处。虽然他眼神平和，但这道疤痕依旧令他有着一分凶气。望着这几乎与前世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表情，萧炎嘴角笑意更甚。朋友，不好意思，这份地图残片不卖。望着萧炎一脸莫名其妙地朝着自己笑，老者有些不明所以，不过他还是微微摇了摇头。这份残缺的地图自己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却是十分清楚，这地图一定十分珍贵，不到万不得已，自己是不可能卖出去的。他心里这般想着，体内的斗气都是在这一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眼前的少年虽然年轻的可怕，但却令自己捉摸不透。他总感觉面前这个看上去介于青年和少年之间的年轻人十分的诡异。虽然在常识上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就在他做出一切准备防止这个少年抢走地图的时候，却听见眼前的黑衣少年淡淡的开口道，这份地图的确是无价之宝，不过假如我可以让你恢复到斗皇境界，甚至更进一步突破到斗宗，你是否愿意交换呢？听到萧炎的话语，老者原本苍老的脸庞上终于露出了惊悚的神情。你到底是什么人？他默默后退了2步，脚下却是已经有着冰霜弥漫。冰皇海波东，曾经加玛帝国的10大巅峰强者之一，米特尔家族的第2任大长老，也是你将米特尔家族带进了辉煌，曾经与云山那个老家伙对战一场，结果被人家打败了。萧炎没有回答海波东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说出了一些信息，
却是令海波东脸色更加凝重。不过凝重之后，却是多了几分平静。你是云山的弟子？海波东试探性地问道。闻言，萧炎的脸色却是微微有些发黑。你还老的眼力劲一直可以啊，今天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云山是什么档次？老子还是他的弟子，老子是他的主子，好不好？想到这里，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我叫云山一声老师，你看他敢不敢答应？萧炎笑眯眯的表情令海波东神色更加凝重。这年轻人好生猖狂，竟然连云山都不放在眼里。如此看来，此人的背景或许比云岚宗还要可怕许多。加玛帝国何时出了这么可怕的一个年轻人？心中想着想着，他忽然脸色微微变化，脑海中忽然想起了一个最近震动着整个加玛帝国的名字。小友，莫非你是传说中的那位萧炎？海波东思前想后，最终隐隐确定了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身份。此人的面容实在是太过年轻，除非是刻意隐藏，否则以他的实力，即便是中了美杜莎女王的封印，加玛帝国20岁之下的年轻人也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他。甚至在萧家三兄弟出来之前，30岁之下能够威胁到他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作为曾经的冰皇，哪怕只剩下斗灵巅峰的实力，也依旧可以与斗王强者周旋很久。听到海波东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不过很快便是释然了。海波东这老家伙真正强大的并非是他那斗皇层次的实力，而是那一双犀利的眼睛。前世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萧炎天赋逆天，前途的确很可怕，但只有海波东是真正感到萧炎的潜力究竟有何等可怕，更是敢拿整个米特尔家族去豪赌。作为回报，萧炎天至尊的时候，这老登便是地至尊了。萧炎成为主宰之后多年，便是耗费巨大资源帮着老登真正的跨入到了天至尊境界。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提升到天至尊境界，即便是对于主宰境界的强者而言，也是有些代价的。可萧炎却是毫不犹豫的帮他走到了天至尊。整个无尽火域，除了萧炎的几个红颜知己和至亲之外，也只有海波东等几人是被萧炎强行提升到天至尊境界的。这背后消耗的足以堪比一位圣品天至尊势力的所有资源。原因无他，就是这老头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拿着整个家族陪他豪赌了一把。所以对于海波东的眼光，萧炎也是很快就明悟了过来。海老果然是慧眼如炬啊，不错，我的确就是萧炎。我此番来这里，便是帮助海老恢复实力的。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那副和善的模样让海波东都是有些不适应。看着海波东那有些拘束紧张的模样，萧炎嘴角笑容更盛了，没有理会有些茫然的海波东，屈指一弹，2枚玉瓶便是已经出现在了海波东的面前。1枚清风丹，1枚父子灵丹。萧炎的话音落下，却是看到海波东依旧是一脸警惕地看着自己，丝毫没有为这2枚丹药动心的意思。什么情况？萧炎微微有些错愕，在盯着海波东那冷峻脸庞之下的一丝茫然之后，他才略有所悟的想要拍一拍额头。自己拿出的这2枚丹药都是出自药老的丹方，属于中州货，想必海波东现在还不知道这2枚丹药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乎，他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才将那2瓶丹药继续往前推了2下。清风丹是6品巅峰丹药，效果是可以清除绝大部分斗皇级别的封印，就算是一些斗宗强者布置的封印也同样可以解除。简单来说，吞下这枚丹药，你便是可以破除美杜莎女王在你身上种下的封印了。经过萧炎这么一番解释，海波东这才身体一颤，明白了这枚丹药的具体效果。而当他知道这枚丹药可以将那困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封印给破除之后，他那原本凶厉冷漠的老脸在这一刻便是多了几分激动，甚至隐隐有着一丝潮红。这破封印可是搞得他在这沙漠当中蜗居了快要10多年了，当真是无比难受。为了破解这封印，他都费尽心思才得到了一张破厄丹的丹方，即便如此，想要找到破厄丹最核心的几种材料和一位可以炼制出破厄丹的炼药师，依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就在他这一筹莫展之际，最近这个名震西北大陆的绝世天才就这么给自己送上门来了。没等海波东从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当中反应过来，萧炎又将另一枚玉瓶推到了海波东的面前。破除封印之后，你的实力虽然会恢复到斗皇层次，但想要恢复到当年的巅峰状态，却依旧需要很多时间。但你只要吃下这枚父子灵丹，便是可以在短期之内迅速恢复到巅峰状态。萧炎仅仅只是介绍了一下父子灵丹的功效，便是令海波东更加的激动万分，一双绘制地图的稳健双手此刻都是在微微颤抖。良久之后，海波东这才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压制下内心激动的情绪，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目光灼灼。萧炎兄弟，你我素不相识，为何一出手就是如此厚礼？海波东下意识地抓住2枚玉瓶，手掌在上面不断地摩挲着，显然是十分的心动。
但他好歹也是当年名传一方的巅峰强者，虽然只限于加玛帝国，说是老谋深算一点都不过分。他们这种人向来都是深知好处不好拿，这2枚丹药虽然不比破宗丹那般珍贵，可是其稀缺的特殊属性对于现在的他而言却是无比的重要，随意一枚都足以令他拼命去争取。哼，海老先生不用觉得我另有所图，我就当用这2枚丹药来换这一张残图了，如何？萧炎扬了扬手里的净莲妖火残图，虽说这一世不借助净莲妖圣的手段，他也有把握炼化净莲妖火，但若是有了这位的帮助，自己无疑是可以更加轻松一些。用这张残图，海波东看了一眼萧炎手中的残图碎片，仅仅沉吟片刻之后，便是郑重的点了点头。虽然我知道这残图的确是无比的珍贵，可以我的能耐确实是无法查探出这枚残图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也罢，既然你有着这种手段，那我也就乐得成人之美了。海波东笑盈盈地说道，那张略显狰狞的老脸此刻却是颇为的和善。他曾经是米特尔家族的太上长老，不但是一位斗皇级别的巅峰强者，更是一个颇为了不得的商人。虽然知道那残图十分珍贵，可这些年来他也始终未曾摸索出这残图到底有着什么用处。既然自己找不到其中的好处，那便是意味着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能够用这么一张残图兑换2枚可以令自己快速恢复到巅峰状态的丹药，很值。当然，之所以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意思，除了他商人的心性做出了快速的判断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萧炎所拥有的实力。他能够斩杀斗宗的事情早就传遍了加玛帝国，海波东虽然隐匿在这里，却并不是堵塞了耳目，早就有所听闻。人家连斗宗强者都能斩杀，更何况自己一个境界被封印到斗灵的家伙。如果萧炎有歹意，完全可以直接现场干掉自己。他虽然很年轻，但是自己就是恢复了巅峰实力，也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是现在的自己。对方能够拿出2枚6品丹药，对他而言已经是赚大了。见到海波东如此，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海老虽然躲在这沙漠小城当中，不过想必我与米特尔家族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等你恢复了实力，便是可以回归米特尔家族了。等你回到米特尔家族，估计我也就要准备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影响到整个西北大陆的超级联盟了。米特尔家族是不会拒绝这个提议的，我想海老也不会有这个拒绝的理由吧。萧炎的话令海波东微微错愕的同时，不由得沉思了片刻，但很快那敏锐的判断力和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直觉，让海波东没有犹豫太多，便是选择了认同。可以。海波东点了点头，傻子都能看得出，这位绝世天才萧炎的未来必定是不可限量的。今天能够抱上这么一个大腿，未来说不定都得跟着起飞。不过欣喜之余，他对于面前这个年轻人的手段也是多了一分吃惊。一个影响到整个西北大陆的联盟，那得是何等的强大！这样的势力，没有几个斗宗巅峰或是斗尊强者坐镇，怕是不可能的吧？听到海波东的话，萧炎也是跟着笑了。如此甚好，等到海老将来进入联盟之后，我还会另外奉上1枚破宗丹。萧炎一边笑着，一边收起残图，在看到海波东那凝固的笑容脸庞之后，心中更是多了几分乐趣。海老，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咱们过几天加玛帝都再见吧。萧炎笑盈盈的挥了挥手，带着紫妍离去，只留下一脸笑容都僵硬了的海波东。破宗丹。海波东轻轻咽了一口唾沫，良久之后，他突兀的在自己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剧烈的疼痛传来，在确定不是梦境之后，他的嘴角终于缓缓裂开，笑容再也合不上了。双喜临门啊！身为米特尔家族曾经的太上长老，海波东的商业手段是极为厉害的。他曾经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并凭借着这些财富成功换取过1枚黄级丹。不过仅仅1枚黄级丹，便是将他个人多年积累的财富，甚至米特尔家族的一部分财富都给挥霍了。当然，这种事情家族是没人敢多说什么的。只是破宗丹的价值却是要超出了黄级丹数倍不止，单单是这么1枚丹药，怕是米特尔家族都要倾家荡产才能买得起。而且你有钱也未必能够买到，毕竟这类宝物都是有价无市的。作为6品丹药当中独一档的存在，破宗丹的价值丝毫不弱于一些普通的7品丹药，很多6品炼药师是根本炼制不出来的，即便是很多7品炼药师炼制成功的概率也不大。种种原因都让破宗丹成为6品丹药当中最为珍贵的存在。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下破宗丹，成为斗宗强者的希望便是会大上许多，即便是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境界倒退这样的巨大损失。破宗丹啊！海波东想要强制自己恢复平静，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是如同凝固了一般，怎么都恢复不过来，几乎是僵硬住了。嘿嘿，他握着手中的2个精致玉瓶，快步找到了一处地下密室。闭关。再度出世之时，他就不是那个制作地图的老头子了，而是曾经的10大强者冰皇。萧炎倒是不知道这老家伙的种种想法，
不过在他心里也是推测，现在的海波东应当是处于一种相当兴奋的状态吧。心中如此想着，他脚下流光闪过，便是带着紫妍朝着蛇人族的方向快步前进。一旦进入了塔格尔大沙漠，距离那所谓的蛇人族王城也就不算遥远了。千里距离对于常人来说颇为遥远，但是对于斗王及以上的强者而言也不算太过遥远。尤其是到了萧炎如今的境界，更是连歇一口气都是完全不用。方圆数万里的浩瀚沙漠在脚下不断的沙过，宛如一片暗黄色的沙海，偶尔有着点点绿洲在沙漠当中点缀，宛如海洋上的海岛一般。蛇人族过去便是一直生存在这样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几乎是在每一块大型的绿洲之上都有着一座蛇人族的城池建立，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建立城市的地方了。也正是因此，蛇人族也是向来对附近的几大帝国的土地和粮食颇为的垂涎。不过对于这些普通蛇人的生活，萧炎自然是懒得理会，也不想了解。他现在只是想搞清楚小医仙和彩铃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走在了一起，而且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两人现在的关系似乎也十分的不错。当萧炎真正的爆发了自身的速度之后，他身后的紫妍都是略微涨红着小脸才能够勉强跟上萧炎。很快，一座通体黝黑的庞大城池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视线当中。古老庞大的城池之上，一位位蛇人族强者此刻都是手持长矛环绕在城墙之上，一个个脸上带着肃穆。蛇人族王城也被称为蛇人族圣城，是塔格尔沙漠当中的无数蛇人族强者们心中的圣地。嚯，你跑这么快干什么？你要累死我啊！片刻之后，紫妍身形缓缓浮现在萧炎的身后，一张小脸之上还残留着几分红润。他此刻大口喘着粗气，一双大眼睛不满地瞪着萧炎。回应他的是萧炎一番揉脑袋，揉完之后，萧炎这才笑呵呵地看着那下方的庞大城池。此刻的蛇人族强者终于是发现了天空之上出现的两道凌空而立的身影。当下，整个蛇人族王城都是迅速进入到了一种戒备状态。集合，强敌来袭！很快，一名名训练有素的蛇人族战士迅速举起手中的长矛，一脸警惕地看着天空之上的两人。同时，两道挥舞着斗气羽翼的女蛇人也是在此刻闪电一般的从城中飞出，很快就是飞到了距离萧炎不远处。当两人看到那凌空而立，连斗气双翼都完全不用的年轻人之后，彼此的瞳孔都是微微一缩。凌空而立，斗宗强者！这两位女蛇人都是吃惊的看着萧炎，就连萧炎身边的那个紫发小女孩也同样是让他们无比的吃惊。不是，啥时候这么小的孩子都能飞了？蛇人族首领月妹，蛇人族护卫队队长花神儿，拜见前辈。不知前辈来我蛇人族王城，可是有什么贵干？面前两个妖娆的女蛇人都是有些警惕和敬畏的看着萧炎。如果是斗皇强者，他们最多也就是客气客气，毕竟斗王与斗皇之间的差距不会大的离谱，而且蛇人族当中也有着几位斗皇强者。可面对一位斗宗强者，他们就要表现出自己的尊敬了。对于现在的蛇人族而言，一位斗宗强者就已经需要整个蛇人族的高手联手对抗了。前辈，听到两人的称呼，萧炎不由得笑了。这两人也算是他萧炎的老熟人了，尤其是月妹，也算与萧炎有些小纠葛。不过自己前世那个时候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古河和蛇人族的博弈当中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最后还是借助着几分侥幸，才最终得到了青莲地心火。而如今这两人却是需要恭恭敬敬地面对自己，青莲地心火于他而言也是囊中之物。我叫萧炎，要见一下你们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希望二位帮我引荐一下。萧炎笑呵呵地看着两人，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的确是很有强者风度，如果不是他的脸庞还是显得太过年轻，那任何人见到他都不会诧异他的实力。不过当萧炎二字落到两女耳中的时候，却是令原本有些忌惮恭敬的两人微微一怔，旋即双目当中都是露出了一抹火热之色。你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萧炎大人？听说你斩杀了万仙门的蝎壁炎，15岁便是有了斗宗的实力。一时之间，两人甚至有些忘记了要警惕萧炎那可怕的实力，而是一个个都有些兴奋地看着萧炎。萧炎的名声最近实在是太响亮了，15岁就能击杀斗宗，这是太过不可思议，可也太过震撼人心，以至于两女的目光当中此刻都是多出了一丝崇拜。蛇人族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族群向来是好武成风的，同时也是十分慕强的一个族群，崇尚强者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本性。呵呵，正是在下。望着两人那吃惊火热而崇拜的眼神，萧炎忽然有着些许的不适应，以及心中忽然有着一种莫名的爽感。原来重生之后竟然是这般的舒爽。萧炎此刻终于是体会到了重生的爽感，这种一路横推，前世自己遇到的那些堪称磨难的问题被随意解决的感觉真的很爽。曾经给他带来3年耻辱的纳兰嫣然，这一世被他一手退婚，弄得跟个受气包一样。
曾经迦南学院那些需要他一个个战胜的老牌强者，都是被他虎躯一震，便是当场收为小弟。曾经将他杀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云山，如今是他身边十分谦卑的好奴才。曾经让他感到压力巨大的2位蛇人族女斗王，一听自己的名号就成了自己的迷妹。这种快乐让萧炎都是忍不住的感到十分舒服。在得到萧炎肯定的回答之后，花蛇儿很快便是轻轻点头，示意自己去找女王陛下请示一下，然后便是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倒是一旁的月妹此刻却是大胆火热地盯着萧炎。蛇人族的风气向来是十分开放的，他此刻有些好奇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传说中的绝世天才，还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萧炎聊了起来。而另一边，当月妹将萧炎到来的消息传到美杜莎那里之时，后者却是正在与小医仙谈笑着。大姐，我说什么来着？那个家伙肯定会主动来到蛇人族的。小医仙俏脸之上露出一抹笑容，只是笑容之下隐约带着几分激动。他已经2年没有见到那个家伙了，说不想他自然是假的。2年的时间没见，也不知道那家伙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长得更高一些，更帅一些。没想到那位萧炎真的来到我蛇人族了。既然如此，仙妹，你就随我一同去看一下吧。对了，还有白护法。也不知道是听到萧炎到来的消息，还是见到小医仙如此激动，美杜莎那张绝美的妖艳脸庞上此刻也是终于露出一抹笑容。对于这位传说中的绝世天才，他此刻也是有些好奇。在2人之外，另有一名身材高挑、身披雪白兽皮的妖娆女子，此刻也是隐隐露出一抹期待笑容，点了点头。既然主人亲自来接小主了，我自然是要贴身跟随的。白雪妖娆脸庞上露出一抹笑容。这2年的时间里，她偶尔吞服血神丹，不断的精炼血脉，如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7阶巅峰，与他哥哥一样，都是差一步就要突破到8阶了。当然，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虽然只差一步，可这一步若是没有足够的外力帮助，怕是10年100年都未必能够迈过去。但是他们也是清楚的记得，主人在离开之前就曾说过，等他回来的时候，会出手帮助2人真正的突破到8阶层次。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头便是一阵火热。很快，站立在天空之上与月妹闲聊的萧炎，便是看到花蛇儿带着3个容貌各异的美人一同飞来。为首的一人正是未来的彩铃，当下的美杜莎。媳妇儿，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当看到美杜莎的那一刻，萧炎心中都是升起一抹火热。美杜莎那浑然天成的魅惑与妖娆，对于男人而言实在是最可怕的诱惑。即便是早已品味过这种滋味，可每次见到萧炎依旧是有些乐此不疲。他即使是那样冷冰冰的看着你，都是会让你更加兴奋。在美杜莎的身后，还有一名脸蛋同样美丽，却是属于那种柔和空灵，与美杜莎那种凌厉霸道完全不同的美。她一袭白色连衣裙，就连发丝都是成了雪白。不过当她看到那笑呵呵的将目光投到此地的黑衣年轻人之时，终于是隐藏不住了内心的激动。一双美眸之上水雾弥漫，下一刻便是化作一道白色流光，冲到了那年轻人的怀中。天毒王，天毒王，这是……看到这一幕，月妹和花蛇儿忽然有些目瞪口呆起来。天毒王也就是小医仙，如今虽然仅仅只是拥有斗王巅峰的实力，但是真正打起来，就连很多斗皇强者都要忌惮无比。那温柔外表下所孕育出的可怕毒气，一旦沾上，便是会让人无比危险。因此，在蛇人族当中，也只有美杜莎女王拥有绝对压制她的实力，其他人见到她都要客客气气。同时，这些人包括月妹、花蛇在内，都是十分的尊重小医仙这位天毒王。他不仅是可以匹敌斗皇的强者，更是女王陛下的义妹。如果他愿意，甚至完全可以成为蛇人族的南院大王。只是今天，这位向来令人敬重的天毒王，此刻却是如此主动地扑到了这个萧炎的怀抱当中。呵呵，想我了没有？感受着怀中那一袭白裙，萧炎轻轻抚摸着小医仙已经化作雪白之色的柔顺长发。恶难毒体一旦开启，无论能否控制体内的毒气，那3000青丝都会褪去原本的颜色。当然了，换上一头雪白发丝也没有什么不好。萧炎望着那张渐渐抬起的柔美脸颊，嘴角笑容更加宠溺。只要是你，无论怎样都可以。听到萧炎的话语，小医仙没有直接说话，而是略微脸红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将脑袋埋进萧炎的怀中，感受着那熟悉又陌生的体温。自从青山镇一别之后，萧炎在他脑海当中的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断的变强。如今2年过去，他终于见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家伙。2人就这样站在天空当中拥抱着，令花蛇儿和月妹都是有些目瞪口呆，就连远处的美杜莎此刻脸庞也是有些柔和。他与小医仙虽然相处时间不多，却有着一种知己一般的默契。如今看着自己的义妹跟喜欢的人紧紧抱在一起，他心中也是有着些许的欣慰。当然，这欣慰之余，却是有着一丝他根本察觉不到的羡慕。唯有紫妍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不由得微微撇了撇小嘴。这花心大萝卜，
紫妍心中轻轻吐槽着。对于小医仙，萧炎一直是堪称无比怜爱的，因为前世这个女孩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陪自己走过了太多的艰辛，她的内心深处甚至一直有着一丝愧疚。不过愧疚也好，怜爱也罢，自己大老婆也在旁边看着呢。虽然现在还没有相认，但萧炎也不会把美杜莎晾在一边。拥抱许久之后，他才在小医仙身边暗示的笑着说道：“看来你这2年混得很不错嘛，都成了蛇人族的高层了，不打算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吗？”听到萧炎的话，小医仙这才终于反应过来，从萧炎身上挣脱出来之后，一双淡紫色的羽翼轻轻扇动，最后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几人。白雪我就不给你介绍了，你自己最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小医仙看了一眼白雪，又不由得轻轻瞥了一眼萧炎。这个家伙给自己安排了这么一个超级保镖，竟然是从来都不知会一声主人好久不见。见到萧炎目光看到自己，白雪心头微微一颤，虽然已经时隔2年，但萧炎当初的手段她可是记得一清二楚。辛苦了，这2年你做得不错。萧炎看到白雪之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见到萧炎如此态度，白雪原本还有些忐忑的心情忽然就镇定了下来。看主人如今的心情，看来晋升8阶魔兽的事情更稳了。只是他如此恭敬，却是另一旁的美杜莎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越发的凝重。先前白雪因为小医仙的原因，曾经出手拯救过一次蛇人族，也正是因为那一次，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位7阶层次的魔兽，也就是斗宗层次的高手。而如今，这位在斗宗强者当中都堪称强大的强者，竟然对萧炎如此的恭敬。看来，这位萧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比起他们几人，小医仙虽然也有些吃惊白雪的态度，但很快便是反应过来，继续介绍了起来。萧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一劫金兰的大姐，是我平生难得见到的一位知己。当然了，她不光是我的大姐，还是蛇人族的女王陛下，她就是美杜莎女王。小医仙冲着萧炎俏皮的笑了笑，而萧炎在这一刻也是望着面前这个绝代风华的美人伸出了手，眼中带着一丝古怪与一种更为特殊的情绪。女王陛下，久仰大名。萧炎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蛇人族做客。美杜莎也伸出了柔弱无骨的修长玉手。她虽然以冷艳孤傲闻名西北大陆，可面对萧炎也多少要给一些面子，毕竟后者现在可是西北大陆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未来前途更是不可限量。萧炎先生，听到这个称呼，萧炎嘴角勾起一抹古怪的笑容。前世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自己。看样子，实力的快速增长的确是可以带来种种的好处。手掌与那柔嫩玉手轻轻一握之后，萧炎却是没有过多停留，毕竟是自己的老婆，将来有的是亲热的机会，不急这么一会儿。不过萧炎心中有着如此想法，那美杜莎却是不这么想了。虽然萧炎并未表现出太多对她美貌的觊觎，但他却是从萧炎的眼神的当中看到了一些更为特殊的味道。这种眼神，他通常都是在那些蛇人族老年人夫妇那里看到的，这种老夫老妻一般的眼神，着实是令他感到有些诧异。这个家伙有些古怪，还得让仙妹小心一些才好。美杜莎心中想着，要是旁人敢用这种眼神看他，他早就一剑砍过去了。不过萧炎毕竟不是常人，首先他的实力应当比自己更加强大，其背景更是堪称恐怖。其次，他还是小医仙的小男友。想起萧炎最近在大陆上闯下的偌大名声，美杜莎还是暂时选择了沉默。天空之上，小医仙望着这一幕，也是眼神有些古怪。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又介绍了一下月妹和花蛇儿。萧炎依次跟他们握手，倒是令两人有些受宠若惊。看着他们这副样子，萧炎心中更有一种奇妙感觉。跟众人算是认识了之后，这才将身后的紫妍给拉了出来。这是我妹妹，名叫紫妍，你们可不要看她这么可爱，她的本体可是一头了不得的魔兽，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听到萧炎的话之后，众人这才将诧异的目光看向了萧炎身边的紫妍。事实上，这女孩一出现的那一刻，便是已经令他们十分的好奇。一来是紫妍这般年纪，便是有着斗气双翼，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二来便是她的模样实在是太过可爱，即便是以冷漠杀伐闻名的美杜莎，看到她都是忍不住想要揉捏一番。哼哼，对于众女的注视，紫妍没有丝毫的胆怯，反倒是主动透了过去。女王姐姐，你们蛇人族有没有什么特色美食啊？紫妍一开口，便是令几女都笑了。虽然这位小女孩的实力或许很恐怖，不过她还是很可爱的嘛。这副模样令几人更是忍不住心生疼爱。你这是从哪里找的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小医仙都是忍不住笑了。两位既然来到我蛇人族做客，那美食的确是不能少了的。美杜莎此刻也是脸色柔和，忍不住轻笑几声。走吧，既然来了，那我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下你们。美杜莎说完，便是摇晃着那妖娆魅惑的淡紫色蛇尾，朝着蛇人族王宫的方向飞去。望着那一抹摇曳的蛇尾，萧炎忽然感觉小腹隐隐有着些许的火焰升腾，
自己前世太过注重修行，倒是忘了蛇尾状态的美杜莎也是可以。他心中正如此想着，一只修长如玉的手掌便是忽然捏住了他腰间的软肉。你个坏家伙在胡思乱想什么呢？难道你真的敢对我大姐动心思？小医仙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萧炎，他对这侧胚子还是颇为了解的，也深知美杜莎女王对于男人有着怎样的诱惑。萧炎回过头，看到小医仙那瞪着自己的美眸，却是嘿嘿一笑。怎么了？我要是对她动了坏心思，你会怎么样？你还是先不要担心你这个大姐了，还是先小心一下你自己吧。一边说着，萧炎还将目光在她修长曼妙的身材上扫了几眼。你这个坏东西！未经人事的小医仙哪里受得了萧炎如此调笑，当下便是脸红了起来。见他如此，萧炎反倒是变本加厉，趁着前面几人不注意，狠狠在他玉脸上亲了一口，让小医仙脸蛋更加红润。你坏死了，我不理你了。小医仙有些羞涩地撇过头去，萧炎却是不理会他，霸道地握着他的手掌朝着前方飞去。他忽然发现这个女孩原来还这么有意思，让人很想好好欺负一下。两人一路打打闹闹，令几名蛇人族强者都是感到诧异。小医仙平日里虽然是一副好脾气的模样，可何时露出过这般的小女儿姿态？而这位传说中的绝世天才萧炎，原来也是一个正常男子，也会跟自己的女友扯东扯西。唯有紫妍看着萧炎这副模样，不由得老气横秋的摇了摇头。哎，又看着这家伙祸害了一个，不对，是两个。紫妍眼神怜悯的看着美杜莎，她好吃是不假，可也没有这么不堪，更多的还是喜欢吃一些天才地宝。之所以一路走来一副软萌吃货的模样，主要还是因为为了帮助萧炎达成他的目的。为了化形丹，他出卖了太多的良心，当然那些美食的确很好吃。很快众人便是来到了蛇人族的王城。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当萧炎走进王宫之后，却是如此的轻车熟路，无需任何人带路，便是来到了王宫的待客大殿。这种感觉简直是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萧炎当然十分适应这种环境，这是他老婆的娘家，他能不适应吗？蛇人族王城在斗气大陆的几次重建，基本上都是以现在形态所改善的，区别最多也就是扩大了10倍100倍。直到后面去了大千世界，才被蛇人族长老提议重新设计。可是女王宫却依旧与现在差距不大。用彩铃的话说，这是一个回忆的地方。所以面对众人那古怪的眼神，萧炎依旧是我行我素的走了进去。待到几人落座，月妹和花蛇儿才在美杜莎的示意之下自行退去，顺手的吩咐下属将蛇人族最具特色的众多美食全部呈上。然后众人才进入了闲聊阶段。这种闲聊很快就进入到了政治层面，而直到这一刻，美杜莎终于就联盟问题提出了一些暗示。她虽然冷艳孤傲，但她从来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她还是蛇人族的领袖。一旦将来萧炎以加玛帝国为核心，成立一个巨大无比的联盟，那这个联盟便会拥有极为可怕的力量。别的不说，单单萧炎现在展现出的个人实力和实力便是无比可怕。倘若蛇人族与这种力量交锋，那下场无疑会是十分凄惨的。既然无法对抗，那加入自然是很好的方法。不过一旦加入其中，蛇人族在这个联盟当中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角色，能够分到怎样的利益，是炮灰还是管理者，都是涉及到整个族群的利益。他也不想表现得这般重视利益，可他也没有办法，身为这个族群的领袖，他别无选择。然而对于他的种种叙述，萧炎却只是笑而不语，令美杜莎心中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压力。这个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美杜莎有些疑惑萧炎的做法，同时心里也是隐隐有些紧张。但是当他看到一旁给萧炎夹菜的小医仙之后，心中还是抱着几分的期待。看在我这义妹的面子上，这萧炎总不至于对我蛇人族太过心狠吧？萧炎当然不会心狠，他只会心疼。看着面前这个向来高冷孤傲的女人，为了自己的族群不惜浪费口舌与自己商谈，他心中只是心疼自己的媳妇儿。众多红颜当中，似乎只有小医仙没有势力的纠缠，其他人无论是轩儿、亚飞、云云，还是面前的彩铃，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势力所捆绑。他们得力于这些势力家族，可关键时刻也要为族群势力做出牺牲。女王不必再说了，只要你们蛇人族愿意加入我即将建立的联盟就够了。这是我提前写好的一份关于蛇人族加入联盟之后可以得到的待遇与条件，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上面的协议来办。萧炎打断了美杜莎的话语，在后者那美艳脸庞略带紧张的目光当中，将一张金纸递给了美杜莎。这一刻，整个大殿都是一阵寂静，只剩下紫妍大口干饭的声音。就算是小医仙，此刻也终于是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与美杜莎的关系的确亲如姐妹，可那什么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联盟，却是萧炎即将耗费心血才能组织起来的东西。他不想让自己的好姐妹难过，但同样不想因此让萧炎为难。于是乎，在3道截然不同的目光当中，
美杜莎缓缓地打开了那一对折叠的金纸，入眼的金色文字令她身体骤然僵硬了起来。大姐，怎么了？这家伙不会是太苛刻了吧？见到自己义结金兰的大姐如今这副模样，小医仙终于是有些担忧了。她目光看向萧炎，却是看到萧炎同样笑盈盈地看着自己。顿时，小医仙什么都不说了。她很理解萧炎，知道这个目光是什么意思。果然，片刻之后，美杜莎那一张惊艳绝伦的俏脸，此刻也是有些茫然和呆滞的抬起头看着萧炎。萧炎先生，这些条件都是真的吗？美杜莎的声音都隐隐有了一丝颤抖。她实在想不明白，萧炎为什么给自己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条件一，割出原木兰帝国南部的木兰大草原，原落雁帝国西南的2大行省，作为蛇人族新的一部分领地。条件二，给予蛇人族大量的丹药援助，其援助内容主要为6品破宗丹2枚，6品黄级丹5枚，6品斗灵丹10枚，并且承诺将来会有一支炼药师队伍会入驻蛇人族王城，该炼药师队伍的首领品级不会低于6品。条件三，给予美杜莎女王联盟副盟主的位置，主管联盟未来的种种事务，具体情况可由她自己商议。3个条件随便一个丢出来，都足以令蛇人族的实力和潜力翻倍，甚至有着更多的好处。这种事情是很多蛇人族的先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木兰大草原，那是一片何等丰美的草地，可以养活现在蛇人族3倍甚至更多的人口。10几枚6品丹药，还都是可以提升实力的。联盟的副盟主，权力可以自己随便提。他怎么不把这个联盟直接送给自己得了？看到美杜莎激动的声音都略带颤抖，萧炎终于是咧嘴笑了。前世的时候，自己可从来没机会见到他正经情况下如此激动，就算是颤抖的声音，也只是在那啥的时候听到过。这一世能够见到他如此的激动，以至于有些失声，萧炎内心成就感其实挺足的。别的不说，就为了媳妇儿现在这激动的有些失态的模样，就值了。至于联盟的什么狗屁地盘、权力，那根本就不是萧炎在意的东西。前世自己成立联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萧家。事实上这一世，萧炎根本就没有必要成立联盟。之所以这么干，等要老姨复活，萧家就可以搬到星陨阁了，谁都动不了他们。等自己成帝了，萧家就是新的帝族，用不了多久，即便是自己不出手，萧家依旧可以慢慢超越远古8族。之所以成立联盟，不就是为了让这几个女人身后的势力，尤其是蛇人族有个更好的环境，让自己的老婆们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吗？至于权力，不好意思，联盟也好，天府联盟也罢，甚至是后来的无尽火域，内政都不是他萧炎管着的。管杀不管埋，向来是他炎帝大人的优良作风。联盟从始至终，话事人就是面前这个激动的有些失态的绝色美人。给点好处算什么？咱老萧就是疼媳妇儿。女王陛下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此事就这么定了吧。萧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欣赏着老婆失态的模样。若是如此，那我要代替蛇人族的历代祖先感谢萧炎盟主了。美杜莎忽然站起身，对着萧炎抱拳一拜。她的确高冷，但情商其实一点也不低。盟主对于我蛇人族的恩情，我实在是无以为报。今后若是盟主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定会全力报答，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萧炎为什么要对蛇人族这么好，但毋庸置疑的是，萧炎提出的条件对于蛇人族的影响真的很大，大到他这个族长可以以命报答。不过萧炎的下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破防了。哼，以命相报就算了，若是以身相许的话，我倒是挺有兴趣的。萧炎话音落下，整座大厅便是已经陷入了短暂的寂静。美杜莎脸色僵硬，原本带着的几分热情多了，渐渐有些冷淡。一旁的小医仙瞪大了美眸，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炎。他不是不知道萧炎也有着其他的红颜知己，他也做好了包容这些的准备，只要大家今后能够和平相处，也未尝不可。但他还是想不到，这狗东西真的把主意打在自己大姐的头上了。有打算就有打算吧，你这家伙也不能如此的直接吧。现场当中，唯有紫妍依旧埋头干饭，对于发生的事情丝毫不理会。他早就知道了萧炎的心思，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见到气氛忽然变得如此的僵硬，萧炎这才哈哈一笑，打破了大厅当中的寂静。我只是开个玩笑，女王陛下不要误会。听到这句话之后，美杜莎那略微僵硬的身体这才恢复了正常。只是想起方才萧炎说的那些话之后，他俏脸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红晕。没想到这倒是个颇为不正经的家伙。美杜莎狭长美眸看了一眼萧炎，为了蛇人族的利益，他的确愿意做很多事情，但萧炎说的要求却是有些过分了一些。不过已经很多年没人敢跟他这样说话了，但是想到萧炎的身份和实力，他便是有些释然了。这毕竟是一位可以击杀斗宗的强者，而且还年轻的有些过分。这样的年轻人，说他将来能够站到斗气大陆的巅峰，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哼，
盟主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别的不说，我义妹就在你的身边，你竟然就敢说出这种话，难道就不怕我这义妹偷偷给你下毒吗？美杜莎笑着开玩笑道，小医仙的一手毒术绝对是出神入化的，比起他的本命蛇毒丝毫不逊色，若是有心算无心，想要干掉一位斗皇强者都没有多大的困难。然而对于美杜莎的笑话，萧炎却是不以为意的摇了摇头，反倒是轻轻握住了身边小医仙的修长玉手，轻轻摩挲着，感受着那细腻的手感。不会的，他对任何人下毒都不会对我下毒的。萧炎的声音温和，但却有着一种莫名的力量。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小医仙的眼睛一下子就有些微微泛红了，不过他还是压制住了美眸当中的水雾，轻轻哼了一声：“那可不一定哦，你要是敢对我大姐图谋不轨，我就喂你吃一碗的毒药。”他这副表情丝毫没有恐吓到萧炎，反倒是令他感到有些可爱，当下不由得揉了揉他的脑袋：“你做的饭，就算是毒药我也要吃的。”小医仙彻底没脾气了，顿时脸色微红的倚在了他身边，那副含情脉脉的模样让美杜莎都有些目瞪口呆。嘿嘿，看着小医仙如此，萧炎也只心中升起一些好笑，自己对这丫头的心思了如指掌，想要拿捏她还不容易。给小医仙一顿甜言蜜语的蛊惑之后，萧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美杜莎，只是这一刻他的神色却是难得的有些严肃，甚至比之前商谈联盟的时候要严肃得多，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才是关系到自己老婆的大事。女王，我之前所说的那些条件，其实都只是关于联盟对于蛇人族的一些待遇而已，这些都只是外物罢了。萧炎开口说着，房间当中的所有人都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之严肃，当下都是不由得将目光看向萧炎，就连紫妍在这一刻都是不由得将小脸从饭盆里拔了出来。见到萧炎这副严肃的神情，美杜莎的心中忽然多出了几分莫名的紧张之感，她忽然隐隐感觉到萧炎接下来所说的事情似乎会影响到自己的命运。萧炎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便是。美杜莎神色郑重，一张魅惑众生的脸庞之上终于是有了那种女王所独有的风范。其实事情也很简单。萧炎看着他，虽然依旧有些严肃，但却已经恢复了几分笑容。等我炎盟成立之后，将来其中的斗宗强者甚至是七品炼药师的数量都是不会太少的，甚至于用不了多久，我还会安排几个斗尊级别的强者坐镇炎盟。萧炎开口道，如今白寒白雪只差一步就可以迈入八阶魔兽的行列了，而他在复活完药老之后，很快就该复活天火尊者了。仅仅这么一算，炎盟便是有着3位斗尊级别的战力了。只是他这么一说，美杜莎就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早知道萧炎实力很强，背后背景更是可怕，可是当他听到萧炎能请来几位斗尊强者的时候，他还是不由得感慨萧炎的可怕。斗尊强者啊，在如今的西北大陆，那就是最为巅峰的存在了。不过很快，他便是意识到了萧炎话语当中暗含的意思。虽然美杜莎的血脉令他实力比寻常斗皇巅峰还要强不少，甚至可以与初入斗宗的强者周旋，可他终究只是一个斗皇巅峰罢了。在未来，有着众多斗宗强者甚至斗尊强者坐镇的炎盟，哪怕是真的拥有了斗宗实力又如何？如果萧炎将副盟主的位置给他，他能够镇得住吗？想到这里，他以为自己已经领会了萧炎的意思，当下便是说道：“盟主能够给予我蛇人族如此丰厚的条件，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至于这副盟主的位置，我完全可以不要。”美杜莎轻声说着，她是个性格强势的女人，理论上自然是想要在炎盟占据更高的位置，为自己的族群谋取更多的好处。可他心中也清楚，他斗皇巅峰的实力在未来的炎盟是镇不住太多的高手的，没有足够的实力强行占据高位，只会让自己和族群身处险境。毕竟他们可以在炎盟拥有的，都只不过是萧炎随意的赏赐罢了。一旦哪一天萧炎不想帮助蛇人族了，那蛇人族就会陷入极为可怕的危机当中。望着美杜莎这般模样，萧炎心中却是更加有些心疼。自己这一世是重生开挂了，可媳妇可没有啊。他现在为了自己的族群，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想到这里，萧炎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助你突破到斗宗。”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身体再度微微一僵，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感激，但是良久之后，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盟主如此善待我，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只可惜，我蛇人族受限于血脉秘法的原因，想要突破斗宗，实在是比普通人类要难上10倍不止。”说到这里，他嘴角也是露出了几分苦涩。蛇人族与人类不同，他们在出生之后的不久就会被用秘法将一条蛇形魔兽的灵魂灌注进入身体之中。这种作为半生灵魂的蛇形魔兽会在年龄和实力的提升当中与他们渐渐融合。完全融合之后，不但可以作为底牌在战斗的时候使用，平时也会对修炼大有好处。可这样做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他们的修炼会宛如远古八族那般，
实力在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原本的半生灵魂的魔兽血脉将不再是优势，而是成了限制他们突破的屏障。半生蛇魂的血脉等级不突破的话，那他们的实力提升将变得无比艰难。同样是破宗丹，或许人类吃个1-2颗就能够突破到斗宗，但是蛇人族却是另有说法。另外，就算是侥幸突破到了斗宗，其修行速度依旧会受到血脉瓶颈的限制，得益于血脉，也受困于血脉。我可怜的老婆，看着她这副黯然的样子，萧炎心中更是有些怜惜了。前世的时候，这女人跟自己的关系一开始并不算好，甚至说是有些因恨生爱也不为过。可无论如何，她给自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自己不在的日子里，维持了整个联盟的运转，撑起了责任。之后的无数年里，两人的感情早已随着岁月越发的沉淀深厚，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所以，如果我能够帮助你的血脉进化，你不就可以顺利达到斗宗，甚至走得更远了吗？萧炎忽然笑着开口道。话音落下的那一刻，美杜莎骤然抬头，一双美眸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对他而言，突破血脉可比突破斗宗要更加困难。血脉这种天生地长的可怕桎梏，没有大造化大机缘是很难突破的，而且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更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如果萧炎能够帮助他突破到血脉的桎梏，让他的半生灵魂进化得更加强大，那与之相比，萧炎之前所赋予蛇人族的一切其实并不算很多。因为一旦他的半生灵魂得到蜕变，那他的实力也会跟随着突飞猛进，最后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在西北大陆也足以排得上号的强者。这就是血脉蜕变所带来的可怕增幅。可同样的，正是因为血脉蜕变如此的强大，其难度才是无比的可怕。就算是斗宗斗尊，甚至是传说中的斗圣，都未必有什么好的办法。他吃惊于萧炎为什么会有如此手段，也同样为对方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缘而感到诧异。到了这一步，这家伙总不可能全是因为小医仙的原因吧？难不成这家伙真的对自己有什么企图不成？想到这里，他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一抹红晕。若真是如此的话，别的不说，这小子为了泡妞倒是真够下本钱的。在他心中有着各种想法的时候，萧炎却是再度开口了。听说女王如今的半生灵魂是一种6阶层次的魔兽紫幽岩蛇，这种魔兽虽然仅仅只是6阶魔兽，但体内却是蕴含着一丝上古异兽七彩吞天蟒的血脉。萧炎看着表情越发精彩的美杜莎，越发的觉得重生这个外挂实在是太爽了。现在的美杜莎活脱脱像是个被自己忽悠的有些转不过头脑来的小女孩，完全不复前世时对自己那种傲视的态度。如此表情让萧炎越发的感到太有意思了。于是乎，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终于是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女王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帮助你觉醒这一丝血脉，让你的半生魔兽进化为七彩吞天蟒。这话落下的时候，小医仙和紫妍还有些茫然，但是美杜莎的表情已经是变得无比的精彩。七彩吞天蟒作为远古异种，在如今的斗气大陆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即便是小医仙和紫妍都是未曾听说过这种超级魔兽的名字。但他身为蛇人族的族长，在蛇人族这个与蛇类相伴为生的族群当中，他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七彩吞天蟒的名字？那可是成长到巅峰，足以与斗圣强者并列的超级魔兽啊！论起强大程度，可是丝毫不弱于紫妍的太虚古龙。当然，这个太虚古龙一族的王者，还是需要更高一级的九彩吞天蟒才能媲美。饶是如此，也足以令人无比激动了。蛇人族强者的实力跟半生灵魂的关系实在是太大。如果他的半生灵魂拥有了成为斗圣的潜力，便是意味着他本人将来也有机会触碰到那个斗气大陆的巅峰层次。看着他这副表情，萧炎无奈的摇头笑了笑，最后才神色严肃的说了起来：我手中的确有着一种可以帮助你觉醒七彩吞天蟒血脉的法门，但修炼过程实在太过痛苦，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萧炎声音带着几分郑重。血脉蜕变乃是夺天地之机缘的大造化，除非是天生拥有，否则想要激活血脉返祖，即便是这一世不需要异火这种极为危险的东西帮助，可一样会十分痛苦。对于异火觉醒那种近乎玩命蜕变方法，萧炎实在是不愿意让老婆再经历一次了。上一世是侥幸，万一这一世失败了呢？而且萧炎手里明明有着更好的方法。当然，即便是这方法再好，这蜕变的过程依旧会十分的痛苦。不过萧炎丝毫不怀疑，就算自己不拿出这方法，他也会到处寻找成功蜕变的方式。以他的执拗与偏执，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个花瓶一般被男人养着的。他总会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哪怕前方是极为可怕的苦楚。这才是那个蛇人族至高无上的女王，她的温柔只有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边才会展现，面对大部分人，她所展现的只有冰冷与孤傲。果然，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迟疑，只是很快就对着萧炎抱拳：还请盟主传我这一法门，今日之恩，来日必然拼命报答。望着他这副坚定的神情，
萧炎最终也只能是无奈的叹了口气。也罢，待我收服一伙就来帮你。尽管知道了他一定会如此选择，但是在见到美杜莎点头之后，萧炎还是不由得有些难受。重生之后，自己可以帮他很多，但是血脉进化的痛苦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哪怕是萧炎，也最多只能想些办法让这种痛苦减少一些。美杜莎听到这句话之后，非但没有任何的紧张，那狭长的美眸当中反倒是多出了几分野性的期待。不过在听到一伙二字之后，她的注意力这才从七彩吞天蟒的身上移开，继而多出了几分好奇与吃惊之色。异火可是这片天地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也是极为稀有的一种至宝。见到美杜莎这副吃惊的模样，一旁的小医仙倒是笑着开口解释道：“大姐，萧炎的修炼就是靠着各种异火才能够如此飞速的，这一点他早在青山镇的时候就略有知晓。”听到小医仙这么说，美杜莎这才忍不住的点了点头。难怪盟主能够在这般年纪修炼到这等修为，原来是借助异火的力量修炼，当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心中也是清楚，炼化异火对于修炼的确是大有裨益，可古往今来，能够降服异火之人能有几个？吞噬这等天地之物，每一步都是堪称九死一生。蛇人族另一种蜕变血脉的方法，便是借助异火的威能，只是那种危险程度，可以说比起吞噬异火来丝毫不弱。对于他的说法，萧炎只是微微一笑，心中却是不由得有些不满。都老夫老妻了，还叫什么盟主啊？过段时间就让你叫夫君。心中抱着这样的想法，几人简单的吃吃喝喝了一番，然后才在美杜莎的带领之下转了一圈蛇人族的王城。对于这个王城的布局，萧炎倒是熟悉得很，一直转到了天黑，这才走了回去。女王姐姐，你再带我玩一会儿吧。临走之际，紫妍却是忽然缠住了美杜莎，一双乌黑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她，令这位蛇人族女王顿时没有了脾气。因为种种原因，她对这个可爱的小丫头十分的喜爱，而且紫妍那刁蛮却机灵的性格更加符合她的胃口。贤妹，你先带盟主去找个大殿休息吧。美杜莎笑着看了一眼小医仙，然后便是被紫妍一路拉扯着离去了。月色渐渐升起，一轮高高的明月已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银白的轻纱。萧炎拉着小医仙的手，看着四周经过精心设计的莲花池长廊。对于这蛇人族王城，小医仙同样无比的熟悉，他那温和的性格和强大的实力，令蛇人族的一群首领很快就承认了他的地位，所以他在蛇人族的地位的确是很高。对于这些，小医仙却是懒得理会。他之所以愿意待在这蛇人王城，也只是因为与自己的女王大姐关系太好了罢了。你这家伙，不会真的对我大姐有非分之想吧？小医仙走在萧炎旁边，一双美眸盯着他，略带几分危险之意。对于美杜莎，萧炎倒是从来未曾掩饰太多的情感，虽然没有刻意承认，但是小医仙很明显看出来，萧炎对他和别的女人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萧炎是个正常的男人，是男人就会好色，但萧炎自然不是什么色中恶鬼。虽然大姐的美貌，就算是正人君子也会心动，但是从当年的接触来看，萧炎虽然心中肯定不止一人，却也并非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否则以他的天赋和实力，虽然年轻，可想要妻妾成群，实在是太容易了。怎么，你吃醋了？萧炎侧过头看了他一眼，笑着伸出手在他挺翘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不吃醋是假的，不过如果是我大姐的话，我倒不是不可以分一杯羹。小医仙脸色微红，说出来的话放在萧炎的耳中都是十分炸裂的。你们的姐妹感情已经深到了这种程度吗？萧炎都是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医仙，他明明记得前世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一见面就掐架的。不知道，不过我们两个一见面就有了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之后更是变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小医仙也有些惊讶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但是沉吟片刻之后，他也只能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大姐似乎跟你特别般配的模样。听到小医仙的话，萧炎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难不成他们也重生了不成？只是没有觉醒记忆。萧炎有点茫然，自己当初都做好了众女凑在一起有可能后宫起火的打算了，然而事情竟然出奇的顺利。目前来看，除了云云和美杜莎，其他人的进度都拉得很快。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萧炎轻咳两声，目光扫过小医仙的脸庞，却发现对方原本柔和的俏脸之上已经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容。狗东西，给你根杆子，你还真顺着往上爬。小医仙彻底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张牙舞爪地扑向萧炎。片刻后，他便是面色羞红的被萧炎拦腰抱起。嘿嘿，跟我斗，你还嫩了点。萧炎一笑，当即便是抱着小医仙朝着他的天毒殿走去。喂，这是我的寝殿啊，给你安排的寝殿在那边。直到萧炎走进这寝殿的那一刻，小医仙终于是发觉到了有些不对劲的地方。都走到这一步了，以后你的寝殿不就是我的寝殿了？萧炎笑着将他抱进房间，
然后又走进了有着淡淡药香和毒香的卧室。真香，就是有点上头。萧炎轻轻嗅了一口空气中的香气，体内一火涌动，将那侵入体内的毒气给瞬间蒸发。看样子，你对于恶难毒体的掌握和毒药的运用越发的熟练了。萧炎赞许的点了点头。这房间当中的毒药香气，就是一名斗灵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都要莫名其妙的嗝屁，斗王和斗皇待的时间太长了，都有可能融入体内。也就他实力不但超越了寻常斗宗，更是有着一火护体，这点毒气还远远伤不到他。提起恶难毒体，小医仙原本还有些抗拒萧炎的表情忽然微微一颤，有些担忧的看了一眼萧炎，发现对方没有丝毫的在意之后，才微微松了一口气。你敢对我不轨的话，我就毒死你！他恶狠狠地恐吓道，却发现萧炎听到这句话之后更兴奋了。青山镇一别分开了这么久，虽然看得出你的恶难毒体修炼的不错，不过我觉得还是担心你会修炼出一些问题。这样吧，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萧炎一边说着，一边就要上手帮小医仙脱衣服。你干什么？小医仙顿时警惕地缩到了床边，双手护胸，脸色羞红地看着萧炎。帮你检查一下身体啊？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是怕你修炼出了岔子。萧炎一边说着，一边坐在了床上。他虽然没有那般好色，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沾的圣人君子。重生以来这么久没有开荤了，在此刻这般情况下，自然是有些异动了。呸！你个色胚子，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小医仙更加警惕了，甚至主动拿起一旁的被子，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一样。我是为了你好啊。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便是凑到了小医仙身边，两人就这么四目相对，甚至能够感受到彼此温热的呼吸。仙儿，萧炎一开口，小医仙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油啊？小医仙可怜巴巴地看着萧炎。那你把被子打开，外面太冷了，我想进去暖和暖和。不要，宝宝，滚啊！你怎么这么油啊？小医仙有些破防了。对此，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谁规定斗帝强者就一定不能有了？自己平时的确不会这般，但现在也不是平时啊。如此拉锯了不知道多久之后，萧炎最终还是进入了那弥漫着淡淡体香的温热被窝，感受着小医仙那忽然紧绷起来的身体，萧炎却是忽然没有了方才升起的那淡淡的欲望，只是一脸温和地看着他。你说，我们到底更像朋友还是情侣呢？萧炎忽然开口问出这么一个问题，让小医仙微微一怔。情侣吧？他有些不肯定地看着萧炎，两人都走到这一步了，如果不算情侣的话，那他肯定第一个毒死这个渣男。是啊，这一世的确是成了情侣啊。萧炎望着那一张近在咫尺的脸庞，可是或许上一世，我们就是一对近在咫尺，却始终未曾走在一起的朋友啊。萧炎轻轻伸出手，摩挲着他如玉的俏脸。他的问题让小医仙再度微微一怔，脑海中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遇到萧炎的种种，原本有些抗拒的内心忽然多了几分悸动。然后他便是看到萧炎眼中所流出的那一抹怜爱。小医仙，无论是朋友还是情侣，现在你愿意把我们的感情再升华一下吗？这一刻似是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在心中酝酿，小医仙终于是轻轻点了点头，一行清泪不知何时落下。我愿意。很快萧炎就见到了熟悉但又陌生的恶难毒体。对于这种体质，他前世其实也见过几次了，但却始终未曾有机会好好研究一下探索一下，如今他的确是如愿以偿了。于是乎，萧炎抱着好奇求学的心情，有些激动地摸索起来。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如此。对于萧炎这种认真好学的态度，小医仙虽然感到有些不适，却也没有再拒绝，反倒是十分生疏地主动帮助萧炎整理工具。良久之后，在进行了充分的检查之后，萧炎这才轻轻点了点头。修炼得很不错，不过仅仅是这样，对于毒气的运转还是不够迅捷，我来给你扎几针穴位，这样可以刺激毒气运转得更加快速，还能将体内淤积的一些斑驳毒气释放出来。看着他这副一脸正经的样子，小医仙不知是该羞涩还是该气笑了，最后只能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一夜无眠，夜深人静，明月高悬，清冷的大地之上依旧是一层淡淡的月光笼罩，只是月色当中不知何时却是夹杂了一丝春色。前世的遗憾在这一夜被彻底的打破。另一边的蛇人族王宫深处，将紫妍哄得高高兴兴才离开的美杜莎，却是在此刻召集了蛇人族的众多长老。诸位，幽暗的大殿当中，美杜莎女王望着那一群目光灼灼看着自己的各大部落首领和长老们，掌心紫色流光闪过，一张金纸便是出现在了她的手中。这是萧炎开出来的条件，你们都看一下吧，相信你们是不会失望的。美杜莎手掌一挥，那黄金铸就的金纸便是落在了一位太上长老的手中。蛇人族明面上似乎仅仅只有2位斗皇强者，但这仅仅只是明面上而已。
事实上，历代部落首领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都会退回到长老院休养隐藏，以留出足够的位置磨砺很多新的首领。长老院才是蛇人族真正的底蕴。在这古老的长老院当中，足足有着4位斗皇强者和近10位斗王，这般势力才是蛇人族能够在几大帝国的夹杂当中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因为受限于血脉的原因导致很多长老都难以突破到斗宗的话，如今的蛇人族怕是会极为的可怕。不过，这长老院通常是不插手族群事务的，只有到了蛇人族生死存亡之际，长老院的这些老家伙才会出手。也就是说，即便是美杜莎女王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们出手。不过此刻，在关系到蛇人族未来的大计之上，除去极个别太过忙碌的部落首领和必死关的长老之外，其他人都是纷纷聚集于此。他们心中都是清楚，随着那个叫做萧炎的少年崛起，蛇人族的一侧马上就要有着一尊真正的庞然大物拔地而起了。这个庞然大物比蛇人族以往的所有邻居敌人都更加可怕，如果真的与这个势力成为敌对关系，那蛇人族就真的麻烦了。不过如今既然这个庞然大物的主人有意招揽蛇人族，那蛇人族其实也不想直接拒绝。一来是这个新的势力他们未必招惹得起，二是这个势力是一个联盟形式的组织，管理相对是比较宽松的，蛇人族加入其中未必会受到制约，反倒是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对于这个新的联盟，很多长老和首领都是十分的重视。不过在他们一个个传过手中那张金纸之后，他们的表情却是缓缓变得精彩起来。有些人神色凝重，有些人脸上露出狂喜之色，更有人当场一拍桌子叫好。良久之后，当所有人看完这张金纸之后，美杜莎这才红唇轻启，目光扫过众人问道：诸位，你们意下如何？女王，这炎盟盟主当真是够意思啊，竟然开出这般丰厚的条件。如此条件，我蛇人族自然是愿意加入的。许多较为浮躁的蛇人此刻已经是坐不住了。木兰帝国那片水草丰美的木兰大草原，那可是蛇人族羡慕已久的一块宝地，那片富饶的土地足以养活现在蛇人族2倍的人口。这些年来，单单是为了争夺这块土地，蛇人族都不知道与木兰帝国开战过多少次了，却始终未曾得偿所愿。可是如今只要加入炎盟，那炎盟便是会直接将这块土地送给蛇人族，天上掉馅饼的事也砸到我蛇人族的头上了。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还有落雁帝国的2大行省，还有那随意一颗都足以让他们眼馋无比的6品丹药，这些可都是能够直接提升实力的6品丹药啊，每一枚的价值都是何等的珍贵。而且还邀请女王陛下去担任副盟主，这不摆明了要让蛇人族成为炎盟的重要分子吗？女王，此事有些诡异，不可不防啊。在大部分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是有2名斗皇级别的长老微微眯着眼开口了。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萧炎跟我们并无恩怨，为何一开口就是如此丰厚的条件？要知道，加玛帝国周围比我们蛇人族更加适合做心腹盟友的势力可并不少，可这萧炎为何偏偏就要帮助我蛇人族？听到这2人的话语，原本还热闹的大殿忽然平静了许多。不过已经有着几个蛇人族首领涨红了脸庞，显然是被萧炎开出的条件狠狠打动了。不过大部分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还是忍不住皱着眉头沉思起来。美杜莎也是略微皱着黛眉，良久之后才说了一句话：萧炎与天毒王感情很好，会不会是因为这层关系的原因？他想了半天，也只能是想出这么一条蹩脚的理由。虽然蹩脚，但很多武力至上的蛇人族强者依旧小鸡啄米一般的点头附和。他们此刻早就上头了，恨不得立刻向萧炎俯首称臣。不是他们没有尊严，实在是萧炎给的太多了。哼，天毒王虽然是女王大人的结拜义妹，甚至差不多快要算是那萧炎的妻子了，不过这萧炎就算是爱屋及乌，也波及得太过广泛了吧？其中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双眼微微眯起道：那黑长老的意思是？美杜莎声音多了几分凝重。如果这个家伙的目标不是对我蛇人族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他的目标或许就只剩下一个人了，那就是女王陛下你自己啊。黑长老的话音落下，原本还兴高采烈的许多男性蛇人首领忽然脸色一变，顿时失去了方才的激动。试想一下，我蛇人族如今除了你这位美杜莎女王，还有什么能够打动那个绝世天才萧炎呢？他这般年纪就已经拥有击杀斗宗强者的实力，未来必然是无可限量的。我蛇人族有什么地方能够吸引到他，能够让他为我蛇人族开出如此丰厚的待遇？黑长老笑眯眯地说着，那些原本还十分激动的男性蛇人强者全都不说话了。美杜莎的容貌自然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都能够排到顶尖的，也是每个蛇人族男性首领最为仰慕的存在。他们每个人做梦都想成为女王的男人。此刻黑长老的一句话，直接是如同一桶凉水泼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原本对于萧炎的热烈好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狗日的原来是惦记我家女王啊！听到黑长老的话，
美杜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回想起萧炎之前说的那些话和那古怪的眼神，她心中不由得莫名一乱。难不成这家伙真的惦记自己不成？想到这里，看着黑长老那笑眯眯的脸庞和一群蛇人族强者注视，他脸上竟是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绯红。那我们蛇人族到底要不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联盟？美杜莎心中其实早有打算，可在被说破心事之后，竟然难得有些失神地问了一句：加入？当然是要加入的，如此丰厚的条件，就算是险境，我蛇人族都是难以拒绝。黑长老和其他几名斗皇长老都是开口了：长老，女王，咱们难道不再考虑一下吗？这下子，原本还向着联盟的一群男性蛇人首领，却是开始出言反对了。听到这些家伙的声音，黑长老却是忽然冷笑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在想什么，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算没有那个萧炎，你们这些家伙就能配得上女王陛下吗？说到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美杜莎和众人一眼。一切当以族群利益为重。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天际的时候，位于塔格尔沙漠边陲的一座城池当中，却是有着一道惊人的气息冲破天际，瞬间将整座城池的所有人都给惊醒。顿时，婴儿啼哭，老人慌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房间，呆呆地看着天空之上的那道身影。只见他原本略带苍老之意的身躯，已经是彻底地恢复了挺拔，一双寒冰凝聚成的羽翼在其背后肆意地挥舞着。昔日的低调冷厉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豪气干云的冲天之意。哈哈，我海波东终于是完全恢复实力了。海波东猖狂的笑声在墨城当中肆意回荡，感受着体内那如同江河一般汹涌奔腾的斗气，他只感觉心中一阵畅快。萧炎是吗？这个恩情老夫记下了，我这就回加玛帝都，带着米特尔家族的人加入联盟。海波东心中掠过这一丝念头，在空中再度哈哈大笑了2声，这才化作一道流光，彻底消失在天空之上。等到他离开之后，昔日那古图商店周围的几个邻居才目瞪口呆地走出门，看着那几乎被寒冰彻底冻住的商铺，彼此有些目瞪口呆。刚才那个声音怎么这么像海老爷子的？除了他还能有谁？那挥舞的斗气双翼一看就是冰属性斗气，现在这间商铺弥漫了这么多的寒冰，看来就是这老家伙了。没想到海老爷子竟然是个隐藏的斗皇强者。海波东，冰属性，怎么总感觉如此的熟悉呢？是他，曾经的加玛帝国10大强者冰皇海波东。良久之后，终于有一人瞪大了双眼，说出了一个名字。很快，整个墨城的所有人都是知晓了，这个曾经神秘古怪、喜欢描绘地图的老头子，竟然就是曾经的冰皇海波东。顿时，原本平静的墨城沸腾了。对于墨城的沸腾，身处蛇人族王城的萧炎自然是不知道的。此刻，他才刚刚睁开微微眯着的眼睛，望着倚在自己肩膀上的柔美容颜，嘴角挂着一抹温和的笑容。昨晚也不知怎么的，就这么冲动的把小医仙拿下了。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的遗憾，反倒是有着一种圆满的感触。这个前世跟着自己一路经历了各种生死苦难，却依旧残留着这么一丝距离的女孩，终于是在这一世把这最后一丝距离给抹去了。现在两人这才算是正式圆满，走过那一步，迈向更加长远。伴随着一声轻哼，小医仙缓缓睁开了一双空灵的美眸，俏脸之上还残留着一丝红晕。他盯着这个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的坏家伙，良久之后才有些哼唧道：你压到我头发了。嘿嘿。萧炎只是嘿嘿一笑，便是换了个角度继续抱着小医仙。媳妇儿真好看。听到他这不要脸的话，小医仙脸上红晕更加浓郁了几分。遇到你这家伙，真是我倒霉了。他有些羞恼地看着萧炎，萧炎却是丝毫不在意。有了前世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他脸皮早就不是上一世的那个少年心性了。虽然跟小医仙只是第一次真正的夫妻生活，可他倒是熟练得很，只是有些霸道地揽住那柔韧嫩滑的腰肢，目光灼灼地看着小医仙。你现在该叫我什么？小医仙不说话，只是脸更红了。叫什么？你说啊。萧炎却是一点都不脸红，只是坏坏地笑看着他，手掌却是有些不安分了。感受到这家伙又不老实了，小医仙终于是妥协了。夫君。宛如蚊子一般的声音从他口中轻轻传来，萧炎眉头一挑，贴得更近了。大点声，我没听清。夫君。萧炎眉头一挑，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良久之后，萧炎站在一旁，身上的衣物已经是重新穿戴好，小医仙也重新换上了一身素白的长裙，此刻正专心地帮萧炎整理衣物上的皱痕。今天再休息一天，明天陪我去收服一伙吧。萧炎享受着小医仙如同小媳妇一般的伺候，嘴角带着一抹笑容。好啊。小医仙没有丝毫的犹豫，只是专心地替萧炎整理衣衫，看着他这副人妻的模样，萧炎甚至隐隐有种再好好亲热一番的冲动。不过他终究没有这般无度，
只是笑着揽住小医仙那堪称极品的柳腰。被这家伙如此揽住，小医仙也并没有反抗，自己人都交给这个家伙了，哪里还在乎这个？他只是将脑袋倚在萧炎的肩膀上，感受着这片刻的温馨。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仅仅跟他站在一起，都会感到十分的快乐和满足。外界的所有烦恼，在与这个家伙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被自动屏蔽，内心会在一瞬间进入平静温馨的状态。不过这种平静与温馨，很快就被一道声音打破了。仙妹，你在屋子里吗？一道清冷当中带着几分御姐独有的酥麻的声音响起，令原本还宛如小猫一般倚在萧炎怀中的小医仙身体突兀的僵硬了起来。沉吟片刻之后，他才挣扎着从萧炎身上起来，轻声道：大姐，我在的。听到小医仙的回答，大门也是在这一刻骤然打开。妖娆魅惑的美杜莎女王很快便是摇曳着那淡紫色的魅惑蛇尾走了进来。她一双下长美眸似乎隐隐透露着几分疲惫，看样子不但一夜未睡，而且还心事重重的样子。否则一名斗皇强者熬个夜绝对不会有这么差的状态。不过当他走进房间看见萧炎和小医仙的那一刻，便是忍不住愣在了原地，尤其是看到两人身后那尚未整理的凌乱床榻之后，更是忍不住深吸一口气。不吸不要紧，这一吸更是闻到了一种古怪的味道。你们！美杜莎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医仙，很快脸上便是露出了一抹红晕。小医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看到那凌乱的床榻之后，也是瞬间脸色变得通红起来。萧炎不但没有脸红，反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两个老婆，真有意思。他心中想着，这才笑着将目光看向美杜莎。女王，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终于是从方才的震撼当中回过神来。她有些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小医仙，然后才从方才的震惊当中回过神来。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族昨晚通过了集体会议，已经完全确定了加入联盟的事情。美杜莎终究是蛇人族的女王，很快便是恢复了以往的从容。本来打算带着仙妹一起跟你说一下这件事的，没想到你们竟然在一起。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美杜莎微微一笑，美丽脸蛋上倒是带着几分客气。说完之后，她便是很快退出了房间，识趣的将空间留给萧炎和小医仙。当房间大门关山的那一刻，小医仙却是再也忍不住了，他恶狠狠地掐了萧炎一把，美眸当中满是羞耻。方才那一幕简直是令他尴尬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萧炎倒是皮糙肉厚，只是任由他掐着，嘴角倒是带着几分笑意。另外的一边，美杜莎在关上大门之后，脸上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一张绝美脸蛋上除了红润之外，同样有着一些尴尬。她修长玉手轻轻捂住胸口，感受着那加速跳动的心脏，不由得叹了口气。仙妹这个家伙，她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脑海中却是不由得想起自己昨晚苦思一夜的事情。这个家伙既然都跟仙妹走到这一步了，那便是不要再打老娘的主意的好。他若是敢辜负了小医仙，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修长魅惑的紫色蛇尾游走在地上，美杜莎却是再度叹息一声。她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让她如此为难的问题了。这个萧炎无论是任何方面都是强的可怕，甚至自己就是打也打不过他。如果这个家伙真的对我打起了主意，美杜莎想起那张有着异样味道的房间，一双狭长美眸当中再度流露出一抹烦恼。为了族群，他脑海中再度想起了昨夜黑长老说的话，最终无奈的苦笑一声。比起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倒是不如打打杀杀来的痛快。小医仙的脾气向来是温和灵巧的，经过了片刻的尴尬之后，很快便是恢复了以往那副空灵的模样。只是偶尔见到萧炎的时候，美眸当中除了几分羞涩之外，还是多了一些温柔的依赖。对于他这新婚少妇一般的模样，萧炎也只是看在眼里，时不时的给予他一些回应。他明白，到此为止，这个陪他出生入死过的女孩，已经算是他真正的女人了。至此，他前世最大的一个遗憾算是初步完成了。两人就这般带着紫妍又在蛇人族王城玩了一天的时间，却是令小紫妍多出来几分不满。不是，你俩在这儿溜小孩呢？看着那宛如新婚夫妻一般的两个家伙，紫妍气呼呼地抱着双臂。这两个家伙明显是把自己当闺女养着了，溜来溜去的。对于他的不满，萧炎只是随意地掏出来一枚药草，便是令紫妍服气了。化形草！紫妍一双眼睛在那一刻都是瞪得溜圆。乖乖跟着就是了，不要有太多意见。萧炎看了一眼紫妍，紫妍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态度，乖巧地跟在两人的屁股后面，鞍前马后。如此悠闲的过去一天之后，萧炎终于是在第二天带着小医仙一同前往了青莲地心火所在的方向。至于紫妍，却是被无情地丢在了蛇人族王城。老子吞了青莲地心火之后，还要感谢你这个小屁孩不能看的事呢，你跟着干什么？萧炎心中暗自想着，却是带着满脸好奇的小医仙一路前行。对于青莲地心火，
这个自己前世的第一道本源异火，萧炎可谓是无比的熟悉，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便是来到了石墨城远处的拿出熟悉沙漠当中。一来到此地，萧炎和小医仙便是感到了周围的火属性能量似乎狂暴了几分一般。只是比起小医仙，萧炎更是能够捕捉到那火属性能量当中所夹杂着的一种极为稀薄的熟悉感觉。看样子，这一世青莲地心火倒是没有被人提前劫走。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雄魂灵力几乎是在片刻化作一道大手，直接将那沙漠之下的通道给打开。走吧，你不是一直很想看真正的异火吗？我带你去看看。萧炎笑着拉着小医仙的手，便是往下走了过去。闻言，小医仙也是微微点了点头，乖巧的跟在萧炎的身后。他虽然见识过萧炎的异火，可那却是被炼化之后的异火，至于那种天生地长的原始形态的异火，他还是一直没有见过，因此也是颇为的好奇。只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那走在前面的萧炎嘴角却是带着一抹淡淡的坏笑。依旧是那熟悉的洞口，熟悉的地道，只是这一次却是没有了青灵和墨铁佣兵团的跟随，有的只是萧炎和小医仙两人。这处隧道颇为紧窄，而且坡度极大，前世的萧炎可是抱着青灵一路下滑了好久才到。不过如今的萧炎早已不是前世，以他如今的实力，操纵空间都是轻而易举，而小医仙的实力也早已达到斗王巅峰，狱卒之下斗气翻滚，便是可以轻松的抵御那可怕的引力。两人就这般一路前行，闲庭信步的模样仿佛真的散步一般。穿过这条陡峭的隧道之后，便是一道道深邃莫测的岩洞。对于这些个岩洞，萧炎依旧记得很清楚，当下便是拉着小医仙朝着其中一条隧道继续走去。到了此地，地底早已是漆黑一片，虽然两人的目力和灵魂力量都足以清晰地知晓此地的地形，不过萧炎还是搓出了一团火焰照亮周围。小医仙跟在他身后，一双美眸跳动着些许兴奋的光芒。人类对于未知总会带着一些恐惧的，哪怕是对于达到斗王层次的他而言，在这样一片未知的黑暗当中，也隐隐有些紧张。可越是紧张，才越能感受到萧炎在身边的那种安心感和舒适感，这种感觉已经变相的化作一种刺激，令他感到十分的有趣。不过随着两人不断的前进，他也终于察觉到此地的温度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不断的升高着。片刻之后，当两人走到这处通道的尽头，看到那映入眼帘的火红世界的那一刻，小医仙终于还是有些震撼的轻轻吸了一口热气。出来修行多年，虽然已经将修为提升到了斗王巅峰，但是对于这种大地深处的岩浆海洋，他倒还是头一次见。此地的温度已经是极高，即便是以他的修为，都是不由得被迫催动体内的毒斗气护在体表。相比起小医仙，萧炎则是感到畅快得多。如今他身具三道异火，身体也是日日夜夜用异火淬炼，对于火属性能量有着极为可怕的适应能力。毕竟身为火焰当中的君主，回到这片岩浆荡漾的海洋当中，对他而言简直就如同回家了一般。待会儿我们可是要前往这岩浆海洋的下方的，你怕不怕？萧炎扭过头笑，看着小医仙。跳到岩浆海洋里？小医仙也是微微错愕，不过很快便是释然了。的确，异火这种天地之间最为强大的火焰，恐怕也只有这无尽的岩浆海洋当中才能孕育出来吧。不过若是跳进这岩浆海洋的话，虽然他也清楚以自己如今的实力想要做到这一步并不难，不过未能尝试过的他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不过在感受到那道温暖有力的手掌之后，他也是不再太过紧张了，反倒是有些期待地看着萧炎道：现在就跳下去吗？两个人一起冒险，一起探寻，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再等等。萧炎轻轻摇了摇头，一道火焰突然从掌心脱落，朝着下方的岩浆迅速钻了过去。这是干什么？小医仙微微一怔，旋即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因为在这道火焰钻进岩浆海域之后不久，原本平静的岩浆海洋便是迅速沸腾了起来。很快，一声惊恐的嘶鸣响起，一头体长10多丈的庞然大物便是从这片岩浆海洋当中迅速腾出。它有着2只巨大的脑袋，通体赤红的鳞甲，模样颇为吓人，正是当初那头双头火灵蛇。如今青灵不在身边，可萧炎想要拿捏这头只有斗灵实力的双头火灵蛇，却是依旧无比轻松。只见他指尖微微跳动之间，一道绚丽的火焰却是在双头火灵蛇的身后紧跟不舍。见到那火焰追过来，双头火灵蛇一个机灵，便是再度朝着岸边游去。他自然是看到了岸上的2个人类，可是在比起身后的那团绚丽火焰，这2个人类的威胁应该是没这么大的，至少双头火灵蛇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毕竟那绚丽火焰一个触碰，就把他的尾巴烧成了一段虚无。然而当他奋力的快要上岸的那一刻，那一直笑眯眯的黑衣人类却是突兀的动手了。只见萧炎手掌一挥，一道水晶一般的灵魂印记便是直接飞出，一分为2，没有丝毫阻力的没入到了双头火灵蛇的2个头颅当中。2道魂印打入其中之后，
双头火灵蛇身体微微一颤，便是再也一动不动。片刻之后，当他再度恢复了活动之后，却是已经慢悠悠地游到了萧炎的面前，极为乖巧地将2个脑袋低了下来。这样的一幕，看得小医仙不由得有些目瞪口呆。他这2年实力提升的的确很快，可正是因此，见识还未曾来得及跟上，很多毒药和修炼之外的事情，他懂得并不多。他不知道这岩浆海洋当中竟然也能孕育出各种神奇的生物，也不知道萧炎到底是如何施展的这般手段。总之，今天的一切又让他有种长了见识的感觉。对于这头双头火灵蛇，萧炎其实也就是施展了一道魂印而已。他甚至没有将这魂印永久的烙印在这双头火灵蛇的脑海当中，无需像当初降服云山、白寒、白雪那般种下魂印之后再催动一番，让他们知道厉害。以他如今的灵魂力量，只需要在这魂印之上增添一些幻术，便是足以令这些家伙不知身在何处。萧炎虽然并不擅长幻术，但那是跟同一级的大佬级强者相比，以他如今的灵魂力量，有心算计之下，就算是斗尊强者都有可能找到，斗宗强者更是有可能永远陷入其中。当然，这需要萧炎精心安排，巧妙设计。至于斗宗之下的一群强者，那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只需一个灵魂冲击，令对方灵魂陷入短暂的迷茫，接下来的幻术便是足以令他们分不清现实与虚幻。这头双头火灵蛇便是被直接沦陷在了萧炎的幻术当中。此刻他早已将萧炎当做了自己的主人，无比的温顺。带我去找青莲地心火。萧炎拉着小医仙，一下子就跳到了双头火灵蛇的背上。双头火灵蛇乖巧地点了点2个脑袋，然后很快就扑棱钻入下方的岩浆当中。见到四周的岩浆涌来，小医仙脸色微变，连忙催动雄魂斗气护在体表。理论上讲，即便是大斗师强者的斗气铠甲都足以暂时抵挡岩浆了。当然，想要真正的在岩浆上游走，至少要有斗灵的修为才行。至于斗王强者，只要斗气足够消耗，其实已经可以在岩浆当中长时间活动了。当然，能活动多长时间，就要看他能够抵御多长时间了。除此之外，岩浆当中的温度和压力也是决定时长的关键因素。咕噜咕噜，雄魂的毒斗气护在体表，潜入岩浆当中的那一刻，小医仙便是见到了一片截然不同的赤红世界。四面八方只有无尽的赤红之色，除此之外便是只剩下岩浆翻腾和冒泡的声音。这里是真正的大地深处，充斥着神秘与未知，令小医仙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感到有着冒险的刺激。他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萧炎，却看到这家伙的体表正有着一层绚丽多彩的火焰薄膜流动。绚丽火焰流动之间，仿佛一层薄薄的火焰纱衣，极为好看与拉风。此刻，萧炎也正轻笑着看着他。臭屁的家伙！小医仙有些羡慕地看着萧炎。萧炎没有说话，只是握着他的手掌，一道火焰薄膜同样顺着他体表的斗气凝聚，最后凝聚成一道绚丽多彩的美丽长裙。这一下，小医仙瞬间心情大好，连带着抓着萧炎的手掌都是忍不住地握紧了几分。比起这件火焰纱衣，其实更令他开心的还是萧炎对他的关心。两人就这样在双头火灵蛇的背上你侬我侬的，也就是双头火灵蛇不懂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若是换作一头有智慧的魔兽，此刻怕是已经不满了。双头火灵蛇就这样一路下潜，直到附近的岩浆温度越来越高，压强也越来越大。到了此处，饶是小医仙都是不由得感到有些压力了。他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外界逐渐转化为青色的岩浆一眼，这才开口道：我们现在下潜的是不是有些深了？怎么害怕了？可见他这副略微有些忐忑的模样，萧炎忍不住呵呵一笑，然后便是直接将他抱在了怀里。下一刻，绚丽火焰光芒微微长动，顿时那种无形的压力便是直接消失，甚至于在这火焰的周围，那些岩浆都隐隐有着退避让开的迹象。三种异火融合之后，萧炎的地炎种子算是真正初步有了一丝地炎所具备的火焰君王的气息了，其中更是有着萧炎所领悟的火焰大道，对于天地之间一切火属性的生命甚至物体都隐隐有着影响。小医仙就这样静静倚在萧炎怀里，感受着此刻那种独属于两人的宁静与安全感。萧炎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他，下巴轻轻抵在他脑袋上，感受着这种恋爱的美妙。这一世，他倒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突破那层暧昧，让这种感情真正的转化为爱情。两人就这样坐在双头火灵蛇的背上，遨游在由暗红岩浆构成的海洋当中。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一缕深青色的光芒终于是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当中。紧接着，随着双头火灵蛇的游动，那青色光芒也是越发的明亮显眼。青色光芒笼罩在这片岩浆之中，两人定神看去，便是隐隐的看见，在那青色光芒之中，一朵青色的莲花正温婉而立。青莲地心火！在看到这一朵巨大深青色莲花的那一刻，萧炎嘴角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此刻在其怀中的小医仙也是不由得微微瞪大了眼睛，好奇地盯着这座巨大的莲花。
青莲地心火，萧炎前世所拥有的第一种异火，也是陪伴他最为长久的一种异火。位列异火榜第19名，生于大地深处，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融合、压缩、雕制，10年成灵，100年成形，1000年成莲。大成之时，其色偏青，莲心生一簇青火，其名为青莲火，也称青莲地心火。此火威力莫测，在临近火山地带之处，甚至能够引发火山喷发，形成大自然的毁灭力量。望着面前的巨大青色光团，萧炎眼中流露出一抹回味，当下便是拉着小医仙的手，从双头火灵蛇的背上跳了出来。到了这里，那双头火灵蛇已经是不敢再往前一步了。对于诞生于岩浆当中的生灵而言，异火就是他们眼中的神灵力量，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对此，萧炎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走到这里之后，他便是带着小医仙亲自走了过去。越发的靠近这座庞大青莲，周围的岩浆温度便是越发的高涨。可惜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这点温度实在是谈不上什么了。伴随着两人的身体骤然钻进青色莲花，如同前世的感知那般，青色莲花所处的青色光芒包裹之中，并没有那可怕的高温，反倒是温度并不算很高。当然，不算很高也是对于强者而言的，至少对于小医仙这种层次已经可以轻易的抵御，对于寻常普通人而言，或许依旧有些危险，但至少比起外界要好得多了。比起萧炎的熟悉和适应，小医仙此刻却是满脸好奇地打量着这里，一双美眸露出一抹惊艳的喜色。青色莲花分8叶，8扇青色的叶子，犹如是那最完美的青玉，浑然天成的一般完美，一眼看上去晶莹剔透，让得人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在这朵巨大青莲的下方，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细长根茎，足有10多米长，根茎之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触须，似乎在贪婪地吞噬着岩浆当中的火属性能量。这赫然就是一朵生长在岩浆当中的莲花，就是不知道这种天地奇物是否可以种植培育。小医仙有些好奇地看着，似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萧炎也是微微一笑，解释道：“你猜得不错，青莲地心火的确是可以人工培育的，不过这培育的方式却是十分的麻烦。对于青莲地心火的培育方式，他也是在后来成了斗圣甚至斗帝之后才有所了解。事实上，异火榜除了排名前3的火焰之外，其余火焰都是可以人为培养的。不过，越是排名靠前的火焰，培养难度越是高的离谱。比如排名第4、第5的金地焚天炎、生灵之焰，那都是早年被少年斗帝炼化，最终随着其主人成帝之时，沾染了一丝本源地气，才蜕变成了如今的样子。而在往后的几种异火，也都是只有斗圣强者，还得是颇为强大的斗圣耗费心血才能培育出来的，如炎族的八荒破灭焰便是其中的代表。当年的3000焰炎火，也是被太虚古龙一族的某位强大先辈发现，最后圈养在了其族内。与之相比，青莲地心火、火山石焰之流的火焰倒是相对比较好培育了，但也只是相对好培育。首先，能够塑造培养出异火的天地环境便是极为苛刻，哪怕是这些排名相对靠后的火焰，他们的成长环境也几乎只有斗圣以上的强者才能开辟。在之后，便是需要一丝真正的异火本源。这里的异火本源，不但要包含异火的本质力量，更是要具有那极为缥缈的一缕灵性，才能当作新的种子。然后便是需要至少斗尊以上的火属性修炼者，日夜不停地用精纯斗气慢慢刺激，既不能过激，也不能过温，如此辛苦培育数十上百年，方能真正成苗。成苗之后，还需要千百年的时间，不断地吞吸火属性能量，最后才能算是真正的培育出一朵真正的异火。按照这种方法，一株异火培育出来，怕是足以熬死一位正儿八经的斗尊强者了。而且这还仅仅只限于陨落星岩之后的异火，从第14的陨落星岩开始，便是需要真正的斗圣强者悉心照料上百年，才有可能真正培育出一道异火幼体。因此，培养异火代价极高，且消耗时间极长，中间若是出现岔子，更是容易前功尽弃。越往前的火焰，更是越难寻找到一缕真正的火种。所以目前而言，整个斗气大陆只有炎族拥有一套针对火山实验的成熟培养方案。当然，由于培养代价太大，这种异火在炎族当中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多也就那么4、5朵而已。当然，对于前世的萧炎而言，想要培养这些层次的异火，倒是并非难事了。前世他在建立了无尽火域之后，曾经与域外邪族的炎魔族大战一场，并且顺手从对方手中夺过一道炎魔大陆，用这座炎魔大陆，他倒是培养出了许多堪比异火的神奇火焰。只可惜那些火焰对于那时的他帮助已经很小了，大多都被赐予了无尽火域一些杰出的后辈或是有重大贡献之人。他简单的给小医仙解释了一番之后，才让小医仙暂时打消了培育青莲地心火的好奇。而这一刻，他也是终于将目光看向了那莲花中央的一座直径不过3尺的小小莲台。这座莲台前世也是随着他修行了很久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在陨落星岩的体内才被融化吸收，萧炎自然是无比的熟悉。
莲台通体如同碧玉，其上有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孔洞，孔洞当中一道道由金纯火属性能量凝聚的莲子正释放着点点荧光。当然，真正让萧炎将目光投过去的，还是那一道正在悄然位于莲台中央静静燃烧着的深青色火焰。这一次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一切都是这么的顺理成章。青莲地心火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里面，释放着独属于它的魅力。现在是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萧炎大步向前，没有丝毫的迟疑，手掌便是要朝着青莲地心火伸去。小心！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小医仙忍不住提醒道。看到萧炎有些古怪的回过头，这才忍不住吐了吐舌头道：书上不是都说异火威力极大，想要炼化需要做多种准备吗？见他这副模样，萧炎这才轻轻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必要。说罢，他手掌径直落入那一片青玉色的莲台，一把抓住了那位于青莲地心火中央的一团深青色岩浆。这就是青莲地心火的本源火种。现在这道前世让他九死一生的异火本源，却是被他无比轻松地抓在手中，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回来吧，我的朋友。萧炎微微张开嘴，径直将这一团深青色岩浆拍入口中。没有顷刻炼化。虽然他现在实力已经堪比斗宗，虽然他体内已经有了3种异火，但还不至于可以直接将青莲地心火的本源直接炼化。当然，如今的青莲地心火本源的确是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只能任由他轻松拿捏。帮我护法，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萧炎笑着看了一眼小医仙，闻言，小医仙也是收起了内心的震撼，乖巧的点了点头，然后便是俏脸严肃的站在萧炎身边，仿佛一个女骑士一般。看着他这副严肃的模样，萧炎却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嘴角笑容更加多了几分坏坏的意味。笑完之后，他便是不再多言，直接坐在了那一道莲台之上，闭眼炼化其青莲地心火来。3天后，当萧炎再度睁开双眼的那一刻，一道磅礴的气息也是骤然从他体内升腾而起。化天境巅峰。如今炼化青莲地心火对他更大的帮助之时，手段上的增加，至于本身的实力底蕴却是提升的有限。不过饶是如此，萧炎如今却是有了真正与斗尊强者硬碰硬的手段。在他睁开双眼的那一刻，4道颜色各异的火焰已经是在他的双目当中不停流转，仿佛轮回，看上去颇为的诡异。而此刻，小医仙也是感受到了身后的强大气息，心中有些惊讶这家伙实力的同时，也是忍不住惊喜的回过头。你突破了。小医仙有些雀跃的看着萧炎，萧炎也是微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很快，他的脸庞便是开始微微发红，最后甚至隐隐有些涨红了起来。萧炎，你怎么了？小医仙俏脸微变，有些担忧的看着萧炎。只是他一靠近，便是看到了一双略带血丝的炽热眸子。吞噬异火之后会出现一种可怕的副作用，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萧炎微微喘着粗气解释道。不好的后果，小医仙一下子就急了，不由担忧的看着他道，这种副作用要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他不相信萧炎没有这样的办法，这家伙可是炼化了不止一种异火了，一定有办法解决这种副作用的。办法的确是有，只不过萧炎张了张嘴，却没有开口。你这个家伙，真的是要急死我了。小医仙忍不住嗔怒的看了他一眼，却再度迎上了那双炽热的双眼。此刻那道双眼当中所蕴含的意味，他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前几天的夜里，这家伙的眼里就是这样的神色，而且这一次还多了一些坏坏的笑意。你个色胚子，把我带到这里来，原来早就有规划了。这一刻，小医仙终于是明白了这家伙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了。他的心中有些羞耻，也有些气愤，这狗东西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原来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当下他便是有些生气的想要离开，然而这时一双有力的手臂却是已经从身后抱住了他。你要是走了，我可就真有可能会被以后反噬了。萧炎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小医仙身体微微一颤，明知道这个狗东西没安好心，可内心的担忧还是让他不由得转过了身子。遇到你这个坏东西，真是我倒霉了。他俏脸羞红，一双美眸有些欲拒还迎地望着萧炎，虽然有着几分抗拒和不安，却更有着水波流转。他这副模样却是将那种原本的清纯味道直接酝酿出了一种可怕的魅惑。在这般魅惑面前，便是平常的萧炎都会有所心动，更何况是现在的确受到一些影响的萧炎。当下萧炎便是不再忍耐，径直将他直接抱起，一屁股坐在了那3尺莲台之上。结，无尽的岩浆世界深处忽然响起了某位炎帝邪恶的笑声，那明亮的深青色当中豁然多出了一抹春色。古老的岩浆世界深处一片寂静，只有源源不断的岩浆暗流缓缓涌动，偶尔有所动静，却是一头庞大的双头火灵蛇正呆呆地游走在岩浆深处的一处深青色光芒之外。
因为萧炎灵魂力量实在强过他太多的缘故，仅仅这一道魂印幻术，便是令双头火灵蛇至今未能恢复过来。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依旧是把萧炎当成了自己的主人。这种灵魂力量上完全形成碾压的幻术，如果多施展几次的话，那这双头蛇便是会彻底的迷失，就连记忆都会被篡改，最终认为萧炎就是他的主人。此刻，这头双头火灵蛇正在这朵庞大的青莲之外缓缓地游动着，四只蛇瞳正时不时好奇地盯着这朵庞大的青莲。自从主人他们进入其中之后，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这朵庞大的青莲便是忽然莫名其妙地微微震颤了起来。双头火灵蛇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出具一丝灵性的他知道，这朵青莲当中应该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忽然，原本轻轻颤动的青莲忽然加速了几分颤动，然后一道熟悉的尖叫便是骤然从青莲当中传来。这声音似哭似笑，又夹杂着些许的颤抖。双头火灵蛇这段时间已经听到了10几次了。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双头火灵蛇也不知道，它还是一头单纯的小蛇，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一次却是似乎有所不同，因为在这声高亢的尖叫之后，一道庞大的气息也是骤然从那庞大青莲当中骤然升起，紧接着便是一道更加可怕的气息冲天起。比起上一道气息，这一道则是更加的可怕，不但声势骇人，令周围的岩浆都翻滚，更是有着一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神秘气息隐隐飘散。在这气息之下，四周的岩浆都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纷纷避让开来，仿佛面对君主的臣民。双头火灵蛇不知道这是属于大道的气息，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一种至高法则，但是他很清楚，这道更加强大的气息是属于自己的主人的。良久之后，这道庞大的气息终于是缓缓收敛，最后没入到了青莲内部。这一次，青莲没有再轻轻震颤，双头火灵蛇也不知道过一会儿还会不会动弹了。不过他等了很久，这青莲也再没有颤动过，看来里面的运动似乎是停止了。此刻，青光缭绕的青莲内部，萧炎却是一脸神清气爽地站起身来，感受着体内更加澎湃了数倍不止的灵力。早在与小医仙双修之前，他便是提前吞服下了2枚在灵泉秘藏当中得到的魔核。如今4种异火在手，他炼化能量的速度再度暴涨，吞噬8阶魔核已经算不上多么吃力了，所以他也是不再犹豫，一鼓作气地吞下2枚8阶魔核，借着刚刚提上来的气势冲击通天境。不出所料，融合了4种异火之后，他的地眼种子威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混沌熔炉之下，2枚8阶魔核都是没有太大的反抗之力，很快便是被炼化成了源源不断的庞大能量，最后被转化成了庞大的灵力，帮助他突破通天境。而小医仙在这般庞大的能量帮助之下，也是顺势突破了那一层屏障，一举迈入斗皇层次。想到这里，萧炎也是忍不住笑着看向那躺在莲台之上的小医仙。此时此刻，突破到斗皇境界的小医仙却是疲倦地躺在莲台之上，脸上还有着尚未褪去的红晕。唉，似乎有点梦了。萧炎忽然有些不好意思了，自己借着这个异火的劲头，好像是累到小医仙了。不过也没办法，两人刚好都是遇到了突破的机会，若是不抓住这个机会，哪有这么容易双双突破？心中这般想着，萧炎随手取出一张黑袍，轻轻盖在小医仙微微颤抖的身躯上。我不要了。看到萧炎过来，小医仙下意识的想要躲避，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突破个斗皇竟然会这么疯狂。此刻他浑身上下都是在懒得动弹，似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完事儿了，你都突破了，肯定要好好休息一下。萧炎有些无奈的揉了揉小医仙的脑袋，后者也是这才反应过来，脸上红晕更浓，有些羞恼的看着萧炎。坏家伙，你这几天真是险些要了我的命。这话说的，我不都是为了帮助你突破到斗皇吗？你还怪上我了。萧炎一脸诚恳地说着，让小医仙更加羞恼，索性埋住脑袋不去看他。早在当日前来之前，萧炎便是将大地内经当中的一些信息传授给了小医仙。已经修炼了恶难毒经的小医仙是无法修行大地内经的主体功法的，但是一些双修的法门却是可以通用的，只是效果并没有修炼大地内经的功法那么强而已。这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功法与斗技一般，拿云岚宗的例子来讲，云岚宗的核心斗技肯定是与核心的功法相互配合，威力才能发挥到极致。但是没有核心功法，斗技照样可以发挥，只是威力差了一些而已。同理，萧炎传给亚飞的是大地内经的核心功法和法门，也就是配套的功法斗技，而今后传给小医仙等人的则是单纯的斗技。效果虽然弱上几分，可小医仙等人本身资质就并非常人，即便不双修，照样可以走得很远。传给他们这些法门，除了能适当的加快修炼速度之外，更多的还是增加一些夫妻之间的乐趣。至于融合异火的副作用，这一式炼化异火虽然同样会让萧炎感到有些难受，但对于已经掌握了火焰本源大道的他而言，也只是暂时有些难受而已。忍一忍其实是可以忍过去的，
当然，如果可以不忍，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前面2次融合海心宴和陨落心炎，萧炎都忍了，但是这一次他不用再忍了。爽！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后，小医仙才缓缓恢复了平静。清洗一番之后，两人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这才缓缓地准备离去。等一等！就在小医仙以为要离去之前，萧炎却是缓缓停下了脚步。你又要干什么？小医仙柳眉微皱，脚步不留痕迹地后退一步。傻媳妇，这青莲台可是极为珍贵的天材地宝，就算很多8品丹药的主材料都未必比得上它，你就这么扔了不成？萧炎轻轻敲了敲他的脑袋，小医仙这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当即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在他看到萧炎从那戒当中取出一大瓶水，将那莲台仔细清洗了一番之后，他的玉脸再度红了。萧炎倒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将那莲台之上的莲子一个个的取出，还随手掰开一枚丢入口中一半。挺好吃的，你尝尝。萧炎笑着将半枚莲子递给小医仙。地心火莲子也是一种颇为珍贵的宝贝，里面蕴含的火属性能量实在是太过精纯。它最大的功效不是增加斗气，而是可以精纯斗气，这一点对于很多斗皇斗宗都有用。有一种精炼斗气的7品丹药炼气丹，就是需要这火莲子作为主药材。我不吃。小医仙连忙摇头，脑海中又不由得想起了萧炎清洗莲台的那一幕。浪费啊！萧炎摇了摇头，随手将另一半火莲子丢入口中，还吧唧吧唧了2下。看着他这副模样，小医仙莫名其妙的双腿一颤。你变态啊！他红着脸拍了一下萧炎，这才连忙催促道：快点把这莲台收起来吧。看着他这副模样，萧炎这才微微一笑，随手取出一把玉尺，将青莲台取了下来。这青莲台虽然可以当作天材地宝吞服炼药，可恐怕就算是斗尊斗圣都舍不得这么做，此物更多的作用还是加快斗气修炼。前世萧炎尚且弱小的时候，可以说这青莲台对他的修炼有着巨大的帮助。不过这一世萧炎倒是不需要这青莲台帮他修炼了，或者说这青莲台上今后要有2个人在上面修炼，俗称双修。他打算把这青莲台炼制成一件双修宝具，这些点子还都是来自于西天战皇这个家伙。萧炎曾经见过这狗东西的战皇龙榻，乃是一件了不得的上品圣物，整个大千世界除去西天战皇，再没有哪个强者拥有如此等级的双修宝具了。不过后来萧炎成了主宰之后，也是给自己炼制了一件炎帝莲台，品级不高，绝世圣物而已。萧炎深深的觉得，自从认识西天战皇之后，自己就被污染了，被这狗东西的大地内经给带坏了。至于好色，老子都重生了，还不能比以前色一点了？前世打了一辈子仗，这辈子就不能享受了吗？你这家伙又在想什么啊？怎么笑得这么邪恶？小医仙的声音打破了萧炎的幻想，萧炎这才缓缓收起青莲台，然后笑呵呵地看着小医仙。也没什么，就是想着怎么再帮你突破斗宗。听到萧炎蕴含着2层意思的话，小医仙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萧炎这才笑着拉着他离开这座巨大青莲。在他的那界当中，一座3尺莲台正在轻轻悬浮。炼气只是萧炎的副业而已，比起火焰和炼丹其实是差点意思的，当然也只差那么一点点。萧炎脑海当中已经在思索搜集什么材料才能将这青莲台炼制成一件真正的宝物了。此物虽然是孕育出了青莲地心火，品级在斗气大陆上算是颇高层次的宝物了，但在现在的萧炎眼中，其实费尽心思都未必能够炼制出一件普通圣物。不过就算只是一件神器也暂时够用了，等去了大千世界再换个更好的。心中如此想着，两人已经是迈出了那一层蒙蒙青光，再度出现在岩浆世界当中不久，周围的岩浆忽然一阵涌动，紧接着2只巨大的蛇头已经讨好似的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倒是差点忘了你这家伙了。萧炎微微一笑，便是拉着小医仙跳上了蛇身。周围岩浆骤然流动，双头火灵蛇很快就驮着2人一路向前。良久之后，伴随着一声水花炸响的声音，2人终于是离开了那浩瀚无边的岩浆世界。至此，青莲地心火之行算是圆满结束了。做得不错。萧炎手掌轻轻在双头火灵蛇的脑袋上轻拍3下，原本呆呆的双头火灵蛇瞬间恢复了灵智。他有些忌惮地看了萧炎一眼，旋即眼中便是充满了感激之色。因为萧炎在解除魂印的同时，还传了一些信息进入他的脑海。这些信息不多，却是对火属性魔兽和蛇类魔兽极为有益。天长地久之下，这头双头火灵蛇未必不能进化到6阶、7阶的层次。毕竟能够在岩浆当中诞生，它本身也算得上是一种珍贵魔兽了。好好修行吧，倘若你今后有化形的那一天，我会再赐你一道真正的机缘。萧炎笑了笑，便是牵着小医仙的玉手离去。对于现在的他而言，这头双头火灵蛇的实力倒是太弱了，在他这个层次的战斗当中，一点余波都是足以将其震死。
即便是送给青灵当宠物，都是没有必要了。如今的萧炎在吞噬了4种异火，并且突破到通天境之后，实力比起之前强了10倍不止。击杀5星以下的斗尊，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望着两人离去的方向，双头火灵蛇2个脑袋都是露出感激的神色，一直目送到两人离开，他才再度回到岩浆海洋当中。离开这座岩浆地穴之后，萧炎带着小医仙去了一趟漠北城，再度见到了萧鼎、萧厉。早在之前，他便是跟两人有过招呼。在这段时间当中，萧鼎、萧厉已经是收拾好了手上的事情，将墨铁佣兵团丢给了手下的一群人去管理。因为萧炎早就跟两人说过，将来需要两人回到加玛帝都主持联盟之事。不过，当两兄弟看到小医仙之后，原本的联盟大事顿时便是成了一件闲事。什么大事小事，天大地大，我3弟的事最大。这是弟媳。最先开口的是微微瞪大了双眼的萧厉，倒是萧鼎神色温和地看着小医仙。这位姑娘便是让3弟当年将魔兽山脉那边闹得鸡飞狗跳的那位吧？听到萧鼎的话，小医仙顿时就有些脸红了，最后还是萧炎出面化解尴尬，给双方介绍了一番。大哥、二哥，小医仙只能跟着萧炎叫着，他一颗芳心早就彻底挂在这个家伙身上了，如今也算是出入家门了。见到他这副模样，萧炎却只是忍不住心生感慨，即便是有了打算，他也还是没有预料到自己这一世最先领进门的媳妇竟然是小医仙。不过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至于到底为什么算是补偿，萧炎心中也是有些说不清楚。几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中间还带着可爱的小青灵。他看着萧炎的目光也是充满了雀跃，不过很快就发现了萧炎身边似乎少了什么，不由得疑惑问道：萧炎少爷，我大姐头呢？听到这句话，原本还在正常吃饭的萧炎几人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妮子这一世或许是萧鼎、萧厉保护的比较好，虽然性格依旧有些怯生生的，却多了几分天真可爱。不急，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萧炎忍不住笑道。饭后，萧鼎、萧厉才借着饭后溜达的借口，安排青灵陪小医仙玩耍，之后两人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立马将萧炎架了起来。你小子，没想到这个年纪就已经搞定了一个美人。萧厉忍不住咂了咂嘴，萧鼎却是沉默片刻之后，才忍不住看向萧炎。小炎子，你能有几天的成就，还领了个媳妇儿回家，大哥很为你高兴。我也看得出，这个女孩绝非常人，是个很优秀的女孩。看着萧鼎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萧炎嘴角却是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一般般吧，也就是现在蛇人族的那个小小天毒王而已。萧炎无所谓的笑了笑，却是令萧鼎、萧厉呆住了。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萧鼎、萧厉对视一眼，那个看上去很温柔很清纯的女孩是蛇人族的天毒王。对了，传说中当初蛇人族带着斗宗强者击退谢碧炎的女子，好像就是蛇人族的天毒王。他们当初也推测过，那位蛇人族的天毒王或许就是萧炎当初在魔兽山脉的红颜知己。只不过一见到这个弟媳，两人倒是被那种喜悦给搞得忘记了这回事儿。你小子少在这里装了。萧厉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萧炎，这小子之所以做出这副表情，是摆明了想看两位哥哥吃惊的样子。不过一想到那个女孩就是蛇人族最近大名鼎鼎的天毒王，倒是的确令他们有些惊讶。缓缓接受了这个消息之后，萧鼎这才微微皱起眉头，目光有些郑重地看向萧炎，问出了一个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倒是不介意你找个这么好的媳妇儿，可是轩儿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闻言，萧厉也终于是骤然惊醒，看着面前的萧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是啊，轩儿怎么办？面对两位哥哥的问话，萧炎只是嘴角微微勾起。只有小孩子才会做选择题，我的回答是，我都要。话音落下，萧炎掌心骤然握紧，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抓在掌中。萧鼎、萧厉长大了嘴，一时间无言以对。他们都被萧炎的豪言壮语给震撼到了，看着他们的表情，萧炎心中却是偷偷发笑。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前世的时候，自己将彩铃带到两个哥哥面前，说这其实是自己媳妇的时候，这两个家伙可是更加的震惊。哦，对了，云岚宗的宗主也不能放过。比较幸运的是，这一世父亲可以和两个哥哥一起见证这个过程了。翌日清晨，萧炎便是与小医仙一起飞回蛇人族王城了，而萧鼎、萧厉则是按照萧炎的指使赶往了加玛帝都。兄弟二人刚刚完成了心炎断体，但距离斗王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没有斗气双翼的支撑，以此地到加玛帝都的距离，却是需要他们赶路几天的时间。临行前，萧炎还将一枚玉符交给两人，让两人到了之后立刻转交给云山，让云山可以着手安排联盟人员的问题了。不同的是，他与小医仙离开之前还带走了青灵，这妮子对于他的老大姐紫妍是分外的想念，萧炎也索性带着她一起前往蛇人族王城。两个丫头一凑在一起，便是瞬间欢乐起来。几天的时间里，
紫妍已经将蛇人族王城当成了自己的家，有着美杜莎的宠爱和他斗王巅峰的实力。他在这蛇人族王城几乎跟个螃蟹一样到处横着走。见到自己的小弟青灵之后，他便是更加兴奋，当场便是带着小丫头到处乱逛。见到这一幕，美杜莎忍不住轻轻抚了抚额头，萧炎和小医仙倒是有些忍俊不禁。这个叫做青灵的女孩总感觉有些神奇。她轻轻摇了摇头，萧炎给她解释了一番碧蛇三花瞳的神奇之后，她才忍不住有些惊叹。没想到我蛇人族竟然还能诞生出这样的神奇后裔。论起来，倘若她无法完成血脉蜕变，那她这蛇人族女王的潜力反而不如这碧蛇三花瞳。而当她目光看向小医仙之时，却是轻轻摇头一叹。没想到仙妹也已经突破到了斗皇层次了。听到这句话，小医仙忍不住轻轻点了点头，想起自己那诡异的突破方式，俏脸却是浮上了一抹红晕。美杜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只是有些羡慕的看了一眼小医仙，然后又有些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萧炎，似又担心萧炎发现，便是又将目光收了回去。放心吧，你马上也要突破了。看着他这副不好意思的模样，萧炎忍不住笑了。能让女王扭扭捏捏的时候还真是不多。被萧炎这么一笑，美杜莎回想起自己这些时日的担忧，却是同样忍不住脸上掠过一抹红晕。好在她不是小医仙，这一幕只是一闪即逝。不过萧炎眼尖，还是看到了这一幕。女王陛下，准备一下吧，我还要出去一趟，等这趟回来便是要正式建立联盟了。这么大的会议，你若是不到场的话，那蛇人族在里面可就撑不住面了。萧炎笑着说道。出去一趟？你又要去哪儿？小医仙忍不住轻声道。闻言，萧炎的目光也是不由得看向了西北的方向，轻声笑着说了3个字：天蛇府。此番前往天蛇府，倒不是为了帮助青灵得到什么机缘，萧炎的手中完全有着更好的培养碧蛇三花瞳的方案，所以这也就无需再把青灵送到那个地方了。之所以如此重视那里，全都是因为那里有着一样萧炎当前最为需要的东西——9阶魔兽的精血。无论是复活药老，还是想要帮美杜莎觉醒七彩吞天蟒的血脉，9阶魔兽的精血都是萧炎必不可少的东西。遗憾的是，无论是从白虎尊者还是灵泉尊者的传承当中，都是未曾得到哪怕一滴9阶魔兽的精血。毕竟9阶魔兽已经与人类斗圣没有任何的区别，无论是实力还是智慧，都是完全媲美人类，甚至论起肉身强横，还要在大部分人类之上。这种强者的精血，估计也只有同级别的强者才能拥有。以萧炎现在的实力，虽然已经可以跟很多斗尊强者叫板，但比起真正的斗圣，还是差得很远。所幸的是，天蛇府当中就有着这么一尊9阶魔兽的尸体，否则天蛇府又何必被称之为天蛇府？整个天蛇府实际上便是建立在一头9阶魔兽远古天蛇的尸体之上的，而且还是一头血脉接近远古天蛇王的9阶魔兽。仅仅只是这远古天蛇死后泄露出的一些气息，便是足以让天蛇府这样一个西北大陆的庞然大物立足生长。不过对于这头远古天蛇的尸体，就是天蛇府也未能发掘出其中真正的威能。他们对于这具天蛇尸体的利用实在是太过简陋了，甚至无法开发出这远古天蛇体内的精血力量。否则天蛇府恐怕已经是西北大陆的最强大的势力之了。毕竟整个西北大陆明面上是没有一位真正的斗圣的，甚至就连一位半圣都没有。告别了众女之后，萧炎更是一路马不停蹄地朝着天蛇府的方向赶去。天蛇府与加玛帝国这一片的距离，可就要比从加玛帝国到黑角域还要遥远。这也是为什么萧炎前世在黑角域包括加玛帝国所遇到的天蛇府强者大多都是斗王斗皇的原因。好在萧炎如今实力已经达到了通天境，每一步踏出都是空间扭曲，眨眼间就迈出数十里。如今的他单论速度，怕是斗圣之下是找不出几人比他更快的了。天蛇府所在的方位是天蛇帝国，此地是一处以山脉丛林为主的庞大国度，面积是加玛帝国的10倍不止。天蛇帝国当中蛇类魔兽极为众多，其中斗气修炼者与蛇类魔兽往往会形成一种联合的战斗方式。吃，在萧炎身形进入这一片崇山峻岭的那一刻，他那敏锐的目力便是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无数群山当中到处盘踞的一头头巨大的蛇形魔兽。这些蛇形魔兽小的也有10多丈之长，大的更是长达100丈，几乎可以将山顶盘踞，看上去十分的壮观。不过这种层次的巨蛇实力一般都达到7阶层次了，即便是放在天蛇府也算得上是高层强者了。在萧炎的记忆当中，整个天蛇府似乎也仅仅只有一位斗尊强者坐镇，现任府主应该是一位斗宗巅峰层次的强者。来到天蛇府的地盘，萧炎倒是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踪迹，因此路过之时，很快便是引起了几头7阶蛇类魔兽的注意。片刻之后，萧炎便是出现在了一座不过数百丈之高的小山面前。
说是小山，实际上也不算很小了。算起来，其实比起云岚宗的主峰丝毫不差了。而若是站在萧炎的角度看去，当有人仔细观察这座小山那诡异的痕迹之后，才会惊骇地发现，这座巨大的山峰实际上却是如同一头蜿蜒盘踞的巨蟒一般。而事实上，这就是一头宛然盘旋的巨蟒，一头身长超过1000丈、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巨蟒尸体。如此庞然大物，对于普通人和寻常强者而言，的确是足以堪称震撼。可在萧炎的面前，却是早已习以为常，仅仅只是一头9阶魔兽的尸体罢了。萧炎当年堪比斗帝级别的魔兽，也不是没有宰杀过。大千世界的一道天尊灵体，身高便是足以与天地同高，甚至后来离开大千世界之后遇到的一些神之级别的生灵，其身躯则是足以堪比一方大陆。所以，这所谓的远古天蛇尸体，在萧炎眼中也的确是有些稀松平常了一些。此地乃天蛇府山门，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来我天蛇府竟然都不知会一声，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来了。在萧炎降临天蛇府的那一刻，一道道庞大的气息便是已经在瞬间锁定了他。不过萧炎倒是也不慌，这些家伙其实也仅仅只是一些斗宗级别或是7阶魔兽级的强者罢了。天蛇府当中虽然以人类为主导，但蛇类魔兽的地位并不低，一旦达到5阶，具有接近人类或是媲美人类的灵智之后，这些魔兽便是会成为天蛇府的正式成员。在下萧炎，来天蛇府有要事相商，希望能够见一见府主、老府主。萧炎没有停顿，声音直接夹杂着雄浑灵力响彻天地，仅仅这么一嗓子，便是令周围的许多强者和魔兽都微微警惕。而后，在听到萧炎的名字之后，这些人的目光则是变得更加的凝重起来。萧炎的名声，如今在这西北大陆实在是太过响亮了，谁都知道这是一位真正的绝世天才，就算他有一天真的踏入到斗圣境界，也不会有人会感到吃惊。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在略微有些震惊之余，很快便是反应了过来。没过多久，一道流光便是已经从天蛇府当中激射而出，很快便是朝着萧炎的方向迎来。此人身穿一身青色长袍，模样倒是颇为的俊美，看上去似乎比萧炎大不了多少。在他的眉心处，有着一道极为细小的蛇形纹路盘旋，一袭青袍之上，则是绣着一头有着血红双眼的凶厉大蟒，令他原本还算儒雅的气息都多了几分阴冷。不过，在他看到萧炎的那一刻，却是已经收起了所有的阴冷，反倒是有些客气的将目光投向了萧炎。在下便是天蛇府现任府主蛇红，倒是没有想到，我小小的天蛇府竟然能够将名震西北大陆的绝世天才给吸引过来。天蛇府主蛇红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问道：“不知萧炎小友前来，到底是为何事？”他对于萧炎的确很客气，一来萧炎拥有斩杀谢必言的战绩，想必在斗宗当中也绝非弱手；二来便是后者那令人惊叹的可怕资质了。如此资质，哪怕是以天蛇府的记载，都是未曾见到过如此逆天的年轻人。三来便是这萧炎背后的师门同样十分强大。从萧炎在西北大陆这些时日的表现来看，很多人都是暗中推测萧炎那位神秘的老师或许就是中州丹塔的某位巨头，也未必。种种信息令蛇红不得不对萧炎重视一些。见到这位天蛇府主之后，萧炎也是微微笑着与对方点了点头，态度不错，看来天蛇府之行应该会颇为的顺利。蛇红府主，在下来到天蛇府，乃是有要事相商，此事事关重大，或许你一人还无法决断，我还需要见一见你们的老府主，还请你引荐一下吧。萧炎负手而立，淡淡笑道：“要见老府主？”蛇红微微皱了皱眉。天蛇府的老府主现在正处于闭关状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没人可以去打扰的。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就算是他把老爷子唤醒了，都免不了一顿臭骂。不过想到萧炎的身份和实力，他也没有直接拒绝，还是客气地问道：“我老师现在还在闭关当中，如果萧炎小兄弟方便的话，可否告知我事情的一些缘由，我也好找个理由，否则贸然打扰，老师怕是会心生恼火。”他说话极为客气，萧炎自然是不会伸手去打笑脸人，他只是神秘一笑道：“我也不难为蛇红府主，你只管告诉尊师，就说我的事情关系到天蛇府的未来。除此之外，我手里还有一枚天尊丹，倘若老府主对这枚丹药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不必出关见我。”仅仅一句话，蛇红脸色便是已经变了。哼，萧炎兄弟什么话？我老师怎么会是这般无礼之人呢？你请跟我来吧。对于天蛇府的未来，蛇红还不觉得萧炎能够造成什么干扰，但是萧炎随口一说的天尊丹却是令他心头一颤。要知道，那可是可以让5星斗尊以上强者直接提升1星修为的丹药啊，其价值在8品丹药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他太清楚这枚丹药对于一位斗尊强者的诱惑了，无论是哪个斗尊强者，只要他的修为没有达到或超过9星斗尊，哪怕是处于必死关的状态，都得立刻爬出来。看样子传言真的是真的，这萧炎的老师
恐怕真的是丹塔当中的某位大人物。蛇红轻轻咽了口唾沫，他贵为天蛇府主，在西北大陆足以算得上极为尊贵的存在了，但是跟丹塔巨头相比，却是差了太多。丹塔当中的几位大佬，可是个个拥有斗尊巅峰的修为，而且拥有着一手出神入化的炼药术，人脉极为的广泛。这几位可以算得上是斗圣之下最尊贵的人物了，就算是他的老师，在这几位的面前，也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他先是将萧炎带到了天蛇府的大殿，安排几个容貌美丽的美少女按照最高规格接待萧炎，然后才一溜烟的跑到天蛇府老府主闭关的地方去汇报。这家伙倒是挺会来事儿的。见到蛇红离去的方向，萧炎忍不住笑了笑，然后便是心安理得的接受那几名女弟子的侍奉。天蛇府的几名女弟子实力其实都不弱，能够成为这等势力重点培养的核心弟子，他们的天赋个个都比纳兰嫣然差不了多少，一个个不过20多岁的年纪，便已经拥有了斗灵斗王修为。萧炎看着他们也是好奇地打量着萧炎。自从知道面前这个年轻人是传说中的萧炎之后，他们便是变得无比好奇起来。不过萧炎的目光却是落在了一个年纪稍长、身材颇为丰满的女弟子身上。虽然是核心弟子，但此人的修为已经达到斗皇，其实早就可以担任天蛇府的普通长老了。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这个女人了。萧炎心中略微错愕的同时，不由得升起了一些好笑。此女正是前世拐走青灵，气得他发明出来佛怒火莲的那个神秘女子绿蛮。当下萧炎心中便是玩心大起，自顾自地看了一眼那有些好奇看着自己的绿蛮。倒茶。萧炎指了指被自己喝光的茶水，又看了一眼绿蛮，这是指名道姓让这个女人给自己倒茶了。听到萧炎的话，那绿蛮也是微微一怔，他也是没有想到这位传说中的绝世天才竟然会让自己过去倒茶。整个大殿的众多女弟子当中，就属她年纪最大，修为最高，不出意外的话，年底就要成为长老外派出去了。没想到这萧炎竟然会指挥自己倒茶。不知为何，绿蛮总感觉这萧炎看自己的眼神带着几分戏谑。倒茶就倒茶，绿蛮也不感觉有什么丢人的，只是对萧炎的语气略微有些不爽。萧炎有着斩杀斗宗强者的战绩，仅此一条，给他倒茶可不算丢分。更何况这还是府主重点招呼的贵客。不过当他倒茶的那一刻，却是看到这个传说中的绝世天才正有些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这让他心中升起一抹不好的念头。不过在他一盏茶倒完之后，一道爽朗的笑声便是已经从大殿之外传来。哈哈，萧炎兄弟，欢迎做客我天蛇府啊！你能来我天蛇府，真是令我天蛇府蓬荜生辉啊！听到这声音之后，萧炎都不由得微微一怔。对于天蛇府的这些强者，他前世也只是见过几个照面，那时他已经是斗帝层次了。这些老家伙见了自己是毕恭毕敬的，这些家伙也只是因为青灵的原因才踏上了无尽火域的快车，所以萧炎跟他们并不熟。如今看来，这天蛇府的老府主倒不是个严肃的家伙，这一点从他走进大殿之后那一脸谄媚的笑容便是可以看得出来了。天蛇老府主蛇精，3星斗尊级别的强者，放在这强者稀少的西北大陆，已经算得上是顶尖强者了。论起年纪，足以让云山都喊上一声太爷爷了。这么一个老头子走进来之后，却是一脸谄媚，实在是令萧炎都感到有些无语。不过无语归无语，大事儿还是要办的。于是乎，萧炎笑着客套了2句之后，冲着老家伙使了个眼色，他便是将绿蛮等一群弟子给赶了出去。做完这些之后，大殿当中便是只剩下了萧炎、蛇红和蛇精3人。到了这时，老家伙才忍不住笑着搓了搓手道：“萧炎兄弟，那枚天尊丹。”看着这老家伙迫不及待的模样，萧炎也是忍不住有些无语了，当下也只能是无奈的随手掏出一枚玉瓶，正是他当年从白虎尊者的宝藏当中得到的天尊丹。这枚丹药算是白虎尊者众多宝藏当中最为珍贵的一种了，仅仅这一枚丹药便是可以轻松号召一位斗尊强者为你卖命。当然前提是你实力不能太弱，否则或许就会被抢夺了这枚丹药，甚至有可能被灭口。玉瓶出现的那一刻，蛇精的眼睛便是微微一亮，萧炎却是轻轻挥了挥手，随手拔出那雕刻着封印的塞子，顿时便是有着虎啸雷鸣之声从玉瓶当中响起，更是有着一道道能量涟漪浮现。这些能量涟漪浮现的瞬间，空间都在微微震颤。蛇精倒是眼疾手快，连忙调动磅礴斗气，直接将此地空间封禁，这才目光灼灼地看着这枚玉瓶。天尊丹就在其中，得此丹药，今后他便是有机会直接提升1星的修为，而且实力越强，性价比就越高，毕竟就算8星斗尊服用都是有用的。不过他还来不及激动，萧炎便是已经悄无声息地将这枚丹药给收了起来。感受到那股让他激动的气息骤然消失，蛇精微微一怔，看到萧炎的表情之后，这才有些释然。
天尊丹这种东西是何等的珍贵，就算萧炎的师尊真的是丹塔巨头，想要炼制，怕是也要花费不小的代价，最起码光是材料都是足以令寻常斗尊倾家荡产。萧炎兄弟，不知道我天蛇府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你，竟然可以让你拿出天尊丹这种宝物。金蛇双眼微微眯起，他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心思同样颇为的缜密，否则又怎么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天蛇府虽然是西北大陆的顶尖势力，不过似乎也很难拿出可以媲美天尊丹的宝物吧。说句不好听的，除了他们家这个建立在远古天蛇身上的山门之外，就算是把天蛇府卖了，都不一定能比得上一枚天尊丹。而萧炎的下一句话却是令他双眼眼神更加跳动。很简单，我想要进入贵府的天蛇秘境当中走上一遭。萧炎的条件很简单，却是令金蛇的眉头微微皱起。良久之后，他才忍不住开口道：我天蛇秘境虽然是一处宝地，可比起天尊丹，价值似乎还是差了许多吧。而且天蛇秘境当中凶险万分，便是我也不敢进入核心地带。萧炎兄弟若是在里面出了事，我可是担当不起啊。金蛇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天蛇秘境是远古天蛇体内诞生的一道小型空间，相当于是一处斗圣空间了。不过这处斗圣空间确实残破的，而且其中虽然能量十分浓郁，却充斥着大量的天蛇气息，寻常人若是在其中修炼太久，就会被这种天蛇气息所沾染，从而变得十分暴力。唯有一些蛇形魔兽以及修炼了天蛇府核心功法的强者，才能在里面长期修行。像绿蛮这种修炼木属性斗气的弟子，都只能在秘境最外围修行。而且天蛇秘境的核心区域甚至还有着远古天蛇的意志残存，一旦陷入其中，便是斗尊强者都会心智迷乱，极为危险。金蛇想不明白，这天蛇秘境对于萧炎有什么吸引力？论起修炼宝地，他背后的师门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地方了吗？而且那里如此的凶险，若是萧炎在这里出了事，该怎么办？呵呵，对于这一点，萧炎却是忍不住微微一笑，目光看向蛇精，笑着说道：天蛇秘境的修炼环境对我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实话跟老夫主说了吧，我萧炎看上的就是那天蛇秘境核心的那一处天蛇血潭。此话落下，蛇精终于是忍不住脸色微微一变。天蛇血潭是远古天蛇陨落之后，体内残存的血液在那天蛇秘境当中凝聚成的一道庞大血潭，也是天蛇秘境的核心，甚至说是整个天蛇府的核心也不为过。因为天蛇秘境当中的天蛇气息，便是因为从这天蛇血潭当中缓缓溢散出来的。想到这里，蛇精的脸色却是变得越发的凝重。萧炎兄弟，你想进入这天蛇血潭当中，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这天蛇血潭当中却是有着极为庞大的远古天蛇意志，一旦沾染上，心智不坚者会顷刻间化作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蛇精郑重地看着萧炎，即便是我，也只是敢在天蛇血潭的周围修行，若是进入其中太久，恐怕就是我都会迷失心智。一边说着，他一边看向了萧炎，神情更加郑重。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子还是别去了，万一在里面出了事儿，我可担不起责任。看着他这副表情，萧炎却是忍不住呵呵一笑。蛇精老夫主，你觉得我要进入那天蛇血潭，只是为了在其中修炼吗？如果仅仅只是如此，这个修炼的机会跟天尊丹比起来，价值未免太低了吧？萧炎的话语让蛇精和他身后的蛇红都是微微一怔。的确，天蛇血潭虽然珍贵，但若是仅仅进入其中修炼，可犯不着用一枚天尊丹来换取。甚至于如果萧炎的老师出面，蛇精完全可以为了这一道人情，让萧炎免费进入其中修炼。可如果不是如此，那萧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想到这里，两人相互对视一眼，却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目光有些质疑地看向了萧炎。在两人的目光当中，萧炎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只是淡淡笑着开口：不错，我的目标是整个天蛇血潭，你要把天蛇血潭给抽干。这一下，蛇精那嬉皮笑脸的老脸在这一刻终于是缓缓沉了下来。这小子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们整个天蛇府唯一价值堪比天尊丹的宝物，就是这远古天蛇体内的天蛇血潭了。如果不是天蛇府无法完全发掘出其中的奥秘，这天蛇血潭的价值可要远远的超过天尊丹。就算没有开发出太多，也依旧要比天尊丹略高一筹。毕竟一枚天尊丹再如何珍贵，也只是对一位斗尊强者有用处，但天蛇血潭却是可以支撑起整个天蛇秘境，供整个天蛇府的所有强者修行。这天蛇血潭的作用，可丝毫不弱于迦南学院的天坟炼气塔。心中如此想着，蛇精自然是不愿让萧炎就这么把天蛇血潭里的远古天蛇血给带走，而且他也不觉得萧炎有能力将这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给带走。这可是蕴含了远古天蛇意志的血液，是一尊真正的远古妖圣残存的意志，
而且是极为凶厉的那一种。就算是萧炎的老师来了，想要收服这血液，恐怕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吧。不过还未等他开口，萧炎却是抢先一步说话了：我可以向天蛇府承诺，10年之内便是可以还给天蛇府一头同级别的蛇类魔兽尸体。同级别的魔兽尸体？蛇精和蛇红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咱们天蛇府的这处根据地可是建立在一头9阶魔兽的尸体之上的，难不成你小子10年之内可以搞到一头9阶魔兽的尸体不成？这一下哪怕萧炎的老师真是丹塔巨头，蛇精和蛇红都是不敢相信了。9阶魔兽那可是堪比斗圣强者的可怕存在，蛇精堂堂斗尊，活了一辈子也只是当年闯荡的时候侥幸见过一位斗圣强者出手，那一出手简直是天翻地覆。即便是他如今已经是3星斗尊，可依旧觉得面对对方宛如蝼蚁。对于这般承诺，他是压根就不信的。看到两人那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萧炎也是罕见的有些尴尬，貌似是吹大了。他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早知道这句话就不必多说了。于是他又提出了第2个条件：天蛇血潭当中的远古天蛇血，我并不会直接抽空，还是会留给天蛇府一些的。倘若老府主同意，那我甚至可以留给你几滴经过淬炼之后的天蛇精血。说罢，他还特意强调了一句话：没有掺杂远古天蛇意志的精血。这话落下，蛇精终于是动容了，就连他身后的蛇红都是一脸炽热。天蛇府所修炼的功法，便是借助着这远古天蛇的气息所修炼的，但即便是蛇精都不敢直接拿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修炼，原因就是因为这远古天蛇的血液当中意志太过凶厉，只怕还没炼化其血液当中的能量，灵魂便是被这凶厉的意志给污染了。然而萧炎竟然有办法淬炼出没有任何意志的血液，而且是精血。若是真有这样的精血，那对于他们师徒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或许用不了那么几滴精血，便是可以令蛇精突飞猛进，令蛇红直接跨过斗尊的屏障。想到这里，两人自然是心动无比。我该如何相信你？蛇精目光灼灼地看着萧炎，但却没有立刻答应。因为我有这个。萧炎嘴角微微一笑，一团绚丽火焰不知何时冉冉升起。在这绚丽火焰出现的那一刻，整座大殿的温度几乎是瞬间上升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面对这团火焰，蛇精却是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在这团火焰的面前，他明显是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威胁。如今融合了4种异火的地炎种子，已经不能再简单的称之为地炎种子了，叫做地炎雏形反倒是更恰当一些。这种火焰已经完全拥有威胁到斗尊强者的威力了。异火，蛇精神色凝重地看着面前的火焰，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火焰当中的狂暴力量。虽然有些不敢相信，但他总觉得这火焰怕是连他都可以毁灭。至于他身后的蛇红，此刻更是瞳孔微缩，无比忌惮地看向萧炎。他本以为萧炎如此年轻，就算天赋再好，也总不是自己的对手。可当他看到这团火焰的那一刻，心中却是不敢再如此想了。蛇精长老，我所提出的种种条件，已经是我可以拿出的最大诚意了。萧炎缓缓笑着开口，声音却是多了一丝不耐。自己给的这些条件可谓是相当丰厚了，无论是天尊丹还是远古天蛇的精血，那对于蛇精而言都是无比珍贵的至宝。而且自己也不会抽干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只要足够自己使用的就可以了。倘若这2个家伙还不答应的话，那萧炎也只好拿着老家伙热热身了。突破了通天境之后，他完全拥有了跟斗尊强者过招的实力，正愁着无人可以练手呢。我答应。没等他揉捏拳头，蛇精却是很痛快的答应了，这让萧炎忽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不过蛇精的话又让萧炎眼睛一亮，前提是你真的可以淬炼出远古天蛇的精血。蛇精还是有些不放心的看了萧炎一眼。天蛇血潭凶险无比，你要是在里面出了事儿，虽然不知道你老师到底是哪位大人物，不过我想我天蛇府应该是承受不了这个怒火的。他话音落下，萧炎手上的古岩戒却是传来一丝隐晦的波动。这小子挺会拍马屁的。药老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看起来心情很愉悦。萧炎却是没有理会，只是笑着说道：放心吧，我此番前来便是老师授意到此的。听到萧炎这句话，蛇精终于是微微松了口气，这才表示没有问题。对了，萧炎兄弟，你提炼天蛇精血的时候，可否再另外提炼一些普通血液？蛇精有些期待地看着萧炎。偌大的天蛇府，可不止他们师徒2人需要远古天蛇的血液修炼，抹去了远古天蛇记忆的血液，对于任何蛇类魔兽和修炼天蛇府功法的强者而言，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他们师徒2人吃了肉，总要想办法帮旁人弄点汤喝，否则人家今后进了天蛇秘境，一看血潭没了许多，还不得诽谤你府主贪污了？没有问题。听到这句话，萧炎没有拒绝，淬炼一些普通血液
对他而言只是顺手而为罢了。见到萧炎答应，蛇精也是不再犹豫，很快便是带着萧炎离开大殿，然后带着萧炎直接飞进了这远古天蛇巨大的嘴巴当中。三人一路飞行，萧炎目光落在周遭坚硬的岩壁之上，却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远古天蛇倒是可怜，死去之后肉身都直接石化了，看样子生前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战。不过他的对手显然是一位了不得的强者，竟然除了魔核之外并没有贪图他身上其他的东西。一头9阶魔兽的尸体，除了魔核之外，骨骼、精血甚至皮毛鳞甲也都是极好的材料。如此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一道有些紊乱的空间波动却是缓缓地传来。萧炎目光一扫，便是看到不远处一道残破的空间正在静静地悬浮在那里。这处空间从外界看直径似乎不足100丈，周遭的空间已经是出现了些许的裂痕，丝丝庞大却夹杂着些许凶戾气息的能量也是从中传来。在其中央位置，一道丈许长宽的空间大门正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似是隐隐有着一头远古凶兽在其中蛰伏。萧炎兄弟，请。蛇精大手一挥，便是率先进入其中。对此，萧炎没有丝毫的犹豫，一脚便是跟了上去。以他如今的手段，除非是这头远古天蛇复活过来，不然这蛇精有什么阴谋诡计，怕是都没用。实在不行，还可以召唤药老。见到两人进入其中，蛇红也是连忙跟上。他现在都不知道叫萧炎什么好了，自己老师上来就称兄道弟的，自己喊什么都像是乱了辈分。这是一片遍地血红的苍茫大地，天地间充斥着极为浓郁的能量，却也充斥着极为凶戾的气息。血色大地的中央位置，则是有着一座直径100丈左右的巨大血潭，血潭有着极为嫣红的血液，看上去颇为的狰狞恐怖。寻常人等仅仅只是看上一眼这处血潭，便是会心生一种恐惧与凶戾。在这处血潭的周围，则是有着几道身影盘膝而坐，静静吸收着这天地之间的能量与凶戾气息当中夹杂着的少量天蛇气息。这些人都是天蛇府的长老，都是斗宗强者或是7阶魔兽化形而成。在远处的世界边缘，则是有着零零散散的一些天蛇府弟子盘坐在那里，他们是不敢离这天蛇血潭太近的。伴随着一阵空间涟漪，3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这片血色大地之上，令那血潭周围的几人都是睁开眼睛。当他们看到为首的蛇精之后，原本平静的神色立刻变换，纷纷起身拜见了起来。老府主，老府主怎么出关了？对于众人的迎合，蛇精却只是大手一挥，我有大事要办，你们暂时出去一下吧。听到蛇精如此说法，众多长老弟子都是微微一怔，不过在看到他的表情颇为严肃之后，便是纷纷点头退去。他们对于蛇精的脾气还是有着几分熟悉的，别看这老家伙平时笑哈哈的，真遇到了大事儿，那叫一个心狠手辣。因此，当看到蛇精这般严肃的表情之后，他们也是不敢多说什么了。等到众人离去之后，蛇精这才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萧炎。萧炎兄弟，可否需要我跟蛇红也出去？他客气的话语很快得到了萧炎客气的回答。好的。片刻之后，嘴角微微抽搐的蛇精也和蛇红离开了天蛇秘境。这小子倒是真不客气啊，真把老夫赶出来了。蛇精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那些停留在此地的长老们这才有些好奇的围了过来。老府主，那年轻人是谁啊？是啊，老府主，您怎么对他这么客气？望着众人的神情，蛇精这才无奈的叹了口气。他就是萧炎。萧炎？他就是那个萧炎。我的天啊，他咋来咱天蛇府了？顿时，一群天蛇府长老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蛇精也不管这些，只是有些期待和担忧的看着那天蛇秘境的入口。此刻的天蛇秘境当中，萧炎已经是几个闪烁来到了那天蛇秘境中央的天蛇血潭面前。越发靠近此地，这里的凶戾之气便是越发的可怕。古老的血潭之上，甚至隐隐有着一条看不见的无形巨蟒盘踞，朝着萧炎发出可怕的意志冲击。那是远古天蛇的残存意志，作为比肩斗圣强者的远古魔兽，哪怕是残存的意志都足以令很多斗尊强者头疼无比。然而这种意志冲击在萧炎的面前却是没有丝毫的作用，宛如清风拂面。远古天蛇的精血就在其中。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4道火焰骤然从他的体内飞出，旋转之间已经是化作了一道直径数十丈的巨大火焰熔炉。既然如此，那就把你的精血都献出来吧。话音落下，一道庞大的吸力便是已经从这混沌熔炉当中爆发出来。吃吃！原本平静的天蛇血潭瞬间泛起了阵阵血色浪涛，一种莫名的强大力量骤然涌现，似是想要抵抗混沌熔炉的吞吸。还想反抗？萧炎轻轻摇了摇头，不愧是远古天蛇，哪怕是一些残存的意志都依旧可以控制这些血液，难怪连斗尊强者都不敢进去。不过
你终究只是一道残存的意志罢了。萧炎心念一动，庞大的灵魂力量瞬间从体内涌出。达到通天境之后，他的灵魂力量几乎达到了8品炼药师的巅峰层次，距离天境灵魂也是相差不远了。他如今的灵魂虽然还未曾达到实质状态，却也已经十分凝实，最起码比起天火尊者还要凝练不少。黄泉天怒，萧炎灵魂骤然长大，瞬间长到100丈高大。下一刻，一道庞大的灵魂冲击便是从他的口中骤然爆发。梦，可怕的灵魂波动几乎是在瞬间蔓延在整个天地，令整片血色大地的空间都在震颤。整个天蛇血潭在这一刻被掀起一阵阵血浪，然后便是迅速化作平静。只有在所有人看不到的世界了，一道身体庞大的无形巨蟒发出了不甘凄厉的嘶吼，然后便是在这道庞大的灵魂冲击之下寸寸崩溃。黄泉天怒虽然是灵魂攻击，可却也蕴含着萧炎的意志。意志这种东西，若是拥有活着的载体，那便是很难被彻底摧毁。但这远古天蛇的肉身早已死去，甚至连灵魂都被擒杀，所以在萧炎的面前，这道远古天蛇的残存意志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便是被彻底摧毁。失去了远古天蛇意志的干扰，整个血潭虽然依旧残留着一些凶气，却已经是无根之水，不再拥有任何作威作福的力量。萧炎信念一动，混沌熔炉便是将其中的血水源源不断的吞吸进入其中，然后熊熊火焰迅速席卷，将大量的血气杂质快速淬炼，同时也将其中残存的一些凶气给大量驱散。如此淬炼之下，那原本庞大的一团血液被蒸发缩小，然后变得粘稠透明起来。良久之后，一滴仅仅只有指甲盖大小，宛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的红色血液，终于是缓缓地出现在了混沌熔炉当中。这滴血液模样颇为的美轮美奂，可其中的能量却是令人心动。仅仅这么一滴精血，便是消耗了超过1立方米的普通蛇血。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倘若将这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全部炼化，他的实力怕是能够瞬间达到通天境巅峰，甚至完成至尊小三难的1、2重也不是不可能。只可惜这些精血还要用来复活药老和帮助彩灵进化，需求量也是极为庞大。罢了，看看到时候能残余多少吧。萧炎不再多想，混沌熔炉在天空之上缓缓旋转，一道道无比炽热的火焰迅速淬炼着大量的蛇血。很快，一滴滴晶莹剔透的精血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混沌熔炉当中。这头远古天蛇生前恐怕最多也就是斗圣1星到2星的修为，如此一滴精血当中所蕴含的能量，恐怕让斗宗突破到斗尊都有些困难。萧炎取出1大1小2个上品寒玉制成的玉瓶，缓缓将这精血纳入其中。这些精血比起当年黄泉妖圣那里得到的那团精血，简直是差远了。当然，黄泉妖圣那些残余精血已经不能称之为普通精血了，那时比精血更加凝练、更加神奇的血液，用大千世界的说法，或许叫做真血更加合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当这2枚玉瓶当中的精血数量彻底装满之后，萧炎目光落在那血潭当中，却发现此刻的血潭已经下去了过半，露出了2侧早已被染得血红的石壁。一尊斗圣的骸骨，加上如此数量的9阶精血，应当是暂时够用了。萧炎见状却是并没有停止，反倒是再度取出几10个小玉瓶，继续淬炼着这其中的血液，直到这些残余血液再度下去了1/3之后，他才满意的收起了所有玉瓶，不再淬炼。此刻的天蛇血潭体积已经只有当初的1/3左右了，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感。他所截取的那些剩余血液当中，可是经过他好生淬炼之后所得到的血液，虽然不是纯粹的精血，可对于天蛇府的众人而言，已经是极为珍贵的修行资源了。除此之外，更有几枚玉瓶当中是真正的精血，价值珍贵。而且这血潭当中的远古天蛇意志已经被他彻底磨灭，虽然依旧残留了许多凶戾气息，但斗宗以上的强者都可以进入其中短暂修行了。至于天蛇府这些家伙是否会竭泽而渔，那就不是他萧炎的事情了。如今万事俱备，办完联盟的事情之后，便是可以着手复活老师了。萧炎心头微跳，不知道这次复活的药老实力会达到怎样的层次。心中掠过种种念头，萧炎已经是不再迟疑，轻轻敲了敲手上的几枚纳戒，药老的灵魂此刻已经有些激动，同时天火尊者也是颇为的向往。这可是9阶魔兽的精血啊，不知道自己复活的时候能否分一杯羹。很快，萧炎便是离开了这座遍地血红的世界，脚步一踏，很快便是出现在了外界。我这次淬炼精血用了多长时间？一走出门，萧炎便是看到蛇精和蛇红正眼巴巴地等着自己。至于天蛇府的其他长老，则是一脸好奇地看着萧炎。蛇精没有理会其他人，只是有些忐忑与期待地看着萧炎。走吧，天蛇精血已经淬炼出来了，我们过去完成一下交易。萧炎笑着看了一眼蛇精，却是令蛇精立刻有些激动了起来。
萧炎兄弟，这边请。蛇精立刻拱手相迎，挥手让其余长老离开。这些长老虽然位高权重，可面对这位老府主也不敢多言，只是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便是各自离去。对于萧炎这种传说级的天才，他们也是很想结交一下。等到再度来到天蛇府的大殿之后，萧炎已经是笑着将足足20个玉瓶丢给了蛇精蛇红。那2个用上品寒玉制成的瓶子当中，装的是远古天蛇的精血，每个瓶子当中各有5滴精血。至于其他的瓶子当中，装的则是普通的远古天蛇血。当然，这天蛇血被我淬炼过之后，虽然比不上精血，可也是颇为精纯的。萧炎的话令蛇精和蛇红都是颇为激动，当下甚至有些顾不得形象，很快就打开这些玉瓶查看起来。尤其是那2个装着精血的小瓶子，仅仅是打开的一瞬间，2人便是感到体内的天蛇府功法运转加快了几分。其余蛇血虽然没有如此神效，却也让2人颇为的兴奋。有了这些蛇血，天蛇府的实力怕是能够再度提升一个层次了。红儿，这5滴精血便归你所有了。有了这么5滴精血，想必能够助你突破斗尊屏障，成为真正的强者。蛇精笑着将1瓶天蛇精血收起，至于其他精血的分配工作，却是全部交给了蛇红。普通血液自然是要用来赏赐其他长老所用，而2瓶精血却是能够助他与蛇红实力大涨。一旦蛇红突破，天蛇府可就拥有2位斗尊强者了。那时候，天蛇府在西北大陆的影响力又会上升一个恐怖的层次。蛇红也是十分的激动，他虽然贵为天蛇府主，可平时宗门大事却不是他完全说了算的。很多时候，手底下那些斗宗级别的长老并不会完全的听话，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都是斗宗级别，不会完全服你。但是等他突破了斗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待我突破斗尊境界，必然要先给那几个老登一个下马威。蛇红心中美滋滋的想着。到了这时，蛇精的目光却是依旧盯着萧炎，似是有些欲言又止。看到他这副模样，萧炎只是微微一笑，屈指一弹，一枚质地更加上乘的玉瓶便是朝着蛇精飞了过去。看到这玉瓶的那一刻，蛇精眼中几乎是快要冒出光来，连忙谨慎地接过这枚玉瓶，轻轻打开瓶塞，看到其中那1枚天尊丹之后，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然后那遮掩不住的笑容便是已经咧到了耳后根。这1枚天尊丹对他今后将有着莫大的帮助。看到他这副没出息的样子，萧炎却是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老府主，在下除了这枚天尊丹之外，其实还有一份大礼要给天蛇府，不过能否接得下这份大礼，就看你们天蛇府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萧炎微微一笑，却是令蛇精心头微微一动。萧炎兄弟的意思是？他目光望向萧炎，似是隐隐猜到了萧炎想要干什么。等我回了加玛帝国，便是会组织周围众多势力建立一个庞大的联盟，我将之命名为炎盟。萧炎看着蛇精笑道：“不知道天蛇府有没有兴趣加入我这新建立的炎盟呢？”果然如此。听到萧炎的话，蛇精这次却是微微沉默了。加入炎盟，便是意味着要成为这炎盟的一份子了。也就是说，认了面前的这个萧炎当老大了。虽说蛇精也好，蛇红也罢，见了萧炎都是客客气气的，丝毫没有将他当成小辈去怠慢，可却也不代表他们就愿意臣服在萧炎那里。他们承认萧炎的天赋，甚至敬畏这可怕的天赋，可也不代表他们就心甘情愿地给这位绝世天才当下属。而且偌大的天蛇府这些年来都是西北大陆的土皇帝一般的存在，整个西北大陆能够超过天蛇府的势力，简直是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片土地上高高在上，又怎么甘愿成为一个少年的下属？见到2人如此沉默，萧炎却仅仅只是笑了笑。看样子这2个家伙果然不可能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下属。不过没关系，那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加入炎盟的好处。于是乎，炎帝大人开始画饼了。倘若天蛇府加入炎盟，我可以承诺，最多20年，2位都可以达到斗尊巅峰。萧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却是令蛇精和蛇红都是瞳孔一缩，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他。20年，斗尊巅峰。蛇精心动了，他如今虽然有了天蛇精血，有了天尊丹，可他依旧不敢说自己20年就能达到斗尊巅峰。斗尊强者之间，每一星都存在着巨大的修为差距，没有外物帮助的话，每提升1星都需要10年、数十年的苦修才能做到。按照蛇精原本的打算，自己能够在100年之内达到斗尊巅峰，已经算是进步神速了。至于蛇红，他现在比蛇精更加激动。对于他这个斗宗巅峰而言，斗尊巅峰原本根本就不是他可以想象的。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够突破斗尊就已经是大机缘了。斗尊巅峰在斗圣强者不出的情况下，已经几乎算是斗气大陆最顶尖的存在了。可是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还是带着很大的质疑，因为他们太过清楚
一名普通斗尊想要达到斗尊巅峰，需要怎样可怕的资源了？而且还是让两人在20年之内达到斗尊巅峰，这要消耗何等庞大的一笔资源啊！就算丹塔是萧炎家里开的，他也不能这么大方吧？看着两人质疑的目光，萧炎并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笑着看着两人道：“我所说是真是假，最多5年之后，两位便是可以知道了。不过，若是错过了这一关，今后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萧炎笑眯眯地说着，却是令两人忽然有些咬牙切齿了起来。这个年轻人分明就是在让他们去赌，若是赌成了，那他们师徒2人便是都有可能成为斗尊巅峰的存在；而若是赌输了，便是被他萧炎的一张空头支票给忽悠到联盟当中了。当下，师徒2人对视一眼，都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蛇精便是果断地做出了决断：“萧炎兄弟，我天蛇府可以加入联盟。”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判断，除了因为斗尊巅峰的可怕诱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风险很低。说白了，加入这个联盟对于天蛇府而言，最大的损失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面子而已。加入联盟虽然会让天蛇府贡献出许多资源，可也同样可以通过联盟得到很多资源，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便是萧炎本身那可怕的潜力了，能够在这个年纪达到斗宗境界，成为斗尊，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最多也就在这个瓶颈上卡上一段时间罢了。如今的西北大陆，几乎所有人都公认萧炎将来至少也是斗尊巅峰的超级存在，真正能够难倒他的，恐怕也只有斗圣这个可怕的门槛。可他们虽然认为斗圣门槛会难倒萧炎，却也不认为萧炎就一定迈不过这道门槛。毕竟这家伙的天赋实在是太过逆天了，很多斗圣年轻的时候也远远达不到萧炎如今的成就啊。如果萧炎将来成了斗尊巅峰，天蛇府在其麾下不算丢人；而若是萧炎成了斗圣，那天蛇府可就赚了。所以蛇精做出的决定十分的果断。见到蛇精如此，蛇红自然不会多说什么。他虽然是府主，但天蛇府真正的一把手当然还是自己的老师，而且斗尊巅峰这4个字的诱惑对他而言更加巨大。很好，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两位将来会因为自己今天所做的决定而高兴的。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5年之后，自己即便未曾达到斗帝，也肯定拥有斗圣级别的战力了。那时候天蛇府自然会知道自己的可怕。而等到萧炎炼化了本源地气，拥有了斗帝的各种手段之后，完全可以轻松开辟出一方神奇的修炼空间。斗帝强者所开辟的空间，能量可以轻易达到外界的100倍，甚至连杂质都很少，在其中修炼速度自然是比外界快了不知道多少。而且萧炎还可以赐下天阶功法，有了天阶功法和斗帝空间的帮助，只要是斗尊强者就可以轻松的在其中达到斗尊巅峰。也只有斗圣这个门槛才会困住他们，甚至萧炎若是想，也可以帮助他们达到斗圣层次。只不过这对于斗帝层次而言，也需要付出一些小代价了，到时候愿不愿意帮忙，还是要看他炎帝的心情。对于天蛇府而言，若是错过了这次加入的机会，那5年之后他们怕是想加入也没有资格了。当然，现在的天蛇府加入联盟还是很强势的，能够算得上是大股东了，毕竟是联盟目前唯一拥有斗尊的大势力。蛇精和蛇红此刻并不知道萧炎心中的打算，只是不由得开口问道：“不知盟主打算何时成立联盟？事不宜迟，待我回到加玛帝国，便是即刻可以成立联盟。”说到这里，萧炎还颇为神秘地看了一眼蛇精，笑着道：“老府主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我一同去加玛帝国看一看。”对于萧炎的提议，蛇精却是轻轻摇了摇头：“老夫还要坐镇天蛇府，这事儿让蛇红去便是了，他现在才是真正的府主。”话虽如此，真正令蛇精不愿前往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萧炎太过年少，若是让西北大陆的其他斗尊听到自己臣服在一个少年手下，怕是会被笑话。好歹得等到这萧炎真正成了斗尊的那一天，自己再出山效力才是一段佳话。对于这老家伙的心思，萧炎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不过他也不在意，当下只是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只可惜了，我还打算帮我拿碧蛇三花瞳的妹妹找个老师的，既然老府主不愿意，那就只能辛苦一下蛇红府主了。你说什么？碧蛇三花瞳？话音落下，蛇精蛇红的表情便是已经变得无比精彩了起来。碧蛇三花瞳那可是传说当中的神奇体质，若是加上天蛇府手段培养，虽说不至于一定能成圣，可成为斗尊绝对是轻而易举。如此体质，论起资质，除了面前这个少年之外，还真没几个人能赶得上。红儿，我忽然觉得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府主了，雏鹰不能一直在庇护之下成长，老夫决定给你一个彻底掌握天蛇府、一言独大的机会。蛇精笑眯眯地看着蛇红：“你要有小师妹了？老师，我觉得以您的身份地位，没必要这般，联盟的事情我去解决就行了。”蛇红也是讪笑着看着自己的老师。
培养一个碧蛇三花童的弟子，对他而言也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想有个好弟子，而不是小师妹。滚蛋！夸你2句，你还喘上了？你自己什么水平，心里没数吗？老夫给你台阶下，你小子不要不识好歹。蛇精眼睛一瞪，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蛇红，后者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无奈地选择了沉默。再还嘴，这老东西该动手了。蛇红无比清楚自己老师的脾气，心中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蛇精才转头看向了萧炎，兴奋地搓了搓手之后，脸上甚至多出了一丝谄媚的笑容。嘿嘿，盟主，咱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出发了。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老家伙怎么跟个土匪一样？不过看前世清灵的样子，应该不会被这老头给教坏的。在蛇精简单吩咐了蛇红2句之后，两人便是直接离开大殿，准备离开天蛇府。不过就在两人腾空而起，准备离去的时候，一抹绿色身影却是再度出现在萧炎的视野当中。望着那道绿色身影，萧炎脑海中却是再度回想起一些前世的事情，当下嘴角便是勾起一抹坏笑。只见他身体化作流光，很快便是出现在了那女子的面前。蛇精见状也是微微一愣，然后便是跟着萧炎来到了那女子的面前。蛇精老府主，这小妞长得倒是挺别致的啊。萧炎一脸坏笑的看着面前脸色渐渐苍白的绿蛮，目光看向了身边的蛇精。我顺手带走你天蛇府一个女弟子，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望着这一幕，蛇精嘴角忍不住微微抽搐了一下。你小子是真饿了。他也是没想到，这个叫萧炎的家伙怎么会突然变成这副模样。这名叫做绿蛮的弟子，他还是知道一二的，好歹也算是天蛇府的核心弟子了，天赋也是相当不错，将来成为斗宗长老是很有希望的。不过若是论起姿色的话，这绿蛮的姿色也只能算是秀丽，虽然长得不错，但也不算是什么很惊艳的美人吧。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连这种姿色的女弟子都能看上。不过合作在即，想起萧炎带给天蛇府的种种好处，又想到那传说中的碧蛇三花童，他当然不能明着拒绝萧炎。蛇精脑袋微微转动，最后才不由得看向一旁脸色微微发白的绿蛮。绿蛮啊，萧炎兄弟将来会是炎盟的盟主，可是老夫的上司啊。你若是能够跟了萧炎兄弟，你的前途可谓是不可限量啊。老夫问你，你可愿意跟着萧炎兄弟回去啊？蛇精笑容温和，但是绿蛮却是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分严厉。很快他便是明白了老府主的意思，可是这萧炎如此色眯眯的表情实在是令他感到害怕。老府主，绿蛮刚刚开口，便是看到蛇精双眼眯得更厉害了一些。绿蛮张了张嘴，他很想拒绝萧炎，可是在看到老府主那严厉的眼神之后，又将到嘴边的话咽了进去。今日若是拒绝了萧炎，那今后他在天蛇府或许也就没法混下去了。只是比起如此，那萧炎这副直接的模样的确是令他有些反感与害怕。不过就在他内心无比纠结之际，萧炎那原本一脸坏笑的表情却是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看把你吓的，你以为我是想把你带走当做妻妾吗？看着这个前世曾经将自己搞得十分狼狈的女人，这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萧炎心中的一些恶作剧心理终于是得到了满足。看着绿蛮茫然的样子，他这才笑着看向一旁的蛇精。老府主啊，那碧蛇三花童可是我的妹妹，我给你找了这么优秀的一个弟子，你难道就空着手去见自己的弟子吗？这样吧，就让他给我妹妹做个护道者，如何？他指了指一旁的绿蛮，蛇精这才反应过来，当下便是连忙点头笑着道：倒是老夫忘了这回事儿了，没有问题。绿蛮啊，你还不知道吧？老夫即将有一个新弟子了，那可是传说中的碧蛇三花童，能成为这等天骄的护道者，你可得好好谢谢萧炎盟主啊。说到这里，蛇精的脸色也是变得好看了不少。虽然他不是很在乎绿蛮这个小小的核心弟子，可拿自家宗门女弟子去迎合别人，也是让他脸上无光，心里不爽。这叫啥啊？说句难听的，那叫逼良为娼。但是让绿蛮成为自己弟子的护道者，却没有任何的问题。能够成为碧蛇三花童的护道者，不但谈不上任何的委屈，他还得谢谢咱呢。听到两人如此的一番对话，绿蛮心中这才微微松下来一口气，有些忐忑地看了萧炎与蛇精一眼，当下便是对着萧炎行礼致谢。他还不知道炎盟的事情，不过看府主如今的种种态度，显然是与萧炎达成了某种合作，看样子还是以萧炎为主导，这令他心中对于这个传闻当中貌似还不到16岁的少年心生一丝敬畏。另外便是碧蛇三花童，作为一名斗皇强者，在天蛇府也算得上是一位小高层了，他也是清楚碧蛇三花童的强悍与重要，能够成为碧蛇三花童的护道者，的确可以说是他的机缘。事不宜迟，绿蛮，给你1炷香的时间，马上跟我们出发。见到绿蛮还有些发呆，蛇精随口提了一句，绿蛮也是反应过来，连忙点头称是，然后快速化作一道流光消失。
不急，老府主，护道者仅仅一位，可是有些不够啊。我那妹妹还缺少一头坐骑呢。萧炎倒是不急，他现在玩心大起，心中又升起了几分坏心思。你们天蛇府是不是有头8翼黑蛇皇啊？我天蛇府有3头8翼黑蛇皇呢，一头7阶，一头6阶，还有一头刚刚达到5阶。蛇精挠了挠头，萧炎的表现实在是让他有些不明所以。哦，那就是那头6阶的8翼黑蛇皇了。对了，他是不是叫白牙？半晌之后，天空之上，一头通体黝黑，两侧带着斑斓纹路，有着8只黑中带紫的巨大翅膀的蛇类魔兽遨游在天空之上。它的脑袋之上还生出一根黝黑的螺旋纹路尖角，尖角之上释放着淡淡的紫芒，显然这根尖角之上应该是有着剧毒的。这头庞大的蛇类魔兽正是当年的那头8翼黑蛇皇。此刻，它一双充斥着人性化的3角眼当中，正充斥着恼怒与不爽。噗！一道微不可闻的气流再度在他头顶浮现。8翼黑蛇皇眼中恼火更甚，却是敢怒不敢言。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位在人类当中堪称斗宗级别的天才少年，为什么这一路上老是坐在他头上放屁？到了这个境界，怎么可能还会放屁？之所以放屁，这是摆明了在羞辱自己。可是对于这个骑在自己头上放屁的少年，他却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这个少年本身的实力就要远远的超过他。而且天蛇府的老府主此刻也是坐在自己脑袋上，他更是不敢多说什么了。重生真爽！萧炎坐在8翼黑蛇皇的头顶，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这个前世把自己逼得搓出佛怒火莲的家伙，如今就这般老老实实的驮着自己，更是不敢有一句怨言。这种感觉的确是令人感到很有意思。直到8翼黑蛇皇快要飞出天蛇府的疆域之后，萧炎这才有些无奈地站起身来，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蛇精。蛇精长老虽然坐在这8翼黑蛇皇的头上的确很爽，但是他的速度终究还是太慢了，以他们的速度，恐怕至少也要1个月才能赶到。我看还是你我2人先行一步吧。萧炎戏弄了这2个家伙一番之后，已经是玩够了，算是小小的报复了2人一下。不过以天蛇府到加玛帝国那比黑角域还要遥远的距离，这2个家伙就算是日夜不停的飞下去，怕是也要半个多月。斗皇强者也是需要休息的，所以2人能够在1个月之内赶到才是差不多。1个月，联盟那些家伙估计等的黄花菜都凉了，所以他还是跟蛇精赶快赶路，否则要到联盟实在是还早着呢。听到萧炎的话，蛇精也是微微点头，知道萧炎应该是赶时间，于是笑着说道：“可以，萧炎兄弟可否需要老夫带你赶路？”蛇精这话是相当自信的，斗尊强者无论是斗气、身法都是远超斗宗，而且对空间的掌握更不是斗宗可以比拟的。他若是带着萧炎赶路，1天的时间便是可以抵达加玛帝国。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萧炎却是微微摇了摇头：“不必，蛇精长老只管跟着我便是。”话音落下，他已经是一脚踏出，下一刻身形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几里之外。望着这一幕，原本还笑盈盈的蛇精脸色微微一变，露出了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然后才脚下空间扭曲，随着萧炎一般骤然出现在几里之外。2人在天空当中几个闪烁之后，便是已经消失在8翼黑蛇皇与绿蛮的视野当中。等到2人消失之后，那8翼黑蛇皇终于是有些憋不住了，这狗日的一定是故意的，他一个斗宗强者竟然会在老子头上放屁。在他身上的绿蛮听到这句话之后，原本复杂的神情骤然消失，有些控制不住的笑了起来。放屁，哈哈，堂堂一个斗宗强者竟然会在你的头上放屁，他的确是有些憋不住了。绿蛮，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故意整咱俩？可是咱俩好像跟他也没什么仇吧？8翼黑蛇皇郁闷无比，他倒不至于因此直接恨上萧炎，主要是实力差距太大。可问题是，自己似乎并没有得罪过这家伙吧？我一个小小天蛇府的小小6阶魔兽，是怎么被如此精确的指名道姓的从大大小小上百头6阶魔兽当中被点出来的？听到8翼黑蛇皇的话，绿蛮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也可以感觉出来，这家伙的确是在戏耍我们玩。他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却不知道这萧炎为何偏偏拿他们2个开涮。不过能够成为碧蛇3花瞳的护道者，的确是个很好的机会呢。府主，府主！一声凄厉的嘶吼从天蛇府当中传来，把蛇红吓得一个哆嗦。什么事？一惊一乍的。蛇红有些不满地看着面前的一位斗宗长老。府主，天蛇血潭，天蛇血潭忽然消失了大半啊！那名长老有些惊慌地说道。天蛇血潭是天蛇府的根本，若是天蛇血潭彻底干枯了，那天蛇府便是失去了立足之基了。没了大半？蛇红也是微微一愣，随后才叹了口气。没了就没了吧，此事是我和师尊与萧炎之间的交易。他心中虽然早有准备，
但在得知天蛇血潭真的没了大半之后，依旧是忍不住有些失落。不过事已至此，后悔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你把宗门当中所有达到斗宗级别的长老魔兽都给叫过来，我有大事要商量。蛇红轻轻摇了摇头，那长老在听到之后却是有些不乐意了。什么？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被你们卖给萧炎了？这可是咱们天蛇府祖传的财产，就算你是府主，也不能这么干啊！他去叫众多斗宗级长老的时候，便是已经在路上跟这些同辈说了这件事。于是乎，不一会儿的功夫，天蛇府大殿便是被10几人围了起来。一群天蛇府的长老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围攻起天蛇府主蛇红。天蛇血潭是咱们天蛇府最重要的财产，府主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卖了？府主，你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啊！听到众多长老的议论，蛇红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只见他随手抛出了10几道玉瓶，最后落在了这些长老的手中。如果你们觉得这些东西不值那半潭池水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闻言，一群长老们纷纷打开手中的玉瓶之后，便是感受到自身的功法运转速度都快了几分。尤其是那些魔兽化形之后的长老，此刻更是眼中光芒大涨，有些狂喜地看着手中玉瓶当中的血液。这是纯净的远古天蛇血，没有了任何的凶戾气息。那几名魔兽长老十分的激动，远古天蛇的纯净血液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提升修为，更是可以帮助他们洗炼血脉，对他们而言好处极大。这便是我跟老师从萧炎那里交易得来的，当然作为回报，他的确是带走了很多的远古天蛇血液。蛇红脸色很不好看，而那些长老们却是大多都沉默了。天蛇血潭在过去虽然珍贵，可对于他们而言却利用有限，那可怕的远古天蛇意志让他们根本不敢吸收这天蛇血液。而如今这天蛇血液却是可以直接吸收，对他们自然是大有裨益。如此说来，虽然被萧炎拿走了许多，可他们也终究分得了一些好处。可是府主，这些血液未免也太少了一些吧？那萧炎取走了如此之多的远古天蛇血，难道就留给我们这么点？这时一个声音却是不合时宜的响起。闻言，蛇红的眼神却是骤然冰冷了下来，他目光看向那反驳自己的老者，嘴角确实勾起一抹冷笑。蛇柄长老若是觉得少，大可以再去天蛇血潭取出一些远古天蛇血，只要你有办法将其中的凶戾意志驱除，我可以任由你吸取。至于其他问题，你完全可以找我师尊去说。老东西，等老子突破了，第一个打的就是你！蛇红心中十分的恼怒，这蛇柄长老可是跟他对着干了许多年了。听到蛇红的这般说法之后，蛇柄这才讪笑两声，没有再多说什么。驱除远古天蛇的意志，这乃是他能够做到的。不过蛇红也是知道，这些血液虽然对天蛇府的长老们很有用，却的确不能支撑他们长久的修炼，最多也就是在短期之内带来突飞猛进罢了。就在他准备驱散众人的时候，一名实力较弱的斗宗长老却是缓缓开口了：“老师，那天蛇血潭当中的血液似乎是有所变化，我模糊地感觉到，那其中虽然依旧有着些许凶戾，却已经没了那种令人疯狂的意志冲击了。”开口的这位长老是蛇红的一位弟子，也是他弟子当中唯一一个达到斗宗境界的强者。你说什么？那可怕的意志没了？听到这句话，蛇红也是忍不住脸色微变，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其余长老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然后便是与蛇红一般飞速地离开大殿，然后朝着天蛇秘境的方向飞去。很快，天蛇府的众人在看到那一方已经消失了大半的血潭之后，一个个脸上却是露出了狂喜的神色。远古天蛇的意志真的被彻底抹除了，虽然还残留着很多凶戾之气，却已经是无根浮萍，今后再难威胁到我等。也就是说，今后我等也可以进入天蛇血潭当中修炼了。一时间，整个天蛇府的众多强者都沸腾了。没有了天蛇意志的血潭，虽然依旧难以吸收，有着凶戾气息残存，却并非不能，只是依旧有些苦难而已。能与不能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只要能够吸收利用这些远古天蛇血，哪怕速度缓慢，对他们的帮助依旧会极大。这萧炎对我天蛇府真是有大功德啊！天空之上，两道人影不断闪烁，每次移动便是跨越出数里的距离。蛇精跟在萧炎的身后，一张原本淡笑着的脸庞，此刻已经是颇为的凝重，以至于他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十分的震撼。这一路之上，他几乎是在不停地试探着萧炎的速度，可即便是他都快要动用底牌去施展身法斗技了，萧炎却依旧是那般闲庭信步地行走在天空之上。如此速度让蛇精实在是不敢想象，这是一名斗宗的速度。单凭这身法，很多斗尊强者便是不可能抓到这萧炎。蛇精看向萧炎的目光再度多了几分重视，虽然他并不擅长身法，可萧炎的速度依旧是十分的可怕，才斗宗便是能够做到如此，等他成了斗尊那还了得，到时候怕是只有斗圣强者才能追上他吧。
没有了2名斗皇的拖拉，萧炎和蛇精的速度自然是快了10倍不止。短短1天的时间，2人便是已经赶回了加玛帝国。在萧炎回归到加玛帝国的那一瞬间，便是已经感受到了整个加玛帝都当中强者的气息数量比起自己离开之前再度多出了很多。在这其中，单单是斗宗层次的气息便是已经接近10道，至于斗皇这一层次，数量就更多了。仅仅只有不到10个斗宗吗？萧炎笑着摇了摇头，不过想想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自己如今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可斗宗强者终究是心高气傲之辈，一个个都是不敢屈居人下的。也就是萧炎所展现出的天赋太过可怕，才会让这些强者思虑再三之后加入其中。否则，若是云山出门振臂一挥，这些家伙恐怕不但不当回事儿，反而会嗤之以鼻。至于斗皇强者，如今就比较好招揽了，仅仅一套可以与他们自身相匹配的地阶功法，便是足以让很多斗皇强者趋之若鹜了。要知道，很多斗皇强者或许有机会得到一门地阶功法，可想要得到一门适合自己的地阶功法，那就太难了。很多单打独斗出来的斗皇强者，都仅仅只是修炼的玄阶高级功法而已，所以适合自己的地阶功法对他们的诱惑绝对比黄级丹甚至破宗丹都要强大。盟主，这时目前愿意加入联盟的众多强者门派的名单，请您过目。萧炎一回到加玛帝都，云山便是已经恭敬地将名单目录呈递上来，还细心地汇报了一下萧炎各大红颜知己近期的一些信息，其中主要包括美杜莎和小医仙在近期已经来到加玛帝国，海波东已经回归到了米特尔家族，并且支持亚菲成为了族长。对于亚菲和萧炎的关系，海波东老同志表示十分的满意，并对亚菲进行了积极的思想工作，全力支持他与萧炎之间的所有关系。在之后，便是他个人对于云韵的一些思想工作。按照云山目前的说法，云韵对于萧炎没有任何的反感，当然，想要将关系进一步拉近，还需要萧炎自身的关注。除此之外，便是加入联盟的各大势力的信息，以及萧家最近的一些动向。包括萧战父子3人已经带领家族在帝都扎下脚跟，从此萧家的势力中心算是搬到了帝都，乌坦城则是成了封地老家一样的地方。望着如同老管家一般的云山，萧炎忍不住再度一叹，最后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宣布下去，明天早上这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到炎神殿议事，我炎盟将在明天正式成立。是，盟主。云山点头领命，然后乖乖退去。看着他这副模样，萧炎也是沉默许久，最后才露出一抹笑容。翌日清晨，加玛帝都炎神殿，这是一座在帝都郊区新建立起来的庞大大殿，整座大殿巍峨高大，单单是高度便是达到了数十丈之高，至于面积更是比加玛皇室的皇宫还要庞大。对此，加玛皇室却是不敢多说什么，因为他们也已经是这个庞大势力当中的一员了。修建这座庞大的炎神殿，云岚宗和加玛皇室可是其中的主力军。而此刻，辽阔的大殿中央，两侧密密麻麻的数百道椅子上都已经是坐满了人，除去萧鼎、萧厉两兄弟以及亚飞，其中修为最低之人都是达到了斗王层次。大殿尽头，萧炎望着下方的诸多熟人，心中百感交集。此刻，彩铃、小医仙、亚飞、云韵都是坐在其中，云山、海波东、嘉刑天和父亲萧战同样位列其中。而在他们的身旁，还有着诸多的斗宗、斗皇级别的强者。看着这刚刚成立却比前世强了许多的新联盟，萧炎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诸位，未来的今天，你们将会无比的庆幸加入联盟。高座之上，萧炎笑看着面前的众人，最后便是开始宣布一条条关于联盟的一些事项。对于这些事项，萧炎在未曾归来之前，联盟的很多内容，云山便是已经跟各方的势力沟通过了。对于这些条件，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这些势力既然愿意加入联盟，那本身便是看好了联盟的未来和前景，最重要的还是看重萧炎这个盟主的实力。不过，在萧炎提出让美杜莎女王担任副盟主，并且在联盟当中拥有极高的权力之后，最终还是有着那么几人站了出来。联盟的副盟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萧炎在整个联盟也仅仅设置了2个副盟主的位置。随着盟主萧炎的实力不断提升，他们相信联盟将来一定会是西北大陆最为顶尖的势力之一。而副盟主的位置掌管着无数的资源与权力，说是一句位高权重也丝毫不过分。在这个位置上，只要轻轻刮一层纱，都是极为庞大的资源，所以对于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颇为的看重。一旦他们成了副盟主，将来无论是自己也好，还是自己的宗门势力也好，都将成为联盟当中，甚至是整个西北大陆的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当众人听说萧炎要将副盟主的位置交给美杜莎的时候，其实都是有所疑惑的。毕竟如今的美杜莎只是一个9星斗皇而已，在众人当中只能算是中上，而蛇人族其实也不算如今联盟众多势力当中多么强悍的一个。
不过对此，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见的，因为关于美杜莎的事情，云山倒是很早就提醒过他们。忠诚的老管家云山很热心地表示，盟主大人对于美杜莎女王是有想法的。对此，大部分人对于这一点其实也是无可厚非，他们自认为也没有什么本事争夺副盟主的位置，只是暗叹一生人不风流枉少年。美杜莎女王的艳名在周围的众多势力当中自然是颇为响亮的，尤其是在他们见到美杜莎真容之后，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惊为天人，心想如此美人倒也值得那萧炎下如此大的本钱。不过大部分如此想，却依旧有着小部分人有些不满。这些人大多都有着颇为强大的实力，而且还有着很大的野心，对于副盟主的位置可谓是虎视眈眈。很快便是有着两人走了出来，对萧炎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两人，一人名为李森，是距离加玛帝国数万里之外一宗门势力青椒谷的谷主，实力达到了6星斗宗，在如今加入联盟的众多强者当中，若是除去天蛇府，实力怕是足以排到第2。另一人则是一名名为柳昌的老者，此人乃是联盟当中唯一的一位7品炼药师，是最有望成为丹堂堂主的一位。但萧炎如今却是将他列为了与古河一样的丹堂副堂主，原因很简单，这老东西便是前世自己整顿丹堂之时所整顿的2个老家伙之一。萧炎对于此人的人品本就不怎么看好，如果这家伙这一世识趣一点，萧炎也未必不能给他一个机会。不过看此人如今的模样，怕是又要成为萧炎杀鸡儆猴的一个警示了。盟主，我二人不服，我认为副盟主的位置应该换个人。柳昌和李森很快便是站了出来，这2个老家伙早在各自的势力当中作威作福，身居高位已久，身上早已养出了极为狂傲的风气。本以为来到这小小联盟之后会身居高位，混个副盟主之类的当应该不成问题，却是没想到萧炎不但没有给他们副盟主的位置，还主动将两人晾到了一边。如此也就罢了，他凭什么将那美杜莎女王封为副盟主？别说这萧炎只是对那美杜莎女王有意思，就算两人已经是夫妻了又如何？身为盟主，你不做出点服众的事情，怎么干好这个盟主？随着两人的战出，原本还喜气洋洋的大殿此刻却是陷入了一片寂静。此刻许多新加入联盟的强者都是忍不住上下打量起来萧炎和这两人，他们此刻也很想看看，对于这2个刺头，这位新的盟主会采取怎样的手段。这叫做萧炎的少年盟主虽然是少年天骄，未来堪称前途无量，可擅长修炼战斗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擅长管理。萧炎今天对两人的处理方式将会成为他们今后应对这位新上司的一种参考。盟主，我见到这2个老家伙的战出，美杜莎心头也是莫名的产生了一丝压力，目光忍不住看向了萧炎。副盟主的位置对于蛇人族很重要，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此刻坐上去怕是难以服众。这一刻就连萧战父子包括亚飞海波东都是忍不住看向萧炎，唯有云山、白寒、白雪3人此刻看向那2个老家伙的目光带着些许冰冷的戏谑，仿佛看待傻子一般。对于众人那灼灼的目光，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不爽与愤怒，他只是右手微微一压，笑容温和地制止了美杜莎接下来的话，紧接着便是笑着看向了那2个闹事的老家伙。其实这2个老家伙闹事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倘若这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主题的联盟，那萧炎这个盟主的确应该公正办事，找2个德高望重实力强的老资历去干副盟主。对于这2位放在西北大陆也颇有名声的老前辈，似乎也该礼遇有加。可惜他们并不知道，对于如今联盟的这些家伙，萧炎其实并不怎么在乎。联盟说到底只是他用来维护自己家族和几个老婆家族之间利益的一个工具罢了。商量是在双方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联盟的众人其实就算是天蛇府，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与萧炎商量的资格，他们能够加入联盟已经是一个可以让祖坟冒烟的选择了。所以对于2个老家伙的逼宫，萧炎也仅仅只是满不在意的一笑。2位如果不服的话，现在离开联盟也是来得及的。萧炎仅仅只是这么一句话，便是令寂静的大厅变得更加寂静。除去萧炎的几个奴仆，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想过萧炎会用各种方法对付两人，却独独未曾想到萧炎会如此轻描淡写的请两人离开。你这是侮辱我等！青椒谷谷主李森瞪着双眼，满眼的不可置信。他身为6星斗宗级别的强者，麾下更是带着青椒谷这一庞大势力，就算是投奔斗尊强者也会被笑脸相迎，哪会想到萧炎会如此轻易的让自己滚蛋？侮辱！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一个小小的6星斗宗，他现在反手就能拍死，哪里有资格被他侮辱？当然这种话他也不能直接说，否则就是把在座的大部分人都给骂了一遍。所以他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白寒白雪。青椒谷主，我并没有任何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还有在座的诸位，加入联盟的好处我在条例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
你们只需要安安心心为我严盟做事，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至于觉得自己有几分实力就想兴风作浪，很抱歉，一个小小斗宗在我面前还掀不起什么风浪。萧炎话音落下，两道凶煞无比的气息便是已经冲天起，仿佛这大殿当中出现了两头绝世凶兽一般。在这庞大可怕的气息面前，所有人都是忍不住脸色一变，目光惊骇地看着萧炎身边不知何时站立的一男一女。九星斗宗巅峰！在场的几名斗宗强者忍不住开口惊呼道。听到这几个字的那一刻，其他人更是神色大变，看向白寒白雪的目光充斥着敬畏之色。他们早就察觉到萧炎身边的这对白衣男女不一般，可还是没有想到这两人竟然是九星斗宗巅峰级别的强者。这种强者在斗尊极为罕见的西北大陆，很多时候都是各大顶尖势力的话事人了。白寒白雪，从今天起，你们就担任炎盟的护法长老，全心全意的辅佐副盟主管理炎盟，明白了吗？萧炎看着白寒白雪，两人也是微微躬身。是，少主。少主。这一刻，大殿当中的众人都是微微咽了一口唾沫。两名九星斗宗级别的强者喊萧炎少主，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了。他们早就猜测过萧炎的背景强大的可怕，可是看到这一幕之后，还是忍不住被吓到了。难怪这萧炎根本不在乎一个六星斗宗级别的下属，以他那可怕的背景，一个六星斗宗还真的是可有可无。青椒谷主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却是久久没有动静。他也是被萧炎给整懵了，一时之间有些下不来台了。在满场的震撼当中，美杜莎此刻却是莫名的心跳加快了几分，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复杂。其实有了小医仙的反馈和这些天的经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萧炎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炎盟副盟主的位置，帮助血脉进化的条件，还有2名九星斗宗做自己的帮手，这家伙为何对自己如此之好？而且还有些莫名的霸道。他做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美貌吗？美杜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亚飞和云韵，却见两人也在盯着自己。论其美貌，这两个家伙也不比自己差多少吧。美杜莎想着，却是有一只玉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他回头一看，却见小医仙正满眼鼓励地看着他。你这丫头！他忽然忍不住苦笑一声，哼，盟主大人果然底蕴非凡，难怪会不把我等放在眼中，就是不知道炎盟当中有着如此众多的斗宗强者，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七品炼药师呢。他这话音落下，便是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因为很多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是如同看向傻子了一般。这一刻，他才骤然想起萧炎身后那位神秘的老师，好像就是丹塔的某个巨头人物。虽然整个西北大陆至今没有人见到过萧炎的老师，但大家现在几乎都是公认了，萧炎的老师应该就是丹塔当中的某位超然存在。他沉浸在自己这个七品炼药师在西北大陆的时间太久了，却是忘记了自己最早投奔炎盟的目的，便是想要通过萧炎这条线搭上丹塔这条船。能有如此恐怖的炼药师当老师，这萧炎想要招揽几名高阶炼药师还不容易吗？想到这里，柳昌只觉得有些分外的打脸，脸色一阵潮红之后，最后便是忍不住扬袖而去。炎盟如此轻视人才，是不会有前途的。李森兄，看来这炎盟也是容不下我们了。既然如此，我们走。柳昌冷哼一声，看了一眼身旁的李森。李森犹豫片刻之后，也是跟着他离开了。今日两人这么一闹，不但没有成事，反倒是丢人丢得有些大了。两人身居高位已久，心中难免有些狂傲。今日在此地丢了这么大的人，今后在这炎盟也是再难抬起头来了。既然如此，那这炎盟还是不要逗留的好。见到两人离去，萧炎却是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方才柳昌的一番话，的确很有可能对炎盟的士气造成一定的打击。毕竟领导太过任人唯亲，不关心下属的心情，却是容易丢失人心。不过只要有着足够的利益，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于是乎，在两人脚步刚刚迈出炎神殿的那一刻，萧炎便是已经笑着开口了：古河副堂主。他话音落下，古河已经是从人群当中站了出来。古河这段时间早已被云山洗脑，主动加入了炎盟的丹堂当中。他自知自己潜力实力都不如萧炎，对于萧炎倒是服气，加上云山对他有着知遇之恩，所以并没有过多拒绝的意思。唯一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的，就是老宗主老是想要将云韵和萧炎撮合在一起。不过他这人倒是能够公私分明，也没有因此而怨恨萧炎，只是心中有些不爽，却也是真的。古河，我赐你天丹阁炼丹笔录、药王真经各一份，希望你得到之后好生研究。以你的天赋，得了这2样秘籍，10年之内达到7品巅峰并不难。萧炎随手一挥，2枚玉简便是从他手中飞出，然后落在了古河的手中。当听到这2枚玉简当中名字的那一刻，古河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感恩戴德了。这2样虽然不是什么功法斗技，
可都是2位8品炼药师毕生心血的凝结，对他帮助极大。而此刻，那刚刚双脚离开炎神殿的柳昌却是身体骤然一僵，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你好好为炎盟做贡献，等你踏足到了7品巅峰，我还有灵魂修炼之术可以传授给你，助你迈入8品炼药师。”萧炎轻声笑道：“什么人心不爽，什么不善待人才，在自己拥有可以助人迈入8品的条件开出来之后，整个西北大陆的炼药师都会发疯了一样的涌入炎盟。就如同此刻的古河已经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多谢盟主赏识之恩。”古河砰的一头磕在了大殿地板之上，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回响不绝。这宛如洪钟大吕的一下子，没有让古河出什么事，却是让萧炎忍不住的有些错愕。不是，至于吗？这家伙怎么如此激动？萧炎看着古河这副模样，都是有些懵逼，心道自己还是低估了8品炼药师这几个字对于一位炼药师的吸引力了。对于已经人至中年的古河而言，他的潜力已经开发了许多了，如果没有一个良师和足够的资源，他想要进入7品，怕是都需要20年之久。至于7品巅峰，怕是要到了云山这个年纪才能做到。而8品炼药师，他甚至不敢奢望。8品炼药师放在西北大陆，那就是个传说；甚至就算是放在中州，那也是称得上是真正的炼药宗师了。就算是斗尊强者遇到了，都要客客气气的。对于大部分的炼药师，包括前世这个年纪的萧炎而言，能够成为8品炼药师，那的确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而在萧炎开出这条件的那一刻，那迈出门口的柳昌，此刻却是神色无比的僵硬，双眼有些赤红的看着那坐在高台之上的萧炎。成为8品炼药师的机会，竟然就这么让我错过了。柳昌心中后悔、不甘，甚至隐隐有些怨恨。那可是成为8品炼药师的机会啊！他迈入7品炼药师都多少年了，如今也不过仅仅只是7品中级而已。如果早知道萧炎有着助人成为8品炼药师的法门，那他就是给这萧炎当牛做马，又能如何？只可惜木已成舟，无法回头。萧炎这是摆明了要拿他与李森开刀。此刻不是他想不想回头，是萧炎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他们回来。对于萧炎而言，7品炼药师也好，8品炼药师也罢，只要对方的资质不是太差，他想要培养一位都是太过轻松了。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哪个炼药师会对炎盟有意见。有意见，那你可以滚蛋啊！只要你对炎盟开出来的条件不心动就行。诸位，萧炎目光看向丹堂方向那些目光火热的炼药师们，随着势力的扩张，丹堂也是汇聚了周围大大小小势力的数十位炼药师。之所以只有数十位，是因为有资格进入炎神殿开会的，至少也得是5品炼药师才行。也就是说，炎盟现在共有足足5位6品炼药师，其余的数十位也都是5品炼药师。这等数量，算是超过了当年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的足足5倍了。我能给古河长老的，将来自然也可以给你们。萧炎笑盈盈地看着面前的众人道：“从今天起，所有丹堂的长老弟子都可以任意挑选3份与自己品级相对应的丹方，以及1份高于自己品级1级的丹方1张。”萧炎的话音落下，这些炼药师的眼睛瞬间便是光芒大放。对于一个炼药师而言，丹方的确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种东西，尤其是高品级丹方更是十分珍贵。不过，这也仅仅只是萧炎所开出的第一个条件而已。我会将之前赐予古河长老的2套秘籍，甚至更多8品炼药师的手札放入丹堂的藏经阁当中。萧炎目光看向这些目光越发灼热的炼药师们，笑盈盈的道：“只要你们能够为炎盟做出足够的贡献，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得到。甚至，我还会将2种灵魂修炼之法放入其中。”当萧炎最后一句话说出的时候，所有丹堂的炼药师都沸腾了。只见他们这一刻已经是双眼赤红，几乎是在一瞬间全部单膝跪地，仿佛不再是一群高贵的炼药师，而是一群忠诚的战士。萧炎给他们的是一条可以直通8品的大道，成为8品炼药师的诱惑是没有任何一个炼药师可以拒绝的。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辛，但比起他们过去即便是疯狂努力都找不到方向，这条路已经是无比的吸引人了。这世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需要努力才能得到结果，而是连努力的方向都找不到，半生热血全部蹉跎在了岁月当中。很好，萧炎看着这些热血沸腾的炼药师们，心中却是有些感慨。无论是炼药师的道路，还是斗气修炼的道路，若是没有一位良师的指导，那无疑是需要走大量的弯路，浪费大量的时间的。这丹堂当中，很多5品炼药师都是已经头发灰白，半个身子埋进黄土了。前世的萧炎若是没有遇到药老这个良师，那也无疑会白白浪费很多时间。不过一切都摆平了，有着萧炎开出的条件，丹堂对于西北大陆所有炼药师的诱惑将提升到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而在拥有了大量的炼药师之后，那可怕的资源加上萧炎提供的功法，自然会诱惑更多的强者加入炎盟。功法斗技、丹方秘术，本是这世间极为难寻的道路，可惜的是，萧炎脑子里却是装了太多。
他无需提供任何的天才地宝，仅只是这些随手丢出的信息，便是已经足够让所有人疯狂。等我迈入至尊境界，便是将那些天阶功法都丢出来也无所谓了。萧炎心中默默想着，以他如今的实力，还是不敢丢出太多的高阶功法、天阶功法，可是足以引起斗圣强者的贪婪的。对了，还要跟各位再介绍一位强者。萧炎这才想起来，此刻坐在自己身边不远处的蛇精，笑盈盈地朝着众人介绍道：“这位是天蛇府的老府主蛇精。从今天起，天蛇府也算是我联盟当中的正式一员了。”萧炎话音落下，原本就已经被他搞得颇为沸腾的大殿直接轰动了起来。天蛇府那可是西北大陆真正顶尖的势力之一啊！在西北大陆，区分一个势力是不是顶尖势力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势力究竟有没有斗尊强者坐镇。而萧炎身边这个看上去有些大大咧咧的老头，很多人并不认识，只有极少数的一些强者，早在这老头进入大殿的那一刻，便是认了出来对方的身份。所以，一些强者在看到这老头之后，更是不敢跟着柳昌闹事，因为他们知道此人是蛇精，天蛇府的上一任府主，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可是，当他们知道这位斗尊强者要带着天蛇府加入联盟的那一刻，终于是都有些震撼了。要知道，就算是如今的联盟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强者，可在顶尖强者方面都未必能够比得上一个天蛇府。可盟主仅出去一趟，便是将整个天蛇府都拉进了联盟。有了天蛇府的加入，联盟可就不只是西北大陆的一流势力了，而是可以一跃成为顶尖势力，真正的顶尖势力。这一刻，那些原本心中还有些小心思的斗宗强者和各大势力首领都彻底老实了。他们原本还以为自己实力不弱，在联盟当中或许好歹能够混出个地位，但在看到天蛇府之后，便知道自己算哪根葱了。此刻坐在萧炎身边那个笑盈盈的老头子，可是真正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经过了延神殿当中的一系列转折，萧炎恩威并施之下，很快便是将联盟这些原本还有着小心思的众多强者全部收服。完成了延神殿议事之后，萧炎没有过多的犹豫，私下里与家人和众女相互见了一面，浅谈几句之后，帮助亚妃检查了一下大地内境的修炼情况，把亚妃弄得面红耳赤的。紧接着便是叮嘱美杜莎女王近期要熟悉联盟权力结构的同时，还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自己很快就要帮她完成血脉蜕变了。盟主，多谢了。美杜莎俏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萧炎。尽管知道萧炎对自己或许是有所企图，可她还是被萧炎稍微打动了几分。这些年来，觊觎她美貌的强者可并不算少，可有哪个能够如同萧炎这般做出这种有魄力的事情，拿一个未来足以称霸西北大陆一方的势力来做赌注？当然，仅如此，他不但不会开心，反倒是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恐惧。可是，在萧炎的身上，他始终都是察觉不到这种感觉。每一次见到萧炎，他都会不会有丝毫的反感？那种感觉，他无法说明白，但他知道，他总是很难对萧炎升起抵触情绪。你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萧炎咧嘴一笑，望着他这副略微有些手足无措的模样，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可爱，于是忍不住伸出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这一刻，美杜莎的身体骤然僵硬了起来，一双狭长美眸骤然瞪大，呆呆地看着萧炎。好好准备。看着他这副模样，萧炎忽然感觉更加可爱。这个冰山美人，即便是在前世，也从未在自己面前表现出这副模样。当下，他又忍不住捏了捏那张吹弹可破的绝美脸蛋，然后才哈哈笑着转身离开。直到萧炎离开之后良久，美杜莎才从方才的僵硬当中缓过神来。她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心跳却是再度加快了几分。一张雪白脸颊之上不知何时升起一抹红晕，片刻之后，嘴角才缓缓勾起一抹弧度。敢揉本王的脑袋，还敢如此调戏本王，萧炎，你倒是第一个呢。安抚完彩铃之后，萧炎又去云岚宗见了一趟云韵。云山见到萧炎过来，那叫一个积极，一顿海吹之下，已经把萧炎描述成了天底下最英伟的男子。说到最后，就连萧炎都感觉有些尴尬了。好在萧炎一个眼神之下，云山便是识趣的离开了。等到云山离开之后，云韵这才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看向萧炎之时，脸上却是多了一分红晕。萧炎盟主，你能不能跟我老实说一声，今后不要老是这么叨叨了？云韵轻轻叹了口气，这段时日里，她可是被云山唠叨的头都快炸了。有些时候，她也是很想不明白，云山到底被萧炎用什么东西收买了，就跟把萧炎当爹了一样。哦，可以啊，你只要按照你老师的建议去办，那他不就不会叨扰你了？萧炎微微一笑，望着这个一袭月白长袍的雍容美人，又回想起了两人前世在山洞的那一幕，不由得靠近了几步，目光略带几分霸道的看着他。萧炎盟主请自重。云韵被他看得心跳微微加速，忍不住倒退了一步。他忍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在自己寝殿的那一幕，不由得有些面红耳赤。你是嫣然的未婚夫，
我是嫣然的老师，我们是不可能的。云云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萧炎笑着盯着他的眼睛。解除婚约了也不行，我还要照顾他的感受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的。萧炎，你死了这条心吧。云云不知哪来的勇气，忽然瞪着萧炎道，然后就被萧炎再度握住了命运的脖颈，直接霸道的强吻了过去。对于这个女人，萧炎实在是太了解不过了。吃硬不吃软，这个看似强大的云岚宗宗主，其实总是有着一颗柔软的内心，所以才会前世在萧炎与云岚宗之间摇曳不定。不过萧炎还是要多谢他的犹豫不决，不然当年魔兽山脉他一剑刺过去，也就没有今后的炎帝萧炎了。所以为了报答他，萧炎又狠狠地欺负了他一下。良久之后，云云有些无力地靠在萧炎怀里，彻底放弃了抵抗。他认命了，这个跟自己徒弟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就仿佛他命里的克星一般。自从他从迦南学院回来之后，这个家伙就始终将自己克制得死死的。最关键的还是他对这个家伙生不起丝毫的反抗之意，就这样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越陷越深。夜里，萧炎才回到萧家，如今在加玛帝都的大宅当中。回去之后不久，便是钻进了小医仙的房间当中。你身上有好几种女人的味道，滚开，离我远点。小医仙俏鼻微微一嗅，便是有些不满的看了一眼萧炎。萧炎没有说话，只是跑去洗了个澡，半晌之后，便是不知用什么方法钻进了小医仙的被窝。一夜无眠，翌日清晨，萧炎却是神清气爽的走出房间，他轻轻拍了拍手上的众多那戒，这才将其上的一层灵魂遮蔽给去掉。该干活了。萧炎轻轻揉了揉手上的那戒，药老的灵魂已经发出兴奋的波动。不过就在他准备着急了白寒白雪，准备离去的时候，天蛇府老府主蛇精却是前来拜访。盟主，我还没有见到我那个弟子呢。蛇精笑着搓了搓手，萧炎这才反应过来，却是忘了青灵这件事了。于是乎，他当即回到家中，将青灵叫了出来。青灵，这位是天蛇府的老府主蛇精老先生，今后他就是你的老师了，你要跟他好好学习，知道了吗？萧炎语气柔和地揉了揉青灵的脑袋。闻言，青灵也是怯生生地看了一眼蛇精那笑得快成菊花的老脸，这才轻轻点了点头。虽然感觉这个怪老头有些吓人，但是对于萧炎他却是绝对信任的。好好，从今天起你就是老夫的关门弟子了。蛇精在看到青灵那双碧绿双眸深处的三花小点之后，便是已经笑得合不拢嘴。碧蛇三花瞳，只要好好培养，成为斗尊巅峰并非什么难事。对此，萧炎也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虽然他亲自指导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不过现在的他还是太忙了一些，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抽空分心青灵的事情。而蛇精好歹也是个斗尊强者，现在负责教导青灵，给他打下一些坚实基础还是够用的。做完这最后一件事情之后，萧炎很快便是带着白寒前往了魔兽山脉，至于白雪，则是被他留在炎盟辅助美杜莎处理政务。有这么一名斗宗巅峰的强者帮忙，想必美杜莎在炎盟便是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了。实在不行，还有着蛇精的帮忙，对于炎盟现在的规模所牵扯的利益，蛇精实在是看不上多少。闲来无事之下，除了教导青灵之外，更是偶尔可以出面震慑一下炎盟内外。魔兽山脉核心的一座古老山峰当中，萧炎再度落座于此。3年前，他便是从此地收服了白寒白雪兄妹，从而给他增添了2份战力。也同样是在3年之前，萧炎在此地炼制了不少的血神丹，吸引来了化血魔牛，并且顺手将它宰了。这头牛的牛肉倒是让他吃了好久。同样是在今天，萧炎再度开炉炼丹，却是要开始炼制8品丹药了，帮助白寒白雪迈入8阶层次，帮助美杜莎完成血脉蜕变，帮助药老和天火尊者复活，都需要丹药的辅助，而且丹药品级越高，效果自然也就越好。于是萧炎很快就取出了万寿鼎，以他如今的实力，再度炼制8品丹药，早已不需要药老出手帮忙了。通天境的修为和灵境的灵魂，足以给他带来超长的续航能力。而4种异火融合而成的地眼种子，加上前世那冠绝寰宇的炼药术，都可以让他大大的缩短炼药时间，并且拥有100%的成丹率。给我看住周围，不要让那些魔兽过来。萧炎叮嘱了白寒一声，便是喷出一口火焰，进入到了万寿鼎当中。绚丽火焰落入万寿鼎的瞬间，便是快速升腾，令周围的温度骤然升高。萧炎神色不变，一株株草药连续不断地丢进药鼎当中，开始漫长的炼药过程。1天之后，伴随着一道银色天雷的落下，萧炎手中便是已经出现了一枚释放着庞大能量的丹药，7品丹药化形丹。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紫妍倒是很辛苦的在几女当中周旋，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在这小妮子如此诚恳的份上，萧炎自然也不能亏待了她。将化形丹塞入玉瓶当中之后，萧炎仅仅只是闭目休息了大概1个时辰的时间，便是再度睁开眼睛，
一株株草药也是被再度丢入药鼎当中。又是1天之后，一道天雷再度落下，然后被萧炎张口一吞，直接炼化。这次炼制的是几枚血神丹，品级大致达到了7品，是留给紫妍使用的。接下来，萧炎却是休息了足足半天的时间，再度睁开眼睛之时，一道小玉瓶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手中。玉瓶打开的那一瞬间，磅礴的能量夹杂着些许的血腥味道，便是骤然传来。9阶魔兽远古天蛇的精血。萧炎屈指一弹，一小团精血便是带着浓郁的能量气息落入到了万兽鼎当中。下一刻，绚丽火焰便是席卷而上，伴随着众多药材开始与那一团精血迅速炼化。随着这些药材的淬炼和融合，一种异样的波动开始在天地间蔓延。很快，方圆百里的魔兽便是已经躁动起来。然而，对于这些魔兽的躁动，白寒却是化作本体，发出一声低沉的虎啸。仅仅一声虎啸，便是令这些魔兽立马老实了下来。萧炎依旧盘坐在原地，神色没有因为这些动静而有丝毫的变化。在他的药鼎当中，一枚血红色的丹药正在逐渐成型，在那其中，一道极为庞大的能量正在缓缓孕育。而一旁的白寒在感受到万兽鼎当中的波动之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兴奋的神色。萧炎这次炼制的依旧是血神丹，只不过材料却是换成了9阶魔兽的精血为主药材，更是掺杂了各种珍贵药材。如果不是这些年他收获颇丰，先后获得了好几位斗尊强者的遗留，此刻怕是都凑不出如此众多的药材。而用了如此宝贵材料所炼制出的血神丹，自然是达到了8品的层次，而且即便是在8品当中，也是十分珍贵的一种。3天之后，天地变色，一抹漆黑的雷云不知何时覆盖在天空之上，紧接着，这些雷云便是已经转换成了3彩之色。轰隆！伴随着一声巨响，一道3色天雷骤然从天而降，宛如一条巨大的电蛇一般，将周围的空间都劈裂。望着这一幕，一旁曾经魔兽山脉的霸主7阶巅峰的白寒都是心生一抹畏惧，有些忌惮地看着这道3彩丹雷。而下一刻，一道通体宛如白玉的骷髅却是骤然冲天而起。这道冲天而起的苍老身影，正是那尊灵族斗圣强者的遗体。不过此刻操纵着这道遗体的，却是药老的灵魂。轰隆！3色丹雷带着可怕的威能，狠狠地砸落在这道苍老身影之上，却仅仅只是令这苍老身影略微一颤，然后便是彻底的失去了动静。接下来的道道丹雷都是被药老操纵着这一具斗圣遗体轻松承接，直至云开雾散。结束了这一切之后，药老的灵魂才操纵着这一道斗圣遗体缓缓降落。此刻，他的灵魂也是传来了些许的疲劳之意，显然抗下这道丹雷对他不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若是在他全盛时期，这些丹雷自然是没有任何威胁可言。可他如今哪怕是恢复到了天境中期的灵魂，却也终究是灵魂之体。但凡灵魂之体，对于天雷这种至阳至刚的东西都是怀揣着几分忌惮的。也就是要老灵魂已经达到了天境，而且灵魂本源力量也已经补充完毕，否则这天雷萧炎也是不敢让他硬抗。此刻的药老那近乎实质的灵魂体内部的斗圣遗体隐浮现，他就这么盘坐在地上休养生息，补充着方才的灵魂损耗。不过他那凝实的灵魂深处以及那斗圣遗体的身上，却是有着3色雷霆若隐若现，仿佛一条条小小电蛇一般在他体内游走。老师，好好休息，准备迎接下一道丹雷吧。见此情况，萧炎也是微微一笑，伸手一抓，一枚似是想要飞离逃走的血红丹药便是落在了他的掌心当中。第一枚血神丹算是真正的炼成了。萧炎心念一动，便是将这枚血神丹放在了一枚玉瓶当中。之所以让药老去抗丹雷，倒不是他萧炎抗不下这些天雷，而是因为这具斗圣遗体的潜能实在是太过庞大，想要融合炼化并非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哪怕要老天境中期的灵魂，想要将其完美驾驭，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此强大的肉身，除了要有强大的灵魂，更是需要与这肉身无比契合，否则就是萧炎也不可能说让药老一复活就掌握这道肉身。若是换作天火尊者的灵魂体，那更是连融合这道肉身都是无比困难。所以让药老借此机会操纵着斗圣遗体抵抗一下丹雷，其实并非没有好处，反倒是能够让药老的灵魂与这具身体提前契合一下。药老闻言也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想要复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不过好在有着萧炎当初给他的太一地魂诀，让他灵魂力量只要不伤到根本便是可以快速恢复。于是药老便是这般一边恢复灵魂力量，一边默默契合着这道斗圣遗体当中的力量。身为一位斗圣强者的遗体，即便是死后，尸体也是能够保存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依旧蕴含着足以惊天动地的伟力。更何况这道斗圣遗体还是在空明玄关当中一直保存着的。
炼制完第一枚血神丹之后，萧炎也是略作休息，令这片山谷再度陷入了短暂的寂静。然后他才操纵着万寿鼎再度升起炉火，开始炼制下一枚血神丹。时间流逝，3天后，天空之上再度有着3色雷云翻滚，令药老那沉默盘踞的身体再度睁开了双眼。又来了！药老无奈的叹息一声，脚步朝着下方的山石狠狠一踏，便是再度冲天起。轰隆隆，又是一阵天雷翻滚之后，天空之上的雷云再度消失，药老则是再度回到原地。不过这一次，他的双眼虽然略带一丝疲惫，却更感到隐隐有些兴奋，因为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这次硬抗丹雷的过程中，似乎对于这具斗圣遗体的掌控程度稍微多了那么1分。虽然只有1分，却也足以令他十分激动了。这意味着他的希望又大了1分。而萧炎在将第2枚血神丹收起之后不久，便是开始炼制起第3枚血神丹来。不过他这次炼制血神丹神色确实略微郑重了一些，因为这次炼制的血神丹不同于白寒白雪突破之用，而是用来帮助美杜莎完成血脉蜕变的。后者如今的实力不比白寒白雪那强横的体质，若是药材与远古天蛇精血之间的比例和力量平衡但凡有一点差错，那对美杜莎而言都是一场生死浩劫。好在如今炼制这枚丹药的是早已超过圣品大宗师的萧炎，只见他手中一火不断地淬炼着小玉瓶当中残留的远古天蛇精血，直到将那拳头大小的精血再度淬炼的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确保再无任何杂质之后，萧炎才将一片冰魄心莲的花瓣给淬炼融合进去。除此之外，地心火莲子等珍贵药材也是被他一一融入其中。那冰魄心莲乃是当初从白虎尊者古墓当中得到的最为珍贵的一株药材，仅仅一片花瓣便是足以冰心凝神，有巨大的辅助效果。如此小心翼翼地炼制了足足5天的时间之后，天空之上再度有着雷云翻滚，这一次却是出现了足足5种颜色的五彩雷云。望着那一方带着浩荡天威的五彩雷云，那一直守护在周围的白寒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他也是清晰地感受到了这5色雷云的可怕之处。倘若方才的3色丹雷他还能有侥幸抗下并活下来的希望的话，那这5色雷云若是落在他头上，他可就必死无疑了。毕竟这可以足以威胁到斗尊强者的雷云。然而对于无比可怕的5色雷云，药老依旧是二话不说，一头便是撞了上去。可怕的丹雷漫天滚滚，几乎将方圆百里的天空都给照耀的5色斑斓。这一刻，此地的诸多魔兽都是直接吓得瑟瑟发抖，害怕的匍匐在地面之上。良久之后，药老驾驭着这道斗圣肉身缓缓回归，这一次他气息都是略微微弱了1分，不过很明显还是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势。他感受着体内那4处游荡的5色丹雷，也是迅速闭上双眼，开始让灵魂抓紧，与肉身再度契合一些。而一旁的萧炎则是拿出一枚提前准备好的特殊玉瓶，将这枚血神丹给收了起来。一枚5色丹雷级别的血神丹倒是足以帮助美杜莎完成这场血脉蜕变了，甚至还可以让其实力得到一个短期之内的暴涨。至此，便是只剩下给2个老头复活之时使用的丹药了。萧炎休息了1天之后，便是再度拿出诸多药材，升起丹火，再度炼制起来。这一次，他倒是可以给天火尊者整上一些好点的配置了。前世给药老准备的生骨融血丹，这才倒是可以留给天火尊者了。至于斗尊强者的尸体，倒也不是什么紧急之事，反正天火尊者的实力早一点晚一点复活，对于局势的影响已经不大了。等到药老复活之后，他们师徒2人随手杀几个魂殿尊者便是可以了。又是5天之后，药老再度一头撞向了那一方雷云，硬生生的用肉身将这些丹雷全部抗下。当他落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却是更加明亮。他隐隐感觉到自己与这具斗圣肉身有了初步的一丝契合，虽然比起真正的肉身差了太远，却意味着更有希望了。与其相比，天火尊者的灵魂体便是更加激动了，他几乎就差在自己的雪白那界当中跳舞了。用5色丹雷级别的丹药作为复活所用，谁都知道用了之后到底会有怎样的效果。而在炼制完这枚生骨融血丹之后，萧炎的神色却是真正的变得郑重了起来。他接下来要炼制的丹药是专门为药老复活所准备的一枚丹药，此丹名为圣心复魂丹。圣心复魂丹原为9品宝丹，是药帝所开创的一种位列斗气大陆巅峰的疗伤丹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对于斗圣强者而言，这枚丹药便是堪称第2条性命。无论你受到了怎样重的伤势，哪怕肉身碎裂，灵魂残破，只要吃下这么一颗圣心复魂丹，便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到巅峰状态。这对斗圣强者而言，无疑等于是多出了一条性命。当然，此丹的药力自然也是随着使用者等级的提升而会慢慢降低。譬如，若是魂天地古元这种层次的强者受到了致命创伤，那这圣心复魂丹当中的药力自然是不可能将这种级别的强者完全恢复的。但最起码吊住一口气，
帮着恢复一些基础的伤势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5星斗圣之下的强者而言，此丹的药效却是接近于100%了。不过，以萧炎如今的条件，却是根本无法炼制出真正的圣心复魂丹。倒不是萧炎的炼药术达不到这个层次，而是因为萧炎手中的药材级别距离这圣心复魂丹所需还是有所差距的。另外，便是炼制9品丹药，对于修为异火那可怕的消耗也是极为的可怕。最后，一枚9品丹药所引发的丹雷，无论是现在的萧炎也好，还是要老也罢，都很难真正的将它扛下来。总而言之，现在的萧炎炼制不出真正的圣心复魂丹。不过萧炎也无需炼制出真正的圣心复魂丹，他只要将圣心复魂丹所需的药材按照近似的药性换上一些品级低一个层次的便是足够了。如此一来，炼制出的丹药虽然无法跟真正的圣心复魂丹相提并论，却是最为契合萧炎目前的条件。